咱们现在有那么句话经常说重要的事情说3遍，好，重要的妖精你也得打3遍，白骨精，白骨精，白骨精。所以这叫3打白骨精。说白骨精这妖怪重要在哪儿呢？大伙琢磨琢磨，《西游记》里头的妖怪，凡是特别厉害的，往往都有后台，要不就是太上老君身边的童儿啊，要不就是弥勒佛祖旁边的人，反正都有点来历。而没有来历的妖怪呢，往往就被孙悟空一棒子给打死了。那么有来历的妖怪当然厉害，有的时候孙猴都拿不住，他得上西天呢，上这个玉皇大帝那儿去搬救兵去。但是你再厉害的妖怪，充其量是啥呢？把唐僧抓走了，把孙猴打败了，也就厉害到这程度。可白骨精这么一个没后台的妖怪，他做到了什么呢？不仅仅说抓唐僧的问题，我甚至能让你整个取经团队啊，在内部内讧，土崩瓦解，让唐僧跟孙悟空弄得不可开交，遭遇到西天取经过程当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分裂。这是白骨精制造的。那么白骨精靠什么制造呢？靠他的精湛的演技。不光是能力，他的演技非常高。高在哪儿？你看我们都知道3打白骨精过程当中，白骨精有3次变化，变个小姑娘，变个老太太，变个老头，一家3口。这小姑娘是靠什么呢？年轻漂亮啊，色诱，引诱的猪八戒啊，这个心惊动摇的，试图通过这个接近唐僧。哎，这是用色诱方式，最后被孙猴识破了，把他打死了。那第二个老太太出来了，不再用色诱了，80多岁老太太变成什么了呢？装可怜。哎呀，我女儿被你们打死了，你怎么这么缺德呀？我多可怜呢！给唐僧增加心理负担，也被孙猴打死了。第三个老头出来了，白骨精变化成老头干嘛？这次不装可怜了，道德批判。有你这么当出家人的吗？连伤2命，你把我也打死算了，你这样还取什么经？从道德上否定取经的合法性。色诱、装可怜、道德批判，3大法宝运用的非常娴熟，最后把唐僧弄得要崩溃了，跟孙悟空决裂，你滚回去吧，回花果山吧，再留悟空难取真经。所以白骨精是《西游记》所有妖精里头的第一演技派，演技非常了得，非常重要的妖精，甚至把取经团队都要弄分裂了。那么如此重要的妖精，我们看《西游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并没有给白骨精呢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身世经历。就白骨精光是出现这么一段，那么他从哪儿来啊？最终要到哪儿去了？没有最后的描述。我们看一个重要的人物，影视作品要把原著的人物发展，基本上会给他设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个人小传。就比方说孙悟空，我们知道孙悟空神人猴3位一体，他的脾气秉性能耐，《西游记》里和其他作品都给解构了，唯独没有人写过孙悟空的爱情。那好，周星驰站出来了，一部《大话西游》，把孙悟空跟紫霞仙子的爱情写出来了，这等于完整的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履历。那么我们说3打白骨精就把白骨精这个人物给丰富了。他怎么丰富呢？首先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这里边借助老太太的嘴里说，白骨精是怎么来的呢？18岁那年嫁到一个村庄，可是嫁过去当天呢，这村庄着火了，村里人就认为啊，这个媳妇不吉利，得把她弄死，她不死全村人没好。于是这个媳妇成了愚昧的牺牲品，被送到悬崖上活活饿死。这一饿死，怨念太大了，一股怨念变成了巩俐演这白骨夫人。这些凡人就是武器。我是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合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危害人间的恶魔，往往都有一段曾经被人类深深伤害的历史。这点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头、影视作品里都能找到影子。咱们看周星驰拍的《西游降魔》里边，沙僧和猪八戒，他为什么成了水妖和猪妖？是不？在《西游降魔》里有完整的解释，他们也曾经被人类深深的伤害过，所以这是一种怨念积攒下的报复行为。
那么其实这个就非常合理的解释了白骨精他前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在这里边有那么大的怨毒。你看里边所有的体现都感觉他哪怕是云淡风轻，也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恨，一种深深的报复。所以他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又解决了白骨精到哪儿去的问题。就是原著里头说一棒打死魂飞魄散拉倒了，这里头白骨精是什么呢？被唐僧用牺牲自己性命的办法进行度化，这个度化显得高人一等。就妖魔鬼怪我不能光消灭你，我最重要的是要消灭这些害人的恶念，这是最主要的。所以他等于呢给白骨精呢在普度众生的意义上一个圆满的归宿。所以我说首先三打白骨精对白骨精这个人物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真没有哪部影视作品如此重视一个妖精。你想这么一个妖精能让取经团队分裂，他这里头有好多很细致的东西，怎么去挖掘它？三打白骨精做到了。他为什么对白骨精这人物这么挖掘呢？他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他也达到了，就是解决唐僧的问题。唐僧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三打白骨精里边费翔演那个国王，他指着唐僧鼻子骂，说你有什么本事？你哪个徒弟都比你强，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带头人呢？你就是个窝囊废。其实类似的责骂我们似曾相识，西游降魔里边文章演那个唐玄奘，那不就是吗？也被很多驱魔人说你有什么本事拿个儿歌三百首像我们，就责骂唐僧，意思你手无缚鸡之力个小和尚，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核心呢？那么以往也曾经有很多人在说这问题，凭啥唐僧是头？凭啥唐僧就念紧箍咒呢？一种阴谋论的解释方式说呢，唐僧呢是如来佛祖驾下二弟子金蝉子转世，像取经这么重要的事儿，佛祖咋也得安排个自己人吧？这是一种阴谋论，他把取经团队的这种意义给完全庸俗化了。那么在这里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唐僧为什么是取经团队的头，而不是本领最大的孙悟空呢？这里边解释，孙悟空火眼金睛看的是真相，唐僧肉眼凡胎看不见真相，但是他眼睛看到的是心相，心里边的东西。这个具体解释是什么呢？孙悟空对付妖魔鬼怪，你是个妖魔鬼怪，好，我就要把你消灭。这种什么方式呢？以暴制暴，用恨来对待恨，用黑暗来压制黑暗，用暴力来制服暴力。那么唐僧看到的心相是什么呢？就你表面上你就是真相，你是个害人的妖魔，但你为什么害人呢？你这种害人的恶念从哪儿来呢？我真正要消灭的是你心里这股恶念。说白了，我不是用暴力制服暴力，我是用爱去化解恨，我是用光明去化解黑暗。其实我跟大家说我心里的话啊，爱和恨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爱要比恨高出好多层次。同样，光明和黑暗不是一样的概念，不是说光明有亮，黑暗没有亮。光明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远远大于黑暗。所以三打白骨精里边真正从佛学的意义上来讲，把唐僧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高于孙悟空的地方给点出来了。以往的任何一部跟西游记有关的作品都没有把唐僧抬高到这个高度，尤其是他跟孙悟空之间这个师徒关系你怎么去解构，而这部作品里做到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三打白骨精的主角是谁？一个是唐僧，一个是白骨精，孙悟空是这里的配角，他根本就不是主角。所以这部三打白骨精我认为成功在什么地方？其中一个主角白骨精演得太精彩了，巩俐这个气场大得吓人，就是白骨精无论一颦一笑都能看出那种深深的怨恨，那种蓄势待发的报复心理。就虽然白骨精在这里是个妖魔鬼怪，可气场强大的像一个已经上满了弦的哈姆雷特一样，他要复活，他要复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到位。那么他不足之处在哪儿呢？另一个主要人物唐僧并没有丰满起来。冯绍峰演这个唐僧呢，
好多地方都能看出《大话西游》里那个 Only You 那个罗家英的影子。就是冯绍峰的演技呢，很难把唐僧最终看到心相之后，舍身普渡那种宝相庄严、悲天悯人演出来，他这个感觉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三打白骨精的缺憾在哪儿呢？唐僧这个角色没有完全丰满起来，而白骨精这角色几乎撑起了整部电影。有人说那孙悟空呢？孙悟空可以忽略不计，本身就是个配角。再说郭富城演的孙悟空，我是觉得非常呆板，没有什么生动地方。我说一场戏你就能看出他跟巩俐的比较，这段戏特别到位。就是作为一个白骨精，他的气场强大到哪儿？他找孙悟空底下密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说你看齐天大圣逍遥自在，为啥让个小和尚能耐让你差那么多，念紧箍咒天天管你呢？你呀，别跟我纠缠，你让我把它吃了，我也得好处，你也自由了，何苦呢？是吧？而且最后白骨精有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和我都是妖。那么这幕戏里边，你看巩俐演的白骨精，那个眼神，那个魅惑，那个诱惑，包括最后果断决绝的时候那种强大的气场发出来的力量，你再看郭富城演的孙悟空，四个字：呆头呆脑。这就是演技上的差距。所以我说这部戏的成功，首先一个是编剧导演在理念上解构了《西游记》里头的人物，重新树立了一种佛学意义上的解读，这是第一个成功。那么巩俐在这里头最突出的表现是呢，白骨精应该恐怖张牙舞爪，但是她这里边演的这个白骨女王、白骨夫人气定神闲，你看起来就是地道的女王范儿，是一种冷艳版的高冷版的埃及艳后，不着痕迹。假如说他就把白骨精表面演成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没意思了那都。其实这一点从巩俐出道开始他就知道，主角的复杂性决定了一部电影的高与低。如果我们看一部电影，这主角脸谱化，他就这样，就这么个人，这电影没意思了，主角被你一眼看到底了。我们过去看很多有关于这个战争的片子，都是好人坏人脸谱化，所以你看完你不觉得这片子有什么深度。只有这个主角呢，他不是你一眼就能看穿的，这个片子才有意义。当年巩俐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善于演这种内心世界很复杂的主角。咱们大伙都知道当年张艺谋拍《红高粱》，很多人还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说最后选谁演《红高粱》里边这九儿呢？选来选去呢，两个被选，一个是来自中戏这巩俐，再一个是史可。说你当时按照外形看呢，史可有优势，为啥？史可当时人很丰满，很漂亮，厚嘴唇也挺性感。按照原著《红高粱》那个作者莫言，他解释呢，这个九儿呢是一个水分充足、含苞待放的带刺儿的玫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史可更接近九儿，而巩俐当时呢显得很单纯、很清纯，一个瘦瘦的大学生模样，跟那种充满着叛逆感的活泼的生命力的九儿呢形象有个反差。可是最终张艺谋为什么定巩俐呢？很多人说俩人掷硬币，其实那是无稽之谈。真正决定作用是张艺谋的认知。有人说对，那张艺谋跟巩俐还好过呢。对不起，那是拍戏以后的事儿，拍戏之前还没这个呢。张艺谋当时怎么认为呢？说九儿这个人物啊，他充满着一种倔强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一眼看这个人就是个活分人，那这个东西就浮在纸，就没多大意义。我们要的是他内心迸发出来那种活力，那种生命力。最后和教父于占鳌两个人也和，然后后来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戏。我说这个人是骨子里的东西在往外冒，如果就浮在表面上没意思了，如果反差大点，骨子里东西出来，这才能打动人。其实张艺谋这个论断非常精辟，就是一部电影的主角如果被一眼看透了，观众一看就这样，就没意思了。所以主角越复杂，反差越大，反而这个电影琢磨头越重。而配角不是，配角呢
脸谱化一点还倒好办。为什么呢？观众看着没负担。你要主角复杂，配角复杂，这戏不成猜谜了吗？再一个，配角不复杂，可以有效的推进情节，让情节加速减慢，这才导演控制定。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天下无贼》里边刘德华演的是个贼，王宝强演的是个受害者，一个农民工。你看刘德华在这里贼是个坏人，但是他就不是脸谱化的。刘德华这形象演正面人物，英俊小生，所以只有通过这你一眼看不透，这既像贼又不像贼，所以最后刘德华为保护王宝强牺牲了，才显得格外震撼。所以这个主角他一定要复杂起来，而王宝强呢是个配角，他不需要这个，脸上挂相就行。我就是一个有点发傻的，没见过世面的，你怎么骗怎么是的。哎，把傻根这个人物演得越表面化，情节推动的越快。所以这是主配角之间的关系。我再举个例子，你就可能更清楚。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边，那个张柏芝演的柳飘飘，那是个风尘女子，夜总会的这个歌女。如果你按风尘女子标准选，那就没意思了。周星驰为什么选刚出道的张柏芝？张柏芝再说骨子里有那个倔强的劲儿，也有那清纯的劲儿，反差越大，这人物内心世界挖掘出都越丰富。一开始他随便陪这个尹天仇睡觉，到之后尹天仇我养你啊，把他感动的稀里哗啦，哭得梨花带雨的那一幕，很多人看了都哭。为什么？这时候人物的反差出来了，张力一下出来了，这是电影真正魅力所在。所以我说巩俐从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习惯于演这种和内心世界外表之间反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戏，使巩俐自身演戏的风格变得张力十足，气场非常强大。所以我说巩俐这里边戏好，和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能把握主角变化非常大的内心世界，把握主角非常复杂的人物性格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再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这里边巩俐可以做到了装啥就像啥。你比方他里头演那个81岁的老太太，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是谁演的呢？那根本看不出是巩俐演的，为啥化妆化的反差太大了？就是巩俐她以现在50出头的年龄，能把那老太太那个老糗劲、眼神、动作都能抓像，这是非常困难。为啥呢？这个东西来自什么？她平常下功夫。我说到这儿呢，就挺感慨。当年巩俐演戏那个时代，就80年代时候，很多演员都知道一个词儿叫体验生活，就是我要演个农民，我就到农村待几个月；我演个士兵，我就到部队待着。现在谁能拿出这功夫？一个抢钱的时代，这演员挣钱还来不及，谁有这功夫去体验生活？但那个时代就能做到。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时代过来的很多演员，他基本功很扎实，他是从生活当中走出来的。咱们还说巩俐当年演的秋菊打官司，很多朋友还记着，很多人一看巩俐说看脸是他呀，这怎么反差这么大呢？那简直就是个农村妇女啊，那个形象啊。巩俐怎么做到的？在陕西农村待了3月，体验生活。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张艺谋当时拍秋菊打官司用了大量的素人演员，说白了就群众演员。这用群众演员呢是个双刃剑。你看呢，一群人都会演戏，专业演员里边搁一个素人，那他肯定傻了吧唧，一下就突出出来。可是如果一群都是素人，都是群众演员，里头有一个专业演员，这专业演员比谁都傻。为啥？就你显得会演戏，剩人都不会。所以张艺谋对这个把握是很准的，就像他后来拍一个也不能少，里边那些小孩全是农村找来的。本来开始主角定一个专业演员，后来张艺谋一想不行，干脆主角就找13岁的魏敏芝，也没演过戏，所以这个戏拍的毫无违和感，你感觉很和谐画面。如果有一个专业演员，你别扭死了。而且作为专业演员，他也知道他不能就我一个专业演员，身边都是普通人，都是群众，他不会演这戏。为啥？太别扭，一下把他显得特别傻。那么秋菊打官司里头呢，专业演员很少，巩俐算一个，当时刘佩琦算一个。那么巩俐为了能够演好这么一个农村妇女，就真跑到陕西农村待了3月，一切都跟农村妇女一样。这3个月之后，
所以这他在那么多素人演员当中，他才显得丝丝入扣，和整个大背景和谐非常非常准。所以我说那时候演员能下这么大力气在这上琢磨，现在演员有几个能做到的？你看咱们说演这个跟自己年龄反差大的，这白骨精这是一个，还有14年那个归来那电影，他演那个得了失忆症的那老女人，认识也挺好。冯婉瑜啊，想自己的丈夫陆焉识，可陆焉识回来了，他认不出来了，忘了。那么为了演好这个失忆症啊，后来是陈道明跟我说巩俐啊，花了1个多月时间，专门和失忆症的妇女打交道，近距离观察和她聊，看失忆症是什么感觉，它分成多少个层次，就完全想不起来了。能想起一点吧，有点困惑，能想起大半了之后呢，是有些痛苦。等彻底想不起来，云淡风轻，没事人似的。这些层次感都是通过1个多月和失忆症妇女接触得来的。所以这个层次感使冯婉瑜这个角色立得非常扎实。我特别想说那么一段戏，就是陆焉识在楼上通过弹钢琴想唤起冯婉瑜的回忆。这时候冯婉瑜呢从楼下往上走，听到钢琴声了，好像又回到了当初跟陆焉识两情相悦的时代，然后充满着喜悦，一点点接近，一直到看到陆焉识的背影，看到他在弹琴。这时候陆焉识站起来回身，以为两人就要幸福的相认了，突然间记忆到这儿断了，冯婉瑜又不认识他。这个过程，人物内心世界外表的反应，可以说对演员的考验非常大。我们要重温这段戏，你看看，那不光是陈道明演的精彩，你看看巩俐演的冯婉瑜相当到位。那么这些东西靠什么呀？就是靠演员扎扎实实的下功夫。我是觉得一个演员呢，从没有名气那时候开始，到有了名气，什么都有，最终再到演技达到画境，他其实是走过一个圈。起点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他要努力，他努力进人物，我们说体验生活下多大功都正常。后来一点点名利都有了，用不着那么费劲了，觉得演技也成熟了，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脱离这个。但是当他到了名利，已经认为我已经这些都不缺了，我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时候，他如果还想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他会往回走。怎么往回走呢？开始一点点往回捡人物的感觉。我接一个角色，我就一定扎扎实实把它负责好，我还会像当初我开始演戏的时候一样，去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我要花功夫，我要让每一个形象成为经典，对得起爱我的观众。所以我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员，他经历的过程都是1、2、3、4、5、6、7、8、9、10，然后到顶之后，他想维持住或者有更高的追求，他会19、8、7、5、6、3、2、1，往回再走到这个1。我们有句臭了大街的话叫不忘初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你当初是怎么做的，可能转一圈之后也还会回去。每个人要想真正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恐怕都要走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就跟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是一个道理。你开始想怎么做，那么一步一步接近雷音寺了，你要成功了，你不应该改掉你当初的东西。包括沿途上遇到女儿国了，遇到什么诸子国了，有一些大富大贵要来临的时候，诱惑你脱离取经团队的时候，你也不应该忘当初你从长安城走出之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思。所以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也是一个从1、2、3、4、5、6、7、8、9、10到19、8、7、6、5、4、3、2、1的过程。所以用传统评书《西游记》里头定场诗来说，非常精彩。什么叫19、8、7、6、5、4、3、2、1？那就是君山10万载，佛坐9莲台，猪八戒7情6欲难割舍，孙行者5行山下苦难挨。最难得师徒4人，秉却了3心2意一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我们上一期也给大家说了，唐僧怀着一颗非常执着的心，费尽了千辛万苦，组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取经团队。搁现在股市的话说，这就算成功上市了。然后呢，就开始西天取经。
那么这前半节呢，我们上一期把它讲成了一个励志故事，唐僧个人的一个励志故事。那么到踏上取经征途啊，看起来九九八十一难，也是千难万险，但其实呢，已经开始了一个快乐的旅行。你看这个西天取经西游记这故事，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爱看爱听？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种旅行故事挺抓人，而中国古代这样的旅行故事也有不少。你像这个清代有本小说叫《镜花缘》，然后很多朋友看过，说的是大唐武则天时期啊。这武则天呢下边有个人叫唐敖，这个人受到点不公正待遇，一来气我干脆漂洋过海旅游去吧。在海外经历了种种奇思妙想的那些国家，什么君子国呀，大人国小人国都经历了，真有女儿国。就是这类故事呢，你看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这个，就中国古人也爱看这个，现代人呢也喜欢看旅行故事。咱们经常听说，你看说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哟，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就现代人这生活压力挺大，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更主要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历练身心了，也解除身上的烦恼，减轻身上的压力。所以你看这2年咱们这电影拍了多少这样的故事，你像什么太井港囧、心花怒放、西游降魔，就这类的片子统称我们有共同称呼叫公路片，就是出去旅行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奇怪的事儿。这类片子甭管你说拍的好坏，我刚才说这些没有一个票房差。它为什么呢？就是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主人公就等于我们都有替代感，好像我们就是里边那个主人公，跟着他往前走，经历了种种奇幻的事，满足了我们一种想象力。所以你看，按照徐峥的思路呢，到这香港就港囧，到泰国就泰囧。那么唐三藏西天取经到哪儿呢？到天竺，到印度，也可以叫印囧啊。据说徐峥下一步就要拍个印囧，不知道跟西游记有没有关系，但是唐三藏的西天旅途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地道的印囧。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儿说说这个印囧的历程和我们现代人都有什么关系。一般都有一个起点。注意啊，我说的是旅行，不是旅游，你们得仔细分，旅行和旅游不是一回事。旅游是什么呢？拖家带口，志不济也是跟女朋友啊，就是到一个地方歇2天，以休闲以享受生活为主，这叫旅游。旅行是什么呢？它重要的并不是我到那享受的生活，而是什么？我经过这一趟下来，我历练了什么？很多人这个出去旅行目的是什么呢？往往是为了解除烦恼，因为在原来的地方待着，他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受不了了，他需要一次旅行解脱这些烦恼之后，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这咱们看这些影片里，就是心花怒放，那里边黄渤演那个角色，一个落魄歌手耿浩，他为什么要去旅行呢？他是因为他的婚姻完了，不行了，他老婆跟高富帅跑了，不要他了，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在原来的地方无法待了，我必须要走。你再看那个泰囧里头，徐峥演那个徐朗为什么要去泰国呢？他不仅是婚姻要走到尽头了，他的事业也来到了个十字路口，所以他需要到泰国搏一场。所以像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旅行，要展开自己的泰囧印囧之旅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有个大烦恼要解决，就他被一种大烦恼压着。那有人说唐僧西天取经是什么大烦恼？这烦恼太大了，已经不是他个人的烦恼。什么烦恼呢？他一心修佛，看到众生在苦海里挣扎，人生凄苦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佛讲人生有凄苦，那么为了让众生能够解脱这凄苦，也就是说这是众生的烦恼，是更高层次的烦恼。我西天取得这个大乘佛法回来之后普度众生，
所以唐僧这是更大意义上一重烦恼，推促他上路。所以就是凡是这种旅行的故事，你记住都有一个大烦恼在后边跟着，他这一趟是为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要靠两个方式，一个是我们终极的地方在哪，我们要得到什么，还有一点是中途这过程，就像有人说旅行不重在结果而在于过程。那我们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旅行一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甭管是谁一样的队友还是猪一样的队友，你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你的旅伴要跟你一起走。而往往这旅伴还有一个特点，在旅行故事里那个主人公往往看不上这旅伴，俩人之间总闹些别扭，我瞧不起你，但是呢他还不离开你，他经常给你制造一些麻烦和困扰，这就构成了旅行过程当中解闷的。咱们看《心花怒放》，旁边还有一个叫郝毅的，是徐峥演的，他其实就是这个落魄歌手耿浩的一个损友。这一路上他不断的寻花猎艳的，这边也不断的开导这个黄渤演这个角色。好，那么两个人呢，黄渤演这个角色这耿毅看不上他，但看不上他又摆脱不了他，我就是朋友，我要帮你忙，所以这个过程出现了很多乌龙的事。那么泰囧同样是这个道理，徐峥演这个徐朗，他身边这个人谁是王宝强，王宝强一路给他又打岔又干嘛，经常坏的事，所以这一道上你发现这个故事非常好看，就主人公嫌弃他，但还甩不掉这个旅伴，这旅伴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是这也是旅程过程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有意思，他自己想想好玩，别人看着更好玩。那么《西游记》里这个旅程故事里头呢，唐僧嫌弃谁呢？队友。很多人可能想到他嫌弃猪八戒，他可不止嫌弃猪八戒一个人。你看唐僧嫌弃这个人呢，往往是谁呢？以他的境界瞧不上。他首先最嫌弃谁？最嫌弃孙悟空。为啥呢？唐僧是个好脾气的人，而且人很稳重，轻易不是说一惊一乍的被什么事引诱，一稳重二谦和。可他这两个优点跟各个神仙接触呢，那是优点，神仙也尊重他。可偏偏这俩优点呢，让他徒弟给弄个稀碎。孙悟空稳重咱不用说了，他是个猴子，他怎么也稳重不了。第二，孙悟空还不谦和，经常跟人吵架，脾气还大。你看在《西游记》里无数次出现孙悟空吃俺老孙一棒，所以这个唐僧呢看不上他。这其实你就想悟空不得无礼，这话要再重点，那不就是观音菩萨说你这泼猴，就这个道理吗？所以孙悟空他看不上，他挺嫌弃孙悟空。而孙悟空关键是给他丢人，丢人在哪儿呢？有个很有名的事叫大闹武庄关。武庄关关主谁？镇元子。观音菩萨说得好，此人乃地仙之祖，连我都让他3分，你这泼猴。镇元子厉害，而且镇元子是唐僧前世金蝉子的朋友。镇元子这一天呢要上天呢听经去，所以特地告诉自己的童儿说，这几日我掐指一算呢，有我一位故人要经过武庄关，他就指金蝉长老，指唐僧，说到这儿来呢，你们好生招待他，完了给他打几个人参果吃安排好了，人家是一点矛盾也没有，还招待他呢。没想到呢，师徒4人来了之后，孙悟空一看这人参果来了劲了，不光偷吃让童儿发现，恼羞成怒把人给打了不说，把人参果树给推倒。这人参果树乃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宝贝，跟天上的蟠桃是一个级别，就属于非转基因的重要补品。你想这么一弄，镇元子能打呀？我给你这么大面子，你祸害我，回来就双方打个头破血流。但是镇元子能耐大，收拾他们玩似的，最后没办法了。孙悟空、唐僧求爷爷告奶奶，你是福禄寿3星海外几仙的观音菩萨，这是太上老君都求到了，把这人参果树弄下。唐僧丢老面子，为啥？人家前世的老朋友这么好招待自个儿，结果自个儿领徒弟来了，这孙悟空可倒好，
偷东西吃不说，打人骂人，还毁坏公物，破坏环境，把人参果树都给推倒了。所以这个事儿唐僧是丢老的人，所以唐僧骨子里嫌弃孙悟空，你这么不稳当，不像个修佛之人，看不上他。这是他第一个嫌弃。第二个嫌弃猪八戒。他为啥嫌弃猪八戒呢？唐僧呢，这个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呢，在女人眼里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这是个小鲜肉，这可是真小鲜肉，就啃一口能长生不老，这真小鲜肉。这一个人长得漂亮英俊。第二个呢，唐僧还跟一般英俊少年不太一样，他高度克制，清心寡欲，讲清规戒律，即使在女儿国的时候稍微动点心思，但也马上收回来继续西天取经。所以唐僧其实就这特点，他越克制，他碰到的一些异性想征服他的欲望就越强。所以这是呢唐僧的一大优点，高度的克制。可你再看猪八戒，不用说他西天取经里他颜值是最低的，直接拉低了整个取经团队的颜值，长得难看，跟唐僧小鲜肉不能比。第二个，猪八戒毫不克制，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见着女施主女菩萨，哎呀，马上口水流多长。前面孙悟空丢人是丢到前世的好朋友地仙之祖镇元，猪八戒的丢人等于在唐僧的一些领导前辈面前丢了人了。什么呢？西游记里有这么一回，刚开始取经的时候，有个神仙骊山老母就琢磨呀，唐僧西天取经师徒四人是不是真心呢？骊山老母就联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四个人呢，变化成呢一个庄里头的母女四人，搁这四个人来试试你们师徒四人是不是真想取经。结果唐僧没问题啊，不干；孙悟空不干，沙僧也不留下，唯独猪八戒想留下。一看高老庄，我回去干嘛呀？我那才一个媳妇儿，这个连老带小四个呢。那三位不干，说猪八戒留下吧。猪八戒就说：“你这个谁跟谁结婚了？”啊，这老寡妇说：“你看我那真真恋恋爱，还没怎么看上你。”猪八戒说：“那不行，丈母娘你就收了我，我跟你结婚。”最后骊山老母使法术，把这猪八戒这割个网吊到树上了。就这个事儿，虽然说唐僧经入考验了，但他丢人。可是嫌弃归嫌弃呢，这个人一定是他旅行过程当中摆脱不了的。为什么呢？他同时给唐僧带来了很大的快乐。要是唐僧一个人上道，不用妖魔鬼怪，他自个儿得抑郁症就得死半道儿。所以所谓这些损友、猪一样的队友给你惹事儿，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你在慢慢的求索的道路上不寂寞，也使旅行的故事在别人眼里看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所以呢，最后怎么达成这种和谐呢？往往通过一次决裂来完成。咱们看这个电影里头，就是那个《心花怒放》里头呢，黄渤把这个徐峥骂跑过。你等泰囧里头呢，徐峥把王宝强也骂跑过。但是你注意，朋友之间交往就这样，我也不得罪你，你也不得罪我，双方彬彬有礼。你记住，交不深，那交情都不瓷实。往往有一次大爆发，你哪儿疼，我往你哪儿戳，我就往你伤口里撒盐，俩人有个大爆发、大决裂。决裂之后再和好，这感情特瓷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不打不相识。西游记里也是如此，最典型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再留悟空难取真经，哎呦，佛祖指示撵走吧。孙悟空一来气，眼含热泪呀，师傅你不理解我，回花果山。但后来呢，猪八戒又从花果山把孙悟空请回来，师徒俩和好。这时候唐僧认识到了，我这徒弟是盖世英雄，你看毛病多，本领也大，我离不开他。哎，所以说旅行故事里头这种伙伴之间的斗来斗去，到最后和谐一起上道，这也应该说是旅行故事特别招人看的地方。那么除了队友之间争来争去，这一道上必须还得遇到各种奇怪的事儿。这个西天取经其实遇到那么些妖魔鬼怪，代表着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没有放下那些烦恼，
不断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来侵略你的心灵。其实取经过程当中的9981难都是这4个人心魔的一种反应，或是酒，或是色，或是财，或是气。就你修行不到的地方，转化成各种妖魔鬼怪，反过来诱惑你，侵略你，你怎么去化解？这是《西游记》里边非常非常典型的种种状况。那我们再看电影里头，它也是这么反映旅行故事。你看《心花怒放》里头，这个黄渤演这个歌手耿浩被这媳妇抛弃了，这个阴影挥之不去。他想通过旅途当中的艳遇跟其他女人接触来化解这个，结果要么是碰到周冬雨演的杀马特角，要么是碰到一个漂亮女孩，结果是同性恋，要么呢就是碰到那个就是很强势的女人等等等，反正他碰到这些女的来讲，他都不是很满意，都给他心灵带来一定的刺激。那么这种刺激他发现是什么呢？是因为自己没有放弃掉失败婚姻的阴影，这个阴影一直跟随着他，他才会和外部世界如此不和谐。所以他在丽江跟那个沈腾扮演的客栈老板讲了一通他这阴影理论，然后他跟那沈腾打了一架。你不要看打这一架，打这一架象征着什么？他终于把内心的烦恼发现了，然后通过打仗的一种方式，彻底把这烦恼抛弃了，从此之后脱胎换骨。那你同样我们看唐僧这个9981难，这路上遇到的一些妖魔鬼怪，它是什么呢？就是唐僧自身内心有些克服不了。这一道呢，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妖，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的妖你不管怎么感化他，他都要吃；有的人固定要作恶的，你要超脱他。所以《西游记》的一个故事，一个旅行的故事，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旅行类的电影功夫片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为什么这个东西招人看？首先一个呢，是我们现代人尤其在城市里生活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我们经常想摆脱这种压力，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问题就是呢，你没那么容易走，你限于你的经济条件，你的工作压力等等等，你不一定能走。所以有人替你来这么一次旅行，你能通过这个过程感受到心灵上一种释放，包括他在旅行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可能也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西游记》这样的旅行故事呢？是因为它满足我们既想要刺激又想要丰富多彩的旅行这样一种来自心底的美好愿望。在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文艺消费品当中，其实也像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消费品一样，存在着快消品和长久消费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前几年有一个韩国的这个明星叫鸟叔，他那个风靡一时的骑马舞，那几乎一到年底各个年会啊，基本上各个单位都有人学跳这个，很快这个东西就不流行。小苹果出现了，各个单位开始跳小苹果，好多晚会都有这个。到了今年你再看，如果说谁年会上还跳小苹果，大家认为你 out 了，你很 low， 过时了。所以这个就属于我们说文艺作品里的快消品，快速消费，很快火了，但很快下去。但是有些东西呢，无论怎么着，时间流逝，这个东西经典就是经典。你比方《西游记》系列的故事，说为什么《西游记》的故事它比较经典？因为你看我们平常没有人不喜欢听故事，而且你听的故事类型它都有一定的特点。《西游记》呢，就是把我们爱听的故事类型基本上囊括了，一网打尽了。你比方说这唐僧，咱说了，他在这个取经之前那段过程，它是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有大量的心灵鸡汤，怎么吃苦怎么有成就。开始取经了之后这段呢，是个旅行的故事，讲自己的心灵如何得到陶冶，如何跟团队之间进行互动，这是一个旅行的故事。猪八戒呢，这一辈子就是个喜剧故事，咱们看热闹看笑话。沙僧的故事呢，是个办公室政治的故事，这里边有诸多
一个平凡普通的人物应该怎么样在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为自己求得生存的一席之地。那么孙悟空呢，比较复杂一点。美国人都喜欢孙悟空，为什么？美国人喜欢超级英雄。但是说孙悟空一生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一个超级英雄能定位的呢？不是。孙悟空开始取经以后的故事都可以说是超级英雄，但是取经之前，说白了，从花果山东胜神州傲来国有块石头崩裂之后蹦出个石猴来，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他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底下，这段过程是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草根英雄，白手起家，学会了本事，然后开始接触江湖的恩怨情仇。孙悟空的前半辈子，就是五行山底下之前这段，基本上就是一个草根英雄的江湖故事。说这我说你别不相信，咱们可以根据我们看过的一些影视作品呢、文学故事，你看看，凡是草根英雄出闯江湖的时候，跟孙悟空出道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咱们可以从头说，首先说草根英雄刚起来，任何一个英雄都不是一开始就有本事的，他要经历很多磨难。咱们看那个《上海滩》里边，许文强，就周润发演的许文强，那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他刚到上海滩，没有权没有势，自己能力也不大，他是在非常残酷的江湖当中一点点练出本事。就是说草根英雄起来，他都有一个长本事的过程，这过程充满着各种危险，甚至是一种赌博。稍不留神呢，自己命就没了，等于其实是呢拿自己这个命来赌自己的明天。那么孙悟空是不是这样？也是。刚开始草根英雄出现的时候没多大能耐，你看这个石猴从花果山上这块石头蹦出来之后，他其实和普通的猴子比呢，无非就更活跃一点，窜得更高，跳得更远，也就这个水平。他也摆脱不了六道轮回。那么他这个草根英雄，这英雄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家吃喝玩乐的时候，突然有个老猴死了，哎呦，这时候孙悟空才意识到，那阵他还不叫孙悟空，没这名字呢，意识到这怎么就死了呢？他想到长生不老，这时候他就是一个有野心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别看这个草根英雄起家时候没本事，普遍都有野心，他想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他跟其他猴说，我不甘心在花果山待着，我干嘛呢？漂洋过海，我找高人，我学本事，学长生不老之术。就这么着整个皮筏子，树枝整上，漂洋过海的从东胜神州来到西牛贺州，找谁呢？说传说这个山上这个斜月山三星洞有这个菩提老祖，他去找这菩提老祖。其实在这个过程之前，菩提老祖到底有没有，他心里也嘀咕。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看《西游记》电视剧里描写的很细他一个猴来到这集市上，学这个人怎么穿衣服，学人怎么点菜吃面条，不会就看人家怎么来。其实这个过程你琢磨琢磨，非常危险你万一让人把他卖到耍猴呢去呢，万一让人给收拾了，他那时候孙悟空可什么本事都没有。所以这个过程充满着冒险，但是要想富走险路。草根英雄起家就是你啥也没有，能力也不大，你再不冒险，你什么时候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呢？所以这时候孙悟空走的一条道路和我们看到的上海滩那个许文强大上海里那程大器还有真实世界里像杜月笙这些人走的都是一个线路，冒险求得本事。后来我们也知道到斜月山三星洞找到菩提老祖，菩提老祖也是点化他，但是这菩提老祖挺坏，教孙悟空的呢，一种是惹事的本事72变，一种是逃跑的本事筋斗云。其实从他教给孙悟空开始，孙悟空就注定要在这个江湖里兴风作浪。所以孙悟空这时候学成了，学成回来之后这孙悟空可不安分。说白了，等于手里有2把西瓜刀了72变筋斗云，开始他真正的江湖。
这段江湖一开始孙悟空是有需要的，什么需要呢？他占山为王之后成了花果山之王，首先他要找兄弟，因为一个人成不了江湖，任何人可以没亲戚，不能没朋友，这是个规律。所以你发现所有的江湖英雄片里头躲开不了的话题，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就说孙悟空的兄弟是谁？我就说那猪八戒、沙和尚，那不是师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说白了，师兄弟是在取经路上的同事。那么他的兄弟是谁呢？大力牛魔王。因为在花果山上，这些妖魔鬼怪凑到一块儿拜把子，孙悟空认牛魔王为大师，就是真正的兄弟。这里边得说牛魔王，这算是。但是结拜是结拜了，这个兄弟啊在一起喝酒没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兄弟之间发生一些恩怨情仇，往往是江湖片里最吸引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看着上海滩人戏都能看出来，就丁力一天天变得阴险毒辣，就即使没有冯程程的事，丁力早晚也会对许文强开刀，一山不容二虎。因为他们的利益取向不一样，一个要借助冯敬尧，一个要消灭冯敬。在这个问题上，兄弟感情调和不了恩怨情仇，所以最后你看这个许文强和丁力弄到那种程度啊，被法国人弄死了，把他给暗杀了，结局非常不公。那么我们再回头看孙悟空，他这个兄弟跟牛魔王，这不后来500年之后取经路上，这时候利益方向不一样了。牛魔王是个散仙，他呢有自个儿大老婆铁扇公主，还有个小老婆玉面狐狸。说白了，铁扇公主呢是他名义上的妻子，玉面狐狸呢是他真正喜欢的女人。所以孙悟空在取经路上呢，一下子跟他这个利益集团的2个人发生冲突。一个3吊芭蕉扇里得罪了铁扇公主，过这个火云洞的时候把红孩给收了，看起来给红孩送到观音那儿当善财童子是个好结局。但是牛魔王这样的散仙受不了这个，我的儿子你给送到那么一个管教手里，在他眼里观音菩萨就是个管教，自己儿子就成犯人了。所以这时候孙悟空的利益取向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牛魔王是我逍遥自在，你谁也别动我。这哥俩难免在这个时候是转不成功。那一幕真是咱感到替牛魔王的阶段，就最后兄弟结果也是反不成功。所以这是孙悟空和这些江湖人物没区别的地方。再一个，你能力一天天大了，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江湖有你这一号了，你就不去侵犯别人，别人也会找上你，因为他也在觊觎你的地盘，你的权利。你看孙悟空打回来没消停过，甭说跟牛魔王结拜，没兵刃呐，没这行头啊，怎么办？到东海龙宫去找龙王去，又是拿了人家一身盔甲，最后边大禹治水的时候，这个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给弄走，这一下子他腕儿大了。这腕儿大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琢磨他，这个主不消停，要惹事儿怎么办呢？这真正的江湖里头说了算的大佬啊，玉皇大帝，你看这不行啊，这个人不归我管不行啊，用什么办法呢？他一开始用欺骗的方法，就说你在江湖上有一号的，就有人过来跟你套近乎。这我们在看这个黑帮片里头遍地都是这事儿，你在这块闯出名堂了，马上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老大找你，兄弟怎么着这时候玉皇大帝派个大骗子太白金星下来了，找孙悟空，个小利诱惑你，把孙悟空整上天封个弼马温。结果这孙悟空一看弼马温没意思，最后露馅了，没拿他当回事，一个养马的小官，这么又下去。这时候玉皇大帝又派人来收拾他来了，有巨灵神，有哪吒、托塔天王，最后打来打去呢，又封他个齐天大圣，给你个虚职。结果这也是场骗局啊！孙悟空到天上再一看，什么齐天大圣啊，就是个虚职，人家这个开各种各样会，这个那也不带他。所以这后来呢，孙悟空再反下去，这个时候玉皇大帝把家底都舍出来，为啥呢？他发现这个草莽英雄总想自个儿说了算，野心太大，
不甘心是自己的马仔，不甘心成为自己的兄弟，所以这时候把家底都搬上来了。玉皇大帝用他外甥杨二郎加上这哮天犬，到底把孙悟空抓住了。太上老君给一金刚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英雄在江湖片里头达到人生巅峰之前的最后的黑暗。这时候孙悟空积攒的能量，为啥？搁到炼丹炉里头练出了火眼金睛。等孙悟空再反，他认识到什么朋友？这江湖里没朋友，别人不是憋着骗他，就憋着害他。所以在这时候，孙悟空爆发了。接下来就是孙悟空人生最壮丽的江湖生涯的巅峰——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是个什么过程？爆发。这个爆发过程就8个字，叫以寡敌众，义无反顾。所有的这个草根英雄的大爆发都离不开这8个字。如果他要是带着100人打1个人，那不叫草根英雄，那你欺负人呢那是。所以他一定是以寡敌众，这才是悲情主义的英雄。还得义无反顾，打着打着跟人谈和了，那不行，那被招安了不是。你像宋江被招安了，你就不能称上一个彻底的悲情英雄。所以说孙悟空这阵大闹天宫是一场酣快淋漓的复仇，他的江湖生涯达到了巅峰。那么我们再看同样和孙悟空像的这些草莽英雄呢，只要涉及到这个时候，一定是这类文学作品里最壮观最痛快的一幕，就是剧情的高潮。你看这个小马哥在英雄本色里最后自己拿着枪，当然不止一把枪了，孤身犯险跟敌人打，敌人多，这子弹都不够。你看那个场景，吴宇森把他的暴力美学发挥的淋漓尽致，用慢动作来展示小马哥的枪法呀，扫地射击呀，起来射击，空中翻转射击等等等等，这场面拍的特别美。那我们再看电视剧这个《西游记》，虽然说这不是吴宇森导的，你看那过程也用了很多慢镜头，孙悟空打翻了这个，打翻了那个，把宫殿打塌了，把如来佛祖最后没招都给逼出来，就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用了很多慢镜头。其实你要是好奇的话呢，你不妨把英雄本色这段和大闹天宫这段一起推出来，你看场景非常像。虽然是不同导演不同风格的，但体现的都是江湖人物达到了人生巅峰时候那种义无反顾以寡敌众的快意恩仇。所以我们把这2幕推出来，你就看最终这是达到了人生的一个巅峰。可是呢，江湖人物你记住，达到巅峰越快，你死的就越快。为什么？真正的江湖血雨腥风永远没有影响，你方唱罢我登场，你登到了这个权力的高峰，马上有人想取代你。就我们看英雄本色，小马哥是为了子豪牺牲了，可是他死了之后，警察马上来了，把狄龙演的子豪给带走了。为啥？警察是真正秩序的代表，就在这里头没有真正的赢家，你上去马上有人取代你，因为真正的幕后控制者是不会允许你在这巅峰待多长时间的。所以孙悟空刚刚登上的这个巅峰，快意恩仇就是如来佛祖了，简简单单的5根手指头，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祖手势，一翻过来就应该把孙悟空压了，你的江湖生涯彻底。当然这个结局呢，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个。你像当年这个60年代我们拍那个动画片《大闹天宫》，我们小时候看的很有意思，看完了都解气。为什么呢？他大闹天宫之后，不是如来佛祖把他压下来，是孙悟空返回花果山，跟猴子猴孙自由自在的玩耍回去了。当然这动画片多数时候给孩子看，你得有个美好的结局，把孙悟空这形象弄完整。当年创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其实在真实世界里头，他闹完天宫就回到花果山，玉皇大帝岂肯善罢甘休啊？你把我的秩序捣稀巴烂，然后你还逍遥自在，我还怎么一统天下？江湖规矩哪儿去了？所以真实世界里不可能有这种逍遥世外的草根英雄。你别想作了一通闹了一通万人敬仰的时候，最后你超然世外还能得善终，不可能。所以你看后来电视剧也好，其他作品也好，孙悟空大闹天宫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个悲剧，如来佛祖一反手把他压住。
他的江湖生涯彻底就结束了。这得说孙悟空呢，上天生的石猴，弄不死他。如果他要是凡人的话，能耐再大，最后难逃一死。我们看江湖片里所有的当了大哥的草根英雄，到最后都难逃一死。有的说不死是啥？进了监狱，若干年之后再出来，物是人非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你再也回不去过去。所以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底下呢，仿佛如同江湖大哥被判了刑，关进了监狱。500年之后，孙悟空再出来，那可不是那样子。因为在五行山底下这500年，孙悟空是经过了大彻大悟的，他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江湖生涯。他意识到想当老大的日子是不可能的，也没有真正的朋友帮你做老大，也没有真正的朋友认你做老大。你只要想到那个位置，就有人马上整你，你一天都做不下去。所以这时候孙悟空意识到，我不能从权势的角度来实现我这一生的价值，那我靠什么来实现呢？我要体现我的价值，要靠什么来后能够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个巅峰呢？这时候孙悟空已经酝酿出了一个超级英雄的想法，所以取经的过程是孙悟空实现超级英雄梦的过程。中国现在的电影很多时候呢是根据好莱坞已经拍过的经典片子，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复制。那么好莱坞大多数的经典影片类型呢，我们的电影圈里都曾经复制过，唯独有一种类型叫超级英雄片，在我们中国电影的屏幕上还没有出现。什么是超级英雄片呢？超人、蝙蝠侠、钢铁侠、蜘蛛侠。虽然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那可是几百年之前就出现了一个比美国那些超级英雄厉害得多的英雄人物。谁？孙悟空。《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如果我们分析一下，500年压了孙悟空五行山底下，然后唐僧把他救出来，他开始取经，最终到最后封斗战胜佛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西方电影里超级英雄片的再版。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看看西方电影的超级英雄片，它里边的超级英雄经历哪些过程呢？第一个，都有一个比较悲惨的身世；第二个，获得超能力之后都有那么一段滥用超能力的时间，我们说撒欢时间。第三个呢，他在这个时候碰到了人生的导师，这导师告诉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什么是正确的。第四个，就成为超级英雄阶段，他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感，人生的价值，甘愿放弃自己原先认为宝贵的东西，来成全这个世界，成全别人，他从此成为脱胎换骨的超级英雄。那么如果我们把孙悟空的取经之路你捋一下，你发现一样都不少，正好和超级英雄出现、发展、进步，最终达到这个境界完全是一样的。咱们可以从头数一数，你看说超级英雄第一个得有悲惨的身世，这个很好理解。咱们看这个好莱坞片子，比方说这个蝙蝠侠，蝙蝠侠本来是个挺幸福的这个小康之家，结果呢一家三口看话剧去了，回来在路上他爸他妈让人给枪杀了，眼看着自己爹妈死，他成了一个只有钱的孤儿了，这就挺惨了，没爹没妈了。你等蜘蛛侠呢，甚至呢自己爹妈在哪儿全不知道。就是超级英雄往往有这么一个悲惨的身世。那么说孙悟空的身世悲惨不悲惨呢？咱可不是说从石头蹦出来那刻，而是在五行山底压了他500年。西游记原著里写呢，说这500年他干啥呢？这如来佛祖告诉当地的山神，你看好他，他如果要是饿了呢，就喂他铁丸子吃，如果要渴了呢，就把化了那个铜汁儿铜化成的汁儿喂他。你想一下，这能叫食品吗？说白了就是让他嘎达嘎达牙，有点嚼的东西而已。反正孙悟空这个铁嘴钢牙也无所谓，就靠吃这个。而且孙悟空是个什么人呢？活泼好动猴嘛，你把他压到山底下，你说天底还有比这个更难受的事吗？
所以当年这个《西游记》啊，在拍到这儿的时候，严肃老爷子，咱们著名的这个词作家，他写这段的时候呢，写了一段歌词，写的非常好。我现在好多观众朋友记不起来了，不过我一唱你能想起来，叫他多强是棵小草，染绿的荒郊野外。这一幕，孙悟空抬着头看天空上那个大雁，旁边那小草，那种劲儿就能把人看掉眼泪，就无限的渴望自由。所以他这500年压在五行山底下，凄惨无比，非常惨。所以这是超级英雄必有的悲惨身世。为什么呢？当这个悲惨身世这页接过去，超级英雄的潜能才会得到无限的焕发。你看，咱们说不光是我说《西游记》电视剧，你看《西游降魔》，黄渤演的孙悟空压到山底下，在山洞里什么状态？那脸都是苍白的，见不着阳光，而且都呆神经了，就跟疯子似的。所以一旦有人来了，还教舒淇演的段小姐怎么斗舞勾引妖怪，人都是精神病。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注意，一旦他获得自由之后，他要释放，憋屈太多年了，这个释放的能量往往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的影视剧作品里呢，反映出了孙悟空释放能量之后的可怕，也有一些玩闹。比方说可怕，这个《西游降魔》里就这孙悟空真正穿上来，你看多狠，打死这个打死那个，甚至对唐僧那个样子，就是他压抑太多年了，他要把心里这个郁闷以恶的方式去化解。那么《西游记》电视剧里头呢，没有这么的把孙悟空这种恶的能量无限挥发，但是也写他如何发泄自己。你想，当时唐僧呢，把阿玛尼妈咪哄6字真言接下来，山崩地裂，孙悟空从五行山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感激唐僧，师傅，人家告诉我在这儿等取经人，你就是我师傅。他对唐僧当时是什么感觉？就是你把我救了，我知恩图报，我得感谢你。那个时候孙悟空对取经没有概念，至于说佛对他的影响没啥，他还是如来佛祖当年给我压下这点印象，他只是单纯的感激唐僧。所以说观音菩萨说你呀得保唐僧取经，他当做报恩的举动。就说白了，我反正出来了，我也没事干，我跟你一路西天取经当旅行了，当玩了，我顺道我保护你，我报恩。所以一开始孙悟空就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他身上积攒了大量的能量，因为500年那伸胳膊撂腿了，所以接下来孙悟空的恶出现了，闯祸了。怎么闯祸？那阵儿猪八戒这些人都不在身边，孙悟空保着唐僧往前走，在山林里碰了6个强盗此战是我开，此处是我在，叫他死了给我留下买路财，威胁唐僧。孙悟空一看还有跟我比横的，这棒子拿出，噼里啪啦把6个强盗全给打了。这下子坏了，闯大祸了。有人说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打这个打那个，这打几个强盗算什么？那不一样，因为他大闹天宫所打的都是天兵天将，你打败他，你弄不死他，那都人都不死的。你这里你对的是凡人，在凡人这块你打死人就是杀生，强盗劫你道，罪不至死，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惩罚了。而且唐僧笃信着佛教5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你头一戒杀生你就犯了。所以当时唐僧受不了了，受不了在哪儿？第一，你杀生连伤6命，我不能容你；第二，你杀完人我教育你，你还不听话，就当闹着玩似的，跟撵死个臭虫似的，这还了得呀？你不能拿杀人当儿戏啊！我怎么能让这人陪我去取经呢？这我不能容你了，你赶紧给我滚蛋！当时孙悟空也来气，一听师傅说2句重话，猴子脾气嘛，好酸脸嘛，一个筋斗云拉倒。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不干了，去哪儿呢？去东海龙宫了。多少年没见了，他当年这些设备都从东海龙王那弄的，他又去到东海龙宫去，把老龙王吓坏了。你又出来了，一看这冤家又来了一问
哎，听说大圣保了唐僧取经，为什么有这般功夫到我这闲逛啊？孙悟空说了：“哎呀，把那师傅烦死了，摸不到刀，我杀几个人什么？要说东海龙王啊，真是个好人。当年不光给孙悟空东西，这时候劝孙悟空：大圣，你比不得500年前花果山逍遥自在。你现在呢，菩萨点化你，让你保唐僧西天取经，将来修成正果，这是正事啊。怎么能因为一时斗气儿，你就跑我这儿来了？你这不耽误正事了吗？赶紧回去，那是正事。这孙悟空一想，可也是啊。观音菩萨说：“为什么唐僧救你？你得保他取经啊！”一个筋斗云，他又翻回。可是再翻回来这一段，孙悟空打死6个强盗，就是我说的，获得超能力之后，这种能力的释放。这《西游降魔》里释放大发了。到《西游记》虽然收的比较紧，但是也是恶的释放。这个就好比什么呢？我们看当蜘蛛侠被蜘蛛咬了一口之后，获得超能力，马上到一个废旧仓库试去，然后全纽约城的撒欢，因为这潜能在身上之后，他撒欢啊，他闹啊。孙悟空这个，或者说他大恶，或者是小恶，他就是潜在能力的一种释放，就是超能力的一种滥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制止他，他的恶无限发挥，这就会走上悲剧的道路。那么超级英雄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人生的导师来规范他。那么孙悟空的人生导师是谁呢？毫无疑问是唐僧。唐僧怎么把他带上这条道呢？说白了，手段不是很光彩，有蒙，有吓唬，有强迫，有感化，反正训练这个顽猴不容易。咱们刚才说孙悟空一个跟头又回来了，可回来这么会儿功夫，唐僧这边已经有高人给出主意了。观音菩萨传了他紧箍咒，给了他一身衣服。回来之后呢，这我们都知道，这身衣服让孙悟空穿上，帽子戴上，就开始念紧箍咒。要我说，唐僧啊也不算啥好人，坑蒙拐骗都会。怎么呢？他为了逗孙悟空上道，这招想的非常高明。孙悟空回来呢，他假装打开自己的包袱，找里头东西，除了袈裟呀、度牒文官这些东西，哎，把那身衣服弄出来了，还挺漂亮。这猴子看什么都新鲜。哎，师傅，原来你这里头没这个，这哪儿来的啊？这我以前的衣服，你没见过。这个衣服是那样啊，你要是把这帽子戴上呢，不会念经你也会念经；把这衣服穿上呢，你不会这个做工序、做衣啊、行礼啊，你都会了。哎，这些事你都会了。孙悟空好奇，还有这功能呢？他很好奇。唐僧一点都不着急，我让你自己上套。要我说，唐僧老骗子了，他一点不着急。他说：“这衣服是我自己的。”孙悟空说：“给我穿的吗？”哎呀，给你倒是也不知道合不合身，这玩意儿还不一定合身呢。啥意思？逗人孙悟空是。你看这招下，他马上给你穿吗？孙悟空没准怀疑，怎么这么痛快呢？我师傅以往约束我这，约束我那个，还给我缝个虎皮裙，怎么突然把这衣服肯给我呢？所以他越这么说，孙悟空，哎呀，我试试，我试试吧，没准就合适了呢。把这衣服拿起来，穿上，帽子戴上，这一戴上，唐僧一看，阿弥陀佛，我得试试。开念紧箍咒，把孙悟空疼的，哎呀，师傅怎么回事？你看听着念，知道。唐僧停下，孙悟空说：“好啊，你是个道让我钻。要不说他这时候他的恶没消除呢。这点事儿他恨唐僧，把金箍棒拿出来就要打死唐僧。唐僧接着念，当当，他又躺了，上去不了这紧箍咒。如此3番5次，孙悟空算服了，知道只要师傅一念紧箍咒，自个儿准玩完。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算死心塌地的，我跟你西天取经，我不敢怎么样了。但是这个时候，孙悟空身上没什么佛性，说白了被强迫的，就去得去，不去得去。说白了，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的教化只是潜移默化的，反正你今天听进点，我就多跟你说说佛经的事，明天我再说。就这个时候，这种方法，强制方法，治标不治本，孙悟空没有彻底转变过来。那么唐僧作为他的人生导师，借助一次关键的变化，让孙悟空大彻大悟。什么关键变化？3打白骨精。
就这时候孙悟空还是想着我保你西天取经报恩，他还没有上升到我人生的使命感是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怎么体现，他还没到这个高度，他只是觉得唐僧挺重要，我师傅你把我救出来，观音菩萨也告诉我保你取经。那么到三打白骨精的时候，这事儿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就是激烈的冲突出现之后，当冲突平息的时候，人都会经历一次大彻大悟，如同两口子吵架，吵得特别激烈，打的你回娘家，他到办公室住去了，一旦要和好，俩人都得琢磨琢磨，你说咱俩这何必呢？这干啥呢？挺好的两口子，你鸡飞狗跳，你电视都让你砸了，以后可别这样。那你说那伤人的话，一张嘴就你自私，把我怼墙角了，我怎么办？俩人都知道反思，所以一定要经过一场大变故。这个大变故是什么？就我们说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精呢，这故事大家都熟悉啊。白骨精一看呢，孙悟空能耐大，他琢磨我在这地方等你，怎么等呢？把这个老爷子老太太闺女一家三口他都给吃了，然后变化成这三个人的模样。一看呢，孙悟空呢这地方没吃的，八戒沙僧看好师傅，我走，去就回来化缘，然后在地上呢画个圈。当然有人开玩笑，唐僧不出圈，因为里头有 WiFi 信号，外头没有嘛，这都现代人扯淡的啊。唐僧在里边，这时候白骨精呢琢磨害唐僧，先转化成那小姑娘。那猪八戒一看，哎呦，女施主，口水都下来了。小姑娘又给拿馒头吃。这时候孙悟空回来了，一棒子把这个小姑娘打死。当然这是白骨精真身跑的，尸体扔。唐僧一看，阿弥陀佛，你怎么杀生呢？孙悟空这时候忍了，为啥忍了呢？这师傅肉眼凡胎，不像我火眼金，他不知道。你放心，白骨精不会善罢甘休。等我把他逮住了，跟师傅有交代。接下来就第二番，老太太出来了，也让孙悟空打死。唐僧受不了，又念紧箍咒，孙悟空也忍了。到第三番，那老头出来了，哎呀，老伴儿啊，女儿啊，俩事扣到一块儿，唐僧受不了。你看看，人家本家来找来了，这孙悟空一看你还这样，死追上你都不管唐僧念不念紧箍咒，忍着这疼痛，把这老头弄死，完死追白骨精，把白骨精弄死。可是这一幕唐僧看不着，俩人闹起来了。因为你这么，我教育你这么些年，你还杀生，还能不能跟我取经去了？说这时候天上飘个黄绸子，再留悟空，难取真经。唐僧上道了，都带着气儿，你顶着我顶着。孙悟空一看，我不伺候你，一翻跟头说花果山。那么接下来的事儿大伙儿都知道，再遇到妖精坏了，八戒沙僧没那么大能耐，这把师傅给抓走了。沙僧说，我看着行了吧，二师兄麻烦你到花果山请大师兄去吧。猪八戒到花果山，孙悟空一看你来了，我招待你好吃好喝，只字不提回去的事儿。猪八戒没招了，最后只能亮底牌了，说真实情况，猴哥啊，师傅有危险。就师傅有危险这5个字如醍醐灌顶，亚塞半截空一个惊雷，把孙悟空给打醒了。怎么打醒了呢？孙悟空突然一听师傅有危险，因为他取经路上时时刻刻牵挂的就俩字师傅啊，师傅让妖怪抓走，腾他就得去；师傅饿了，腾他就化缘去，这都形成条件反射了。猪八戒一说师傅有危险，他突然间想到，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该在花果山占山为王吗？不是啊，我的使命是什么呀？保护师傅，西天取经。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年了，过去的江湖生涯已经结束了，我也不可能占山为王当老大了，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你能耐这么大，谁都会来找你的，不是骗你啊，琢磨害你啊。只有保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最后才能顺利进入公务员团队，才能有体制外进来。这个事儿孙悟空在取经路上脑袋里想了几千万遍都不止。我的人生最大价值怎么体现？我得保唐僧取经啊，这是我的使命啊。而且为了这个使命，我可以不逍遥自在，我牺牲我的自由，陪这几个人西天取经。就是到这个时候，他终于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个时候，孙悟空就开始了对自己使命的一种拷问：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应该处在什么样位置？哎呀，我只有取经才能完成我的使命。
我不再是过去的我。所以这一下子幡然改悟，再回去陪着唐僧取经。你接着再往下看，三打白骨精之后啊，好像孙悟空跟唐僧吵起来就没有了，师徒就和和气气的。为啥？想明白了。这个时候孙悟空才真正的对化为一个超级英雄，就他这个时候脱胎换骨了。他知道超级英雄应该做什么，应该为了这种使命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所以最终西天取经成功，获得了斗战胜佛这么一个封号。所以你拿孙悟空这个历程，我们和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片比一下，不论是超人呐，还是蝙蝠侠、钢铁侠呀、蜘蛛侠呀，这些形象，你看跟孙悟空一比，都是这么回事，身世悲惨，然后获得超能量之后的释放，人生导师给他规范到正确路上，最终牺牲小我，成全别人，上升一个层次，成为超级英雄，不惜牺牲自由和生命。这是所有超级英雄必经之路。你看孙悟空差一样了吗？1、2、3、4一样都没差。所以说咱们这个传统文学里头啊，有绝对的超级英雄形象，这个形象的丰富性甚至远远比好莱坞片里那些主题英雄他的形象更丰满更伟大。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超级英雄的传统，可是我们现在中国电影却拍不出一个超级英雄呢？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了解《西游记》并不是看吴承恩的原著，而是看了这个87版的那个六小龄童演那个《西游记》，包括后来各种电视剧版本的《西游记》，其实这和原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那么我说的那10集《西游记》啊，在网上啊，还是在观众朋友当中啊，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你说那不对，有人说我怎么没发现这个呢？还有人说你说的太好了。哎，咱就这热乎劲儿，咱再给大伙儿说说，再说这么5集和《西游记》有关的。说的什么内容呢？你比方说，咱都认可《西游记》第一主角谁呀？孙悟空，很多人就冲孙悟空去看的嘛。那么咱们前面10集就没有说到这孙猴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他不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您说这个太简单，孙悟空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孙悟空呢，在书里头写呢，话说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一花果山，有这么一块石头，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有这么一天咔嚓炸开来，里边蹦出石猴。其实这个说法呢，在民间有很形象的解读。比方说咱们有的时候家里老人一说到谁对谁不近人情，表示不屑一顾，你怎么的没爹没妈呀，你石头里蹦出来的。这在民间咱们经常能听到这话，这什么意思？意思说你这个人没人情味儿，你怎么跟石头里蹦出来的似的？这就是说孙悟空没爹没妈，天生地长。那么吴承恩为什么要这么写孙悟空呢？其实这里头大有深意。那么把孙悟空设计成石头里蹦出来天生地长，它有个好处，就是此人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因此不受任何人情的约束，可以无法无天，不要人脉，不是社会关系。所以他这么写为的什么？为的将来孙悟空大闹天宫，谁劝我也不听，我不在乎那个什么玉皇大帝，什么如来佛祖都不在乎。所以他这么写孙猴的来历是有深意的，是说他将来会无法无天，天上地下让他几乎给闹遍了。那么其实这个闹仅仅是孙悟空开始，你会发现一开始他是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一直到大闹天宫之后，如来佛祖一伸手把他压到五行山底下，等他再出来那不行了，你不能这么无拘无束无法无天，你得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当中。所以保着唐僧确立师徒关系，和猪八戒沙和尚确立师兄弟关系，然后这一路上规规矩矩历经9981难，最后成为斗战胜佛，修成正果，回到正常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孙悟空从未经驯化到经过驯化到修成正果，他由开始无法无天变成了一个听话的猴子。所以《西游记》是体现了这个过程。包括孙悟空这名字，他为什么叫孙悟空？谁给他起的？他原来他没姓啊，天生地长，哪有人你没爹没妈，谁给你姓？谁给你名？
这个名字是他师傅给的。他师傅是谁咱们都知道，灵台方寸山斜月三义行动菩提老祖，这就是暗示着他跟佛教的缘分。悟是什么？领悟、觉悟、修炼。你看咱说和尚，和尚什么意思？就是觉悟的人叫和尚。所以这悟字指修炼。空是什么呢？咱们经常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到了修炼到一定程度啊，你就到无我境界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说的是孙悟空经9981难，到最后修炼到无我的境界。他是说的是佛教一个修行过程，所以他这个名字和他出身来历都和孙悟空后来的故事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有人说吴承恩他怎么这想象力这么强，能造出这么一个孙悟空这人物？他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这个孙悟空也是有来历的。他这来历呢，现在给总结有那么4、5样。有人说根据这根据那个，其实很可能是吴承恩来个组装合成，把各种传说揉到一块儿。你比方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呢，这不是唐僧西天取经，西天取经到哪儿呢？就天竺，到印度。所以说这个猢狲应该不是指猴，而是指猢僧。猢僧这是谐音。猢僧是什么？外国和尚。就是孙悟空本来自外国和尚。就说这个唐僧呢西天取经，到了这个中亚地区，又到了南亚地区，这一道上见到很多胡人，就外国人。在当时中国人眼里看来呢，这胡人这汗毛比较发达，长得这高鼻深目，中国人认为这都没进化好呢，跟猴似的，所以管这猢僧猢狲有这么给起外号的。所以有人就怀疑说这个呀，恐怕这个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这其实是某个猢僧外国和尚陪着唐僧，还真有这根据。在陕西榆林呢，有一个这个佛教的石窟，里头有一幅壁画叫《唐僧取经图》，就在唐僧身边呢陪着个外国和尚，身上这毛发很发达，名字叫石盘陀，外国和尚，长得尖嘴猴腮的，雷公嘴，你看着跟孙悟空差不多。有人就怀疑这可能就是当时的真事儿，就是一个猢僧外国和尚陪唐僧取经。玄奘法师回到西安之后，有人把这段记下来了，吴承恩根据这个创造出孙悟空形象。还有的认为说，你说这是外来说，我不支持这个。咱们自己国家就有这悟空，咱都知道和尚法号前头带个释字，表示是佛家子弟。少林寺方丈永信和尚叫释永信。说唐朝的时候呢，比唐三藏唐僧晚40年有这么一位和尚，叫释悟空，法号悟空。他呢是在唐僧之后也去西天取过经，是跟着唐朝使者出使西域。这个人的俗家名字呢叫车凤朝，大概跟唐朝使者出去是公元751年。这人回来之后呢，也翻译了不少佛经。有人说，你看他叫释悟空，还在唐僧之后40年去的，吴承恩是不是就把这真事跟这揉一块了，也叫悟空？这也完全有可能。当然呢，这是很多人赞同观点，还有一些小众一点的观点呢，是由一些文化学者提出来。你比方说鲁迅提出来这个孙悟空根本不是舶来品，跟外国没关系，他就是咱们本民族的。他找什么根据呢？说你看《山海经》里头有这么段故事，就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经过淮河，这个淮河兴风作浪，经常决口。谁干的呢？淮河有个水神，这水神名叫吴之奇。这个水神什么模样呢？身高大概就是几十丈，顶天立地。长相是什么？就跟猴一样，也火眼金睛。说这水神总闹事儿，最后大禹来了一看，这不行，我得收拾你。大禹施法术，把这个水神吴之奇压到了龟山底。你看孙悟空是压到哪儿？五行山底，这压到龟山底多像啊！唯一不像的说他孙猴哪有那么高啊？其实这还真有根据。
咱们看《西游降魔》没有？最后那个大日如来，金刚掌往下一压，孙悟空转化成一个什么？你看这哪孙悟空，这不金刚吗？这跟好莱坞那电影金刚差不多。哎，吴志奇就是金刚那个形象。哎，有人断说这鲁迅先生就说，跟这个胡僧没关系，他是咱们自己土生土长的神仙，叫吴志奇，被压到山底下了。吴承恩听说这事儿了，那咱把这写进来吧。当然，我们知道跟鲁迅当时并列的有另一位文化大学者胡适，胡适和鲁迅观点不一样，说他还是舶来品，外来的。哪儿来的呢？印度啊，有一部鸿篇巨制史诗，这个史诗里边呢，就曾经提到了有这个猴。这史诗名叫《罗摩衍那》，就有点类似荷马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类史诗。说这里头呢有那么一个神猴叫哈努曼，说这个神猴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他也有根据。这神猴法力无边，也会变化，要孙悟空会72变。而且这哈努曼的诞生年代比唐僧取经的年代还得早1000年。咱们都知道，但凡我这作者要根据传说写书，要是传说那年头短不了，要很短它不可能流传那么广，所以他早了1000年，有可能这事儿就过来了。所以胡适认为呢，孙悟空原型啊，神猴哈努曼。你看刚才我们说有支持本土诞生的，有支持是外来品的。总而言之，我猜想吴承恩听的绝不止就这点，他肯定是这4、5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最后弄出个孙悟空来，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还有一点特有意思的是，你翻开《西游记》原著，你发现一个事实，咱们说《西游记》第一主角谁，咱都认为是孙悟空，可是原著你翻开，你统计一下，你就发现写唐僧的笔墨要多于孙悟空。那可是为什么咱们现在认为孙悟空是第一主角呢？其实是让很多影视作品给闹的。在京戏里边，咱说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单有一行当就是猴戏。在京戏里头能跟猴戏并列的还有一种戏叫老爷戏，就关公戏。你说这两个能在众多行当里单独以个性人物来命名，就看出他影响来了。这猴戏呢，过去咱们有位京剧名家李少春演猴演得好，当时他在台上演这个像真假美猴王啊，像闹天宫啊，三打白骨精啊，那基本上万人空巷，买不着票。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在这50、60年代啊，李少春演三打白骨精，毛主席带着当时的政治局领导都来看，所以这猴戏影响特别大。那对于像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呢，小的时候看的最有意思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看过，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开名誉的动画片。那时候我们的动画说白了，什么日本动漫那都跟咱后头呢，这些年人家发展比咱好，咱得承认，那时候他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动漫水平。这个大闹天宫呢做得非常精细，最有意思孙悟空的脸儿大家还记着吧？可好玩了，一个桃形脸，绿眉毛，大红裤子，虎皮裙，看着特精神。怎么来的呢？当初创造孙悟空这形象，这个画一稿那个画一稿，动画嘛都不满意。最后有人就琢磨怎么办呢？那你看孙悟空猴愿意吃啥呀？桃，得就用桃当他的脸，把这桃倒过来就是他的脸。那绿眉毛怎么来呢？桃上面是俩绿叶呢，绿眉毛。所以这个形象非常符合我们对猴的认知。这大闹天宫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光是靠这个京剧这种舞台艺术和这个动画艺术，不足以让孙悟空扎根在每个人心里。孙悟空扎扎实实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那还得说咱得说87版那个这个《西游记》，当时杨洁导演导的这个《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演孙悟空，这个可在咱心里啊，那算扎扎实实扎着根儿。那么我们现在一想起来，说孙悟空，你要想他活灵活现的形象，保准是六小龄童演的版。当初他是怎么演上的呢？
本来这个杨洁导演呢挑人，说谁来演孙悟空，就想到了有南猴王之称的张宗义。这张宗义姓厉早张，谁呢？就是六小龄童他亲爹。这个张宗义一家演猴戏，他往上边查，他爷爷叫活猴张，他爸爸叫赛活猴，到张宗义这辈儿叫南猴王。说北猴王是谁？就我前面说的京剧名家李少春。南猴王张宗义找到张宗义呢，张宗义说：“我岁数大了，真力不从心，拍戏跋山涉水，当时80年代条件还差，我真扛不下来了。”那么当时他家里头也不是没人，可惜的是出了一些变故。这不是张宗义成为南猴王，他6岁的时候就能登台，所以艺名叫六龄童。这个张宗义的儿子就是我们说六小龄童张金来的亲哥哥，叫张金星，艺名叫小六龄童。他爸爸叫六龄童，他叫小六龄童。这个孩子戏非常好，可惜的是16岁那年得了白血病，所以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励之下，这个张金来本来小时候都不打算学这个了，开始跟着爸爸，等于是接过他哥手里这旗帜，开始演猴戏。那么你看自己哥哥叫小六龄童，他不能再叫这艺名了，得倒个吧，叫六小龄童，他爸爸叫六龄童。所以这个时候老的南猴王张宗义把自个儿这个儿子六小龄童张金来推荐给杨洁导演，说你看我这个儿子不错，能不能演？杨洁开始没相中他，为什么呢？这个猴啊火眼金睛，你像我这就不可能能演，你戴眼镜，你近视眼还散光，你怎么演？张金来当时什么状况？400度近视外加散光，你这近视眼人摘了镜子看人呢就发死。所以这杨洁导演一看这人能演孙悟空，冤头耷拉脑袋，再加孩子还内向，看身上倒行，那一学猴戏的那能不像吗？抓耳挠腮那劲儿都像，就这眼神不行，行备用，我再考虑考虑别人。转了一大圈又挑了5、6个都不行，最后没招了还找他吧。找他可是找他，我得告诉你，你这眼睛可不行。张金来想个办法，怎么练呢？你看猴那个眼神他就练出来了。所以后来演电视你可绝看不出六小龄童是400度近视外加散光。当然演这猴戏他得遭不少罪。怎么遭罪？你看比较典型的就是化妆，那是条件差呀，那猴毛得往上粘。当时剧组里一提化妆都头疼的俩人，一个是六小龄童，一个马德华，就演猪八戒呢，你得往上粘猪脸吗？他俩化妆时才客气呢，猴哥您先请，呆子你先来，他俩还让。为什么让呢？先化妆化完了，你为了开戏你不得等待后化妆呢吗？等于这东西在脸上又多粘1个多小时，所以俩人总客气，您先来，呆子你先来，最后化妆师等一块来吧，你俩别给脸不要脸了，来吧。所以当时拍戏的时候都条件是非常艰苦，但是你不管怎么艰苦，你后来看拍出这效果非常好。虽然当时这特技呢没有后来几版《西游记》那么炫，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人物刻画，这个演技水平是很高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孙悟空是第一主角，他实际跟影视剧这种立体轰炸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呢比唐僧本身要更鲜活。也正是因为影视剧这种改变，才造成了我们了解到的孙悟空比原著版的更高大更伟岸，所以他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而且后来好多作品呢，它比原著发展的更多。你比方说我们看原著里头写孙悟空啊，有猴啊，也有人性，也了不起，72变，神通广大。可是唯独《西游记》里没写到孙悟空爱情，连个母猴都没提。可是后来的艺术作品把这个遗憾给弥补。咱都知道周星驰那《大话西游》又是白晶晶啊，又是紫霞仙子啊，就把孙悟空写得非常深情，最后看透了情感，看破了红尘，才跟着唐僧取经。而且取经路上
那不是周星驰和朱茵在城墙上拥抱，这孙悟空给施法术让他俩在一块儿，然后扛着棒子就一路溜达过去了。那个结尾令人感觉心神荡漾啊，就说孙悟空还是未能忘情。这个等于在艺术领域呢，就把孙悟空这形象给弄得格外芬芳了。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看从《西游记》到影视剧，基本把孙悟空方方面面的东西给写全了。你比方说《西游记》里把孙悟空这猴性立起来了，把孙悟空的神性立起来了，由猴到神，中间人这个环节，《西游记》也写到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也拍到了猴、人、神，猴性、人性、神性。可是没完，到现在艺术作品的发展，又补上了孙悟空一个最原始的本能特性，那就是兽性。他毕竟是野兽，这个兽性怎么体现的呢？就是《西游降魔篇》里边那个随便吃人、那个凶残狠毒的孙悟空。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对于今年中国电影的贺岁档来说，在票房市场方面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刚刚送走了超过10亿票房的菜，又迎来了超过10亿的《西游降魔篇》，而且《西游降魔篇》在首日上映票房就创下了华语电影的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票房记录。当然，如果说泰囧主打的是新奇、搞怪、搞笑，那么《西游降魔篇》呢，主打的就是带有那么一丝怀旧温情的味道。情人离去，永远不回来。无言无语，叹息爱不在。虽然黄灰零落。很多人，尤其是80后、70后，他们走进电影院，在看《西游降魔篇》的时候，主要是冲着2块金字招牌。第一块是20多年前那个无厘头经典的电影《大话西游》，第二个就是如今青春已不在，鬓发甚至有些斑白的周星驰。毫无疑问，我们在看到周星驰导的《西游降魔篇》字样的时候，你可能首先就会想到20年前那种《大话西游》。因为这2部片子，我们走进电影院你会发现呢，这2部片子之间呢没有任何情节上的关联，可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他们2个是姊妹篇。为什么呢？我们看，其实他们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当某个人啊，那个是孙悟空，这个里是这个唐僧，他们还不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不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着某种神秘的使命，要西天取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爱情懵懵懂懂就来了，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跟他一起组织家庭，生个小宝贝，然后简简单单的过生活。那个人就是你。而无论是孙悟空还是唐僧，都本能的在抗拒这种爱情。你干嘛？我不爱你，我不要跟你共结连理，我摘不掉指环，我就不要这手指头。在白云外，留个300首飘了3跳了，人的字不多，所以拼得乱七八糟的。不要了。在世上，命运不。可是最后呢，被这个情节推动的，也被命运所驱动，2个人从被动到主动接受了这爱情。在电影《大话西游》中，由朱茵扮演的紫霞仙子扬言，谁能拔出她手中紫青宝剑，谁就是自己的如意郎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由孙悟空转世投胎的至尊宝却无意间拔出了宝剑。然而当紫霞表露心声时，至尊宝却没有接受这份所谓上天安排的感情了。对于唐僧来说，是这里姓段的舒淇演这个驱魔人。谁敢动他，我杀谁！不要啊，走啊！情人离去，永远不回来。无言无语，叹息爱不在。虽然花会零落，难会重开。恍如隔世的来，在白云外。
所以整个这两部片子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呢是，在《大话西游》里是至尊宝孙悟空，他通过自己的爱情经历，最后修成正果。《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在与白晶晶久别重逢后，一场顺理成章的婚礼似乎就要为这段追寻画上句号。原来在至尊宝心里，他并不是最重要的人。那么请问你，他最喜欢的人是不是我啊？黯然离去的晶晶留下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书信。半路杀出的春13娘也用一把快剑，让孙悟空转世的至尊宝最终看清了这段尘缘。我要再提醒你一次，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人世间的情绪不能再沾半点。如果动心，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苦不堪言。而这个《西游降魔篇》呢，是轮到了唐僧本人的爱情经历。两个的不同就是，《大话西游》写的是孙悟空的爱情，《西游降魔》写的是唐僧的爱情。而这种爱情的叙事结构是一样的，尤其是有关爱情的描述，这也是吸引很多青年男女进电影院看电影的重要原因。男女之爱也包含在所谓的大爱之内，众生之爱皆是爱，没有大小之分。有过痛苦，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你看啊，这个《大话西游》里边，那紫霞仙子追着孙悟空，这里边呢，这舒淇演着驱魔人呢追着唐僧，都是这种女追男模式。所以有人说呀，这其实是周星驰啊自身对当年爱情的一次总结。一边穷追不舍，一面步步回绝。周星驰的爱情经历为电影留下了什么？世间动人的痴男怨女，他们的至美真爱终将情归何处？本期老梁观世界，再话西游正在播出。因为在拍《大话西游》前后呢，周星驰那时候有两段爱情，一段呢是跟演紫霞仙子的朱茵，另一段呢是在《喜剧之王》里边和莫文蔚发生的这种感情。当时也是一种女追男的状态，所以有人说这是周星驰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也有人认为呢，《西游降魔篇》呢是等于补上了当年《大话西游》里周星驰给朱茵的情书，前面没写完，在后边这一步把它补上了。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1万年太久，就爱我。现在大多数影迷都认为影片中驱魔人的这番话其实是周星驰内心对昔日恋人的真情告白。不过这种方式能否得到观众认同，很多网友对此褒辩不一。有周星驰的既往的特色，无厘头非常搞笑，觉得真的只有周星驰会把无厘头搞得这么到位。有一点点遗憾，还是因为《大话西游》太经典，所以在心里觉得他可能比较难逾越吧。表演套路上有点生硬，甚至有人声称这位曾经的喜剧之王已经江郎才尽，以至于重复了《大话西游》中的经典。但到底是江郎才尽还是真情再现，只有周星驰心里更明白。网络中出现的一张老照片似乎也说明这句1万年太久就现在，或许是周星驰对于往日爱情的最好诠释。那么这两部电影对爱情的理解也出奇是一致，就是尘世间呢，基本上没有至善至美最纯粹最美好的爱情。如果要想获得这样的爱情，只能有2条道路。当然这是我总结的，天底下呀最高尚最伟大最感人的爱情只有2种形态，第一种是得不到，第二种是得死掉。你看啊，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了不起的爱情，什么七仙女董永啊，牛郎织女啊，梁山伯祝英台啊，许仙白娘子啊，最后的结果要不是得不到，要不就是有人得死了。连国外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如此吗？
就是只要你两个人还好好活着，还幸福的生活在一块儿，难免这个爱情就不在了。最后能转换成亲情算不错的了，还有不少在中间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和一些丑恶的事情。你看《大话西游》和《西游降魔篇》里面对爱情的描述也是如此，它真正的爱情的快感不在于最后两个人相处，而在于我多次追你，屡次尝试，最后我还得不到，得不到之后我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你看这《西游降魔篇》里边，舒淇演着驱魔人追这个唐僧，穷追不舍，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搞怪呀，甚至其他欺骗的手段。你来吧，住口不如来，我打你！来，快点！哎，别玩了，放回去，洞房。你们是一伙的。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他为什么要反复的尝试，而且屡败屡战？我们曾经有那么句话说，世间有两种痛苦，一种是得不到，一种是得到。那么对于得到的人来讲，他已经达到目的了，他甚至觉得没意思了。那么得不到这过程当中，反而他愈挫愈勇，激起了他一种对爱情的向往，而往往对爱情的向往就构成了追逐爱情过程当中最美好的部分。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最大嘛？哎，你现在呢，只有甩掉你那个老婆，然后跟我一起走。你干什么？你肯过来了吗？为什么要那么关心我？让我死好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女孩子把眼睛闭起来，就这样你去吧。对不起嘛，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是很好，我也已经改啦。我决定要变成一个温柔娴熟的贤妻良母。那你会接受吗？所以《西游降魔》体现了这种得不到，还有一种就是你得死掉。《大话西游》里边，最后紫霞仙子死了。在这个《西游降魔篇》里边，舒淇演那个角色也死了。只有在他们死了这一瞬间，你会发现孙悟空也好，唐僧也好，释放了对爱情的向往。他心底有爱情的苗，但是一直被某种东西压制着。在自己的对面这位死掉的同时，这种感觉一下子就释放了。因为对方死了，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的，没有任何压力的爱对方。所以无论是《大话西游》还是《西游降魔篇》，最后孙悟空和唐僧爱上了对方，爱情彻底真正降临的时候，都是对方已经死了的时候。所以这其实等于周星驰在通过自己的电影告诉大家，美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在尘世间很难长久的存在，甚至压根就不存在。要想存在，要么你得不到，你想着它永远够不着。这个爱情变成了柏拉图式的，彻底留存在你的精神理念和信念当中，这才可能有那种天底下最凄美、最美好、最高尚的爱情。所以其实我看完了《西游降魔篇》，我的感觉它和《大话西游》说的就是在爱情层面就是这一个意思。但是你要从这点来说，这两个电影摆在一块儿，还是能分出高下。一部是20年前不朽的经典，一部是喜剧之王倾心力作。周星驰的《西游》到底如何一较高下？从500年轮回只为情缘，到积怨成恨，以爱驱魔，大话与降魔哪个又更胜一筹？本期老梁观世界，再话西游正在播出。我个人觉得《西游降魔》呀，当然你特技效果制作这差了20年呢，肯定比《大话西游》好。但是从整个叙事和构架上来讲，应该说是《西游降魔篇》不如《大话西游》那么完整完善。这个体现在很多方面，最典型的呢就是整个故事构架和时空设置。你看《大话西游》的时空设置是500年前、500年后来回穿插着，这种穿插就增强了这种宿命感。尤其是你怎么证明至尊宝就是孙悟空呢？他脚底下那3颗痣，那3颗痣谁给他呢？紫霞仙子给他的，就像我的驴子一样，给你盖个章。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可是后来又因为这3颗痣命中注定他是孙悟空，他就必须不能接受这样的爱情，去西天修行。所以这种宿命式的轮回呢，让你看完了之后啊，可以说有不尽的唏嘘叹惋。而这个《西游降魔篇》呢，它整个叙事相对就显得平一点，而且尤其是弱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个结尾啊，接不住前边，甚至把前头的构思给糟蹋了。你看它这里头有3番，沙僧一番就变成水怪，猪八戒那是一个猪精，然后孙悟空这是妖。那么这3番呢，非常明显，我们看头2番，沙僧为什么害人呢？他是救小孩被村民误会了，给打死了，还有怨气回来报复水寨里的村民。
那么猪八戒，也就是说猪刚烈，为什么会祸害百姓呢？西游降魔篇中的猪刚烈，一改往日电视剧中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形象，变成了荒山之中屠杀无度的猪妖。高家庄也变成了一个惊悚味十足的山村黑店。在客店中，小二口中的镇店之宝驰名烤猪，竟成了客人最后的晚餐。但是最令观众感到意外的，还是猪刚烈的身世与不幸遭遇。这猪妖啊，原名叫猪刚烈，生得跟猪一样，是个情种。他对媳妇儿无比痴情，可他的媳妇儿却嫌他丑，而和一个美男同奸，还合谋用9齿耙将其打死。因爱成恨，积怨成魔，是要杀尽天下所有爱慕美男的人。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什么？都是由于怨气过重，由于悲惨的身世而成为妖魔。那么想把妖魔超度了、化解，让他向善，怎么办？就得通过人内心世界的光明来驱走他黑暗。也就是说，他要通过爱来赶走这种恨。大伙儿注意，爱和恨从来不是对立的，爱要比恨高很多。假如恨要是黑暗的话，爱就是灯烛，就是光明，它要驱走黑暗，所以应该体现的是这么一个主题。所以要不然也不至于扮演唐僧这文章要拿儿歌300首，要唤醒他们内心的善良，来驱走内心的黑暗，是真正具有宗教意味的一种修行和度化。我们当时我看到沙僧这番和猪八戒这番的时候，我就想，这两番已经很精彩了，就是要用爱去化解恨。那么到孙悟空这个妖中之妖妖中之王，他有多大的怨气呢？那明显呢，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底下500年，他的怨气可能比那2位更大。那么怎么样用爱去化解他的怨气呢？当时我在看到猪八戒这番的时候，我就想，孙悟空出来得是何等的精彩，得有何样精巧的故事情节来完成我们这种想象呢？可是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呢，处理孙悟空处理的简单粗暴，就是500年没压住孙悟空。孙悟空心里还是怨气。无来，你封了我500年，我今天还不是照样出来了？我现在就要你的命！结果如来佛一翻手掌，一个如来神掌，把不知道是孙悟空的还是金刚的，是不是给压到底下了？压服了，跟唐僧苦经去。本来原来的用意呢是用爱去化解恨，这一下变成什么呢？用更大的恨化解恨，以暴制暴。就你不孙悟空不服吗？我让你不服，我给你压住。完全违背了前面用爱来驱走恨这样的一种方式，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了孙悟空的问题。我感觉这个根本接不住前面，而且白瞎了前面沙僧猪八戒这两番如此精妙的铺垫和深入骨髓的一些哲学道理，到这一下子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西游降魔就没有达到我们想象那种程度。那么我们总体起来归结一下《大话西游》和这个西游降魔篇呢，我倒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时空转换都算上的话，从情节上来讲，《大话西游》比《西游降魔篇》设置的更加合理。而且我们看《大话西游》呢，是它的情节在推动讲道理，就是先把一个故事讲好了。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的心里面流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她当时是多么的伤心。尘世间的事，你不再留恋吗？没关系啦，生亦何安，死亦何苦。先讲故事，故事讲到一定程度了，嬉笑怒骂过程当中，哲理和道理自然就出来了。但是《西游降魔篇》呢，做不到这点。《西游降魔篇》是什么呢？是通过讲道理来推进故事。隔三差五的这唐僧就得跟某一个哲人，或者跟他师傅或者谁讲一番哲学上的大道理。儿歌300首真的那么厉害吗？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我其实就是想像其他的驱魔人那样，用最简单的办法除妖。一刀杀并不是驱魔的真正道理。魔为什么成为魔？是人的心被魔所侵。我们要除掉他的魔性，留住他的善性，就是通过台词来推进故事前进，而不是把故事讲完善了。所以这两个一比，在情节设置上、编剧的功力上来讲，应该说《大话西游》要高于《西游降魔》。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了20年前周星驰那部《大话西游》，以及最近热映的《西游降魔篇》这两部片子之间的异同。那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这个故事情节的构造以及
人物表现出主题的这种鲜明程度来讲，《大话西游》要比眼前这部《西游降魔篇》更胜一筹。但是眼前这部《西游降魔篇》它有突出的长处，就是这里边虽然没有周星驰本人参加出演，但是里边的演员、主角、配角个个出彩，里边有很多比较新奇的演法，在骨子里依然继承着周星驰无厘头的精神。其中呢，我个人觉得，尤其是黄渤的演技，我们以前看过黄渤很多搞笑的片子，也能看到他笑中含泪、含泪微笑式的片子。在这个片子里边，黄渤出现的机会并不多，就是在山洞里边是他集中那段戏。可是这段戏，黄渤演绎的孙悟空演绝了。500年了，我一次都没出去过。哎，我就在这儿认真的研究大日如来真经的大道理。你看我已经把身体里边的魔性全部消化掉，排出到体外了，就连曾经妖魔的样子也没有了。所以现在身体里边只剩下了真善美。所以大日如来真经，这是好，这是妙，这是呱呱叫啊！我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可以把他演的孙悟空，加上这个周星驰演的孙悟空，还有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可能这3个孙悟空算3个经典形象，我们可以把它比较一下。你看，在这个《西游记》里头，就是这个电视剧《西游记》，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你看他的动作啊，他的表情啊，语态，可以说六小龄童比较写实的把孙悟空就搬上了荧幕，因为人家也是演猴王的世家，所以他突出孙悟空猴的一面，活灵活现的。当然猴的一面呢，主要是正面猴的形象啊，你比方说这个勇敢呐、活泼呀等等等等。在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由六小龄童所饰演的孙悟空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原本停留在小说中的神话人物，因为六小龄童精湛的表演而变得生动饱满、惟妙惟肖。在众多影视评论家眼中，猴王的体态动作可以模仿，上天入地的本领可以制作，可唯独有六小龄童那刹那间的神态，特别是那双不断翻眨的眼睛，却极难练就。因此，在众多西游迷的心里，这个保驾护航的孙行者似乎成了不可超越的荧屏经典。那么到了《大话西游》里边，周星驰演这个猴，他突出了孙悟空人的一面，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写过孙悟空的爱情。你看孙悟空什么都写到了，唯独他的爱情只有《大话西游》里写到了，这是更多的突出了就孙悟空人的一面，因为本来就从至尊宝一直转化成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他所有的喜怒哀乐，他的一些缺点优点都跃然纸上，包括最后结尾的时候，在城墙上拥抱着朱茵那一段，也是突出了孙悟空人性当中闪光的一面。在《大话西游》中，由至尊宝转世的西洋武者与紫霞转世的女侠在大漠城楼上的爱情保卫战，成了整部影片的最后留白。而此时即将陪唐僧西去的悟空恰巧路过，面对着似曾相识的一幕，仿佛又让自己回到了从前。与其说孙悟空是在成全这对置身大漠的恋人，不如说这是顿悟后的至尊宝了却了自己没能继续的一份真挚感情。等到黄渤演这个孙悟空，是突出了孙悟空妖和兽的一面，在这里边，尤其后来恢复真身的孙悟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猴王形象了，那就是一头野兽。那么在山洞里边，这个黄渤扮演着孙悟空，既反映出来修炼多年的这个妖的道行，同时又把他身上的兽性那种狡诈、那种凶残体现的淋漓尽致。知道我是谁吗？花果山13太保知道吧？我就是老大。想当年，我手拿着2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来回砍了3天3夜，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也就是说，他体现的是一个妖，是一个兽的形象。放我出去！你看，500年了，你还要滚我多久啊？我改也改了，
我顿悟也顿悟了。佛祖啊，你为什么还是不肯相信我？所以你看到这儿，我倒觉得孙悟空的形象很完整了，有猴的形象，有人的形象，有兽的形象。这其实这三者合一，应该是孙悟空这个形象比较完整的各个层面。本身天生地长一个石猴，无拘无束的，他本身既具备猴的本来的属性，又具备人的超越自我的属性，同时又具备兽的一种本能。这不就我们说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吗？其实这个本我就是黄渤演这种兽，那种超我就是周星驰演那个人，那种自我最后合成就是六小龄童在《西游记》电视剧里演出那个猴。所以我觉得黄渤呢，等于给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孙悟空不那么光明的，甚至很阴暗的那一面。我这洞口被那株莲花封住了，已经不知道多久没见过月亮喽。而黄渤在山洞里边的这种演技妙到毫巅，确实让人感到很佩服。也不枉周星驰为了演这部片子3请黄渤，请了3次黄渤，黄渤才同意，而且要求得按照我的方式演绎这个孙悟空。别他妈再跟我说什么眼睛干，我他妈不干了！孙先生，等静。孙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眨人不眨眼，你问我眼睛干不干？好，我给你看，你看我眼睛干不干？你说我眼睛干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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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那么和黄渤相比呢，这里边其他的这个角色，你看主角，你舒淇，我认为舒淇在这里呢，完整的把他的演技发挥出来了。这种率性、真诚、调皮，在这个女主角身上体现的特别完整。还我儿歌300首。这么多人，给我一点面子啊！儿歌300首。如果说我们给黄渤打90分，那舒淇就够80分。那么文章呢？不是说文章演的不好，周星驰甚至把文章当作自己一个接班人。但是文章呢，在和黄渤 PK 戏的时候，由于黄渤本身这段太过光彩夺目，出演了那么短时间就如此抢戏，把文章显得稍微有点暗淡和平淡。走，下，不错，小姐舞跳的棒了。就是文章现在呢，一个优秀演员所具备的基本功底，他基本都有，但是他还需要火候的这种淬炼。也许再经过那么几年，再拿1、2场大戏的话，可能文章呢就会演变成为周星驰那样的真正的喜剧明星。那么在这里，我个人给文章打70分，及格以上，没有问题，就中规中矩的完成任务。周星驰电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边的配角往往都非常精彩。你看《大话西游》里呢诸多配角，还有《西游降魔》里的配角，这里边配角都是他以前御用的那套班子，包括前面假驱魔那老道中间那几个驱魔人天蚕角，包括有着河南方言那个驱魔人，当然那空虚公子罗志祥，因为名气很大了，你不能把它完全归到跑龙套里边。而这里边诸多的这些配角往往都非常非常出彩，这是周星驰电影的一大特点。在周星驰的电影中，配角似乎就像相声表演中随时可能抖出的包袱。这些源自星爷生活里的小人物，没有行业界限，没有年龄之分，甚至一个街边的老乞丐也可能会是武林秘籍的传承者。这本如来神掌秘籍是无价之宝，我看与你有缘，收起10块钱传授给你吧。在西游降魔篇中，进入高家庄休憩的师兄就是一片星光之下的常青叶。你怎么老是在意我的容颜？你就这么肤浅吗？不论是少林足球中梦想成为作曲家的酱爆先生，还是功夫中因为停水而与包租婆发生争执的冷面帅哥，包租婆，他无辜的外表之下流露的却是一种无味而不失讽刺的声音。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另外，功夫中身手与性格判若两人的无名裁缝，在西游降魔篇中变成了搞笑滑稽的恶煞。我知道你，我好心痛啊！哪一列才是你的心呢？这2列。而那个沉默寡言的12路弹腿，则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干起了职业驱魔。行了，别玩主角了，要不然咱俩想干上试试。在西游降魔篇中，这些小人物风采依旧，
他们带着十足的笑料，为影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你有没有试过老公？大嫂，我没有老公的。你再不放手，我就打！我发誓，我会真的把你活活打！我的血都喷成这样，他都看不出来，证明这个人的智力是有点低下。别扔呐！老板，不是你叫我们扔的吧？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扔还是不扔？那么我们很多走进电影院的朋友呢，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有那么一点遗憾。遗憾是什么？就本来想进里边看看星爷的表演，没看着。周星驰在这里没出现，虽然没出现，但是这个片子你跟任何人看都可以看得出鲜明的周星驰无厘头喜剧表演的特色。这个不光是情节设置、台词设置，很重要一点在于周星驰本人在这里边下了功夫了。怎么下功夫？他虽然没演，但是每个演员表演周星驰都亲自指导。你看里边就是在河边跳舞那个那个群众演员，他那一举一动的夸张都是周星驰教的。咱们有这个拍摄的花絮，咱大伙可以看看啊。哎，不，一下这个，一下这个，然後係推咗嗰度，咁然之後咧，陣間咧就再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度，即係甩咗一下，包括舒淇演戲，舒淇本來很多地方能演到位，用不着周星驰再給指導一番，但是舒淇就想看看當年這喜劇之王風采如何，在片場就想看看周星馳演的怎麼樣，他故意演的不到位，讓周星馳來交代。你看，包括就是經典的指導場面是那個在豬八戒那山莊裡邊，那些妖人都是沙子變的，最後舒淇有一段呢，把一個妖人給肢解了，掰下胳膊了，哗，沙子就散了。这一段就周星驰指挥的，告诉你怎么演，怎么在肢解人当中获得快感，那种痛快感觉。我们最后看舒淇脸上的表情，那真是玩嗨了。所以周星驰说，我这部电影有个特点，我虽然没直接演，我比我直接演还累。当年我当演员琢磨好一个角色就够了，这里我得琢磨好多角色。所以说这部片子虽然周星驰没上演，可是里边呢却有非常多的表演痕迹都是周星驰留下来的，所以这是一部有着鲜明周星驰特色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和《大话西游》一样，牢牢的刻上了周星驰的这么一个标签。周星驰现在的电影从这功夫啊、少林足球啊，一直到现在呢，他也越来越多的采用魔幻主义的特技，而且这里边的特技也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发现呢，现在咱们这个电影观众啊，都很愿意看魔幻题材的。一般魔幻题材的就是故事讲的不怎么完整，往往也不少人爱看。你看去年的画皮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大家对电影的这种基本要求，就我们看如果说没有特技的话，假如就文艺片也能打动我们，但是他那种叙事方式和导演功力要求就得特别高，否则的话你故事讲不明白，这个煽情没煽到位，你再没啥特技效果没人看了。管怎么的魔幻色彩的这个电影呢，你就是故事讲不明白，道理也不通，我们看看特技获得视觉上的刺激和满足，这也是个底线。所以魔幻色彩的电影呢，往往能保证基本的票房，就它有这个辅助，它相对来讲对其他方面来说呢是一个有力的支援。再有一点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本来以为泰囧之后啊，好像今天电影很难再出来过10亿票房的了，没想到西游降魔轻松突破了这个10亿。就是我倒觉得今后啊，咱们中国电影的票房突破10亿，恐怕每年都会出现这么1、2部甚至多部的片子。为什么呢？情况不一样。第一个呢，咱们现在电影院越建越多，荧幕越来越多了，这样以前很多人看电影不方便的，这回可以很容易看电影。第二个呢，就是电影市场这些年呢风生水起，老百姓文化娱乐的需求越来越高，很多人已经不满足坐在这个电视机前看电视剧了，而电影作为比电视艺术更高一个层面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获得了人的欣赏，而尤其是获得了具备很强消费能力的年轻人的欣赏。所以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潜在的电影需求被激发出来了，这是文化大发展在这方面获得长足进步的一个典型的体现。所以就今后中国电影的发展，你就从今年这个泰囧和西游降魔看，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可以说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无论你潜力多大，也得导演本身的功力到家，演员本身敬业，奉献给我们精品，这个市场是不会亏待给你的。
所以我们有些导演用不着躲在哪个角落里咬牙切齿，这李安又得回奥斯卡。你有那能耐，你自己提高自己的这种艺术水准。大陆来的导演早晚也能得到奥斯卡奖。哎，就像《西游降魔篇》里师傅讲的，还差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到底在哪儿呢？就需要咱们搞电影的人好好琢磨琢磨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年这个贺岁档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电影观众朋友们一定是玩嗨了。为什么呢？你看呢，《美人鱼》、《澳门风云3》、《三打白骨精》3部大片轮番的往上登新高，创纪录。那么就在今年春节之前呢，我身边有很多电影迷啊，在跟我分析说这3部大片哪个最看好？很多人一致看好《美人鱼》，往下排呢是《澳门风云》，因为有周润发、刘德华这些人撑着。最不被看好的是《三打白骨精》，为什么呢？这理由很充分，就是这些年来有关《西游记》的戏啊，有点被拍烂了。而且像《三打白骨》这样的老梗、老故事情节，大家都耳熟能详，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所以就在春节之前呢，有关三打白骨精的吸引大家眼球的东西，甚至远远还不如呢六小龄童是否能上央视春晚这个话题更吸引人。可是呢，经过春节这个贺岁档之后，我们回过头看三打白骨精，我个人觉得起码不输给美人鱼，那要比那个超级大烂片澳门风云要强得多。有人说，老梁你为什么这么看好这三打白骨精？和大家实事求是说，我认为今后啊，谁在拍西游记的戏，包括周星驰接下来要和徐克合作一个西游降魔之后不有个出妖吗？合作这个西游出妖篇。那么现在这个三打白骨精就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高峰。为啥呢？这个三打白骨精拍的跟以前所有的西游记的版本都不一样，它有很大程度的突破和创新，它甚至重新解构了西游记里边的人物关系，包括对降妖除魔有了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一种终极解。有的观众朋友说老梁你说这我不懂，怎么回事？那好，我具体说说这个三打白骨精它的重点突破在哪儿。有2大重点突破，一个是巩俐演这个白骨精的突破，一个是冯绍峰演的唐僧的突破。咱们先说这白骨精。白骨精是西游记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妖怪，它的作用是其他妖怪代替不了。你看为啥叫三打白骨精？咱们现在有那么句话经常说重要的事情说3遍，好，重要的妖精你也得打3遍，白骨精白骨精白骨精，所以这叫三打白骨精。说白骨精这妖怪重要在哪儿呢？大伙儿琢磨琢磨，西游记里头的妖怪凡是特别厉害的往往都有后台，要不就是太上老君身边的童儿啊，要不就是弥勒佛祖旁边的人，反正都有点来历。而没有来历的妖怪呢，往往就被孙悟空一棒子给打死了。那么有来历的妖怪当然厉害，有的时候孙猴都拿不住，他得上西天呢，上这个玉皇大帝那儿去搬救兵去。但是你再厉害的妖怪，充其量是啥呢？把唐僧抓走了，把孙猴打败了，也就厉害到这程度。可白骨精这么一个没后台的妖怪，他做到了什么呢？不仅仅说抓唐僧的问题，我甚至能让你整个取经团队啊，在内部内讧，土崩瓦解，让唐僧跟孙悟空弄得不可开交，遭遇到西天取经过程当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分裂。这是白骨精制造的。那么白骨精靠什么制造呢？靠他的精湛的演技。不光是能力，他的演技非常高。高在哪儿？你看我们都知道三打白骨精过程当中，白骨精有3次变化，变个小姑娘，变个老太太，变个老头，一家3口。这小姑娘是靠什么呢？年轻漂亮啊，色诱，引诱的猪八戒啊，这个心惊动摇的，试图通过这个接近唐僧。哎，这是用色诱方式，最后被孙猴识破了，把他打死了。那第二个老太太出来了，不再用色诱了，80多岁老太太变成什么了呢？
装可怜。哎呀，我女儿被你们打死了，你怎么这么缺德呀？我多可怜呢！给唐僧增加心理负担，也被孙猴打死。第三个，老头出来了，白骨精变化成老头干嘛？这次不装可怜了，道德批判。有你这么当出家人的吗？连伤两命，你把我也打死算了，你这样还取什么经？从道德上否定取经的合法性。色诱、装可怜、道德批判，三大法宝运用的非常娴熟，最后把唐僧弄得要崩溃了，跟孙悟空决裂，你滚回去吧，回花果山吧，再留悟空难取真经。所以白骨精是《西游记》所有妖精里头的第一演技派，演技非常了得，非常重要的妖精，甚至把取经团队都要弄分裂了。那么如此重要的妖精，我们看《西游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并没有给白骨精呢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身世经历。就白骨精光是出现这么一段，那么他从哪儿来呀？最终要到哪儿去了？没有最后的描述。我们看一个重要的人物，影视作品要把原著的人物发展，基本上会给他设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个人小传。就比方说孙悟空，我们知道孙悟空神人猴三位一体，他的脾气秉性能耐，《西游记》里和其他作品都给解构了，唯独没有人写过孙悟空的爱情。那好，周星驰站出来了，一部《大话西游》，把孙悟空跟紫霞仙子的爱情写出来了，这等于完整的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履历。那么我们说三打白骨精，就把白骨精这个人物给丰富了。他怎么丰富呢？首先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这里边借助老太太的嘴里说，白骨精是怎么来的呢？18岁那年嫁到一个村庄，可是嫁过去当天呢，这村庄着火了，村里人就认为啊，这个媳妇不吉利，得把她弄死，她不死全村人没好。于是这个媳妇成了愚昧的牺牲品，被送到悬崖上活活饿死。这一饿死，怨念太大了，一股怨念变成了巩俐演这白骨夫人。这些凡人就是武器。我是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合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危害人间的恶魔，往往都有一段曾经被人类深深伤害的历史。这点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头、影视作品里都能找到影子。咱们看周星驰拍的《西游降魔》里边，沙僧和猪八戒，他为什么成了水妖和猪妖？是不？在《西游降魔》里有完整的解释，他们也曾经被人类深深的伤害过，所以这是一种怨念积攒下的报复心思。那么其实这个就非常合理的解释了白骨精他前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在这里边有那么大的怨毒。你看里边所有的体现都感觉他哪怕是云淡风轻，也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恨，一种深深的报复。所以他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又解决了白骨精到哪儿去的问题。就是原著里头说一棒打死魂飞魄散拉倒了，这里头白骨精是什么呢？被唐僧用牺牲自己性命的办法进行度化，这个度化显得高人一等。就妖魔鬼怪，我不能光消灭你，我最重要的是要消灭这些害人的恶念，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它等于呢，给白骨精呢，在普度众生的意义上一个圆满的归属。所以我说，首先三打白骨精对白骨精这个人物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真没有哪部影视作品如此重视一个妖精。你想，这么一个妖精能让取经团队分裂，它这里头有好多很细致的东西，怎么去挖掘它？三打白骨精做到了。他为什么对白骨精这人物这么挖掘呢？他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他也达到了，就是解决唐僧的问题。唐僧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三打白骨精里边，费翔演那个国王，他指着唐僧鼻子骂，说你有什么本事？你哪个徒弟都比你强，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带头人呢？你就是个窝囊废。其实类似的责骂，我们似曾相识，《西游降魔》里边，文章演那个唐玄奘，那不就是吗？也被很多驱魔人说你有什么本事，拿个儿歌三摆手向我们，就责骂唐僧，意思你手无缚鸡之力个小和尚，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核心呢？
那么以往也曾经有很多人在说这问题，凭啥唐僧是头？凭啥唐僧就念紧箍咒呢？一种阴谋论的解释方式说呢，唐僧呢是如来佛祖驾下二弟子金蝉子转世，像取经这么重要的事儿，佛祖咋也得安排个自己人吧？这是一种阴谋论，他把取经团队的这种意义给完全庸俗化了。那么在这里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唐僧为什么是取经团队的头，而不是本领最大的孙悟空呢？这里边解释，孙悟空火眼金睛看的是真相，唐僧肉眼凡胎看不见真相，但是他眼睛看到的是心相，心里边的东西。这个具体解释是什么呢？孙悟空对付妖魔鬼怪，你是个妖魔鬼怪，好，我就要把你消灭。这种什么方式呢？以暴制暴，用恨来对待恨，用黑暗来压制黑暗，用暴力来制服暴力。那么唐僧看到的心相是什么呢？就你表面上你就是真相，你是个害人的妖魔，但你为什么害人呢？你这种害人的恶念从哪儿来呢？我真正要消灭的是你心里这股恶念。说白了，我不是用暴力制服暴力，我是用爱去化解恨，我是用光明去化解黑暗。其实我跟大家说我心里的话啊，爱和恨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爱要比恨高出好多层次。同样，光明和黑暗不是一样的概念，不是说光明有亮，黑暗没有亮。光明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远远大于黑暗。所以三打白骨精里边，真正从佛学的意义上来讲，把唐僧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高于孙悟空的地方给点出来了。以往的任何一部跟《西游记》有关的作品都没有把唐僧抬高到这个高度，尤其是他跟孙悟空之间这个师徒关系，你怎么去解构？而这部作品里做到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三打白骨精的主角是谁？一个是唐僧，一个是白骨精。孙悟空是这里的配角，他根本就不是主角。所以这部三打白骨精，我认为成功在什么地方呢？其中一个主角白骨精演得太精彩了，巩俐这个气场大得吓人，就是白骨精无论一颦一笑都能看出那种深深的怨恨，那种蓄势待发的报复心理。就虽然白骨精在这里是个妖魔鬼怪，可气场强大的像一个已经上满了弦的哈姆雷特一样，他要复活，他要复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到位。那么他不足之处在哪儿呢？另一个主要人物唐僧并没有丰满起来。冯绍峰演这个唐僧呢，好多地方都能看出《大话西游》里那个 Only You 那个罗家英的影子。就是冯绍峰的演技呢，很难把唐僧最终看到心相之后，舍身普渡那种宝相庄严、悲天悯人演出来，他这个感觉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三打白骨精的缺憾在哪儿呢？唐僧这个角色没有完全丰满起来，而白骨精这角色几乎撑起了整部电影。有人说那孙悟空呢？孙悟空可以忽略不计，本身就是个配角。再说郭富城演的孙悟空，我是觉得非常呆板，没有什么生动地方。我说一场戏你就能看出他跟巩俐的比较，这段戏特别到位。就是作为一个白骨精，他的气场强大到哪儿？他找孙悟空底下密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说你看齐天大圣逍遥自在，为啥让个小和尚能耐让你差那么多，念紧箍咒天天管你呢？你呀，别跟我纠缠，你让我把它吃了，我也得好处，你也自由了，何苦呢？是吧？而且最后白骨精有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和我都是妖。那么这幕戏里边，你看巩俐演的白骨精那个眼神，那个魅惑，那个诱惑，包括最后果断决绝的时候那种强大的气场发出来的力量。你再看郭富城演的孙悟空，4个字，呆头呆脑。这就是演技上的差距。所以我说这部戏的成功，首先一个是编剧导演在理念上解构了《西游记》里头的人物，重新树立了一种佛学意义上的解读，这是第一个成功。那么巩俐在这里头最突出的表现是呢，白骨精应该恐怖张牙舞爪，
但是他这里边演的这个白骨女王、白骨夫人，气定神闲，你看起来就是地道的女王范儿，是一种冷艳版的、高冷版的埃及艳后，不着痕迹。假如说他就把白骨精表面演成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没意思了那都。其实这一点从巩俐出道开始他就知道，主角的复杂性决定了一部电影的高与低。如果我们看一部电影，这主角脸谱化，哎，他就这样，就这么个人，这电影没意思了，主角被你一眼看到底了。我们过去看很多有关于这个战争的片子，都是好人坏人脸谱化，所以你看完你不觉得这片子有什么深度。只有这个主角呢，他不是你一眼就能看穿的，这个片子才有意义。当年巩俐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善于演这种内心世界很复杂的主角。咱们大伙都知道，当年张艺谋拍《红高粱》，很多人还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说最后选谁演《红高粱》里边这九儿呢？选来选去呢，两个被选，一个是来自中戏这巩俐，再一个是史可。所以你当时按照外形看呢，史可有优势。为啥？史可当时啊，人很丰满，很漂亮，厚嘴唇也挺性感。按照原著《红高粱》那个作者莫言，他解释呢，这个九儿呢是一个水分充足、含苞待放的带刺儿的玫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史可更接近九儿，而巩俐当时呢显得很单纯、很清纯，一个瘦瘦的大学生模样，跟那种充满着叛逆感的、活泼的生命力的九儿呢形象有个反差。可是最终张艺谋为什么定巩俐呢？很多人说俩人掷硬币，其实那是无稽之谈。真正决定作用是张艺谋的认知。有人说对，那张艺谋跟巩俐还好过呢。对不起，那是拍戏以后的事儿，拍戏之前还没这个呢。张艺谋当时怎么认为呢？说九儿这个人物啊，他充满着一种倔强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一眼看这个人就是个活分人，那这个东西就浮在纸上，就没多大意义。我们要的是他内心迸发出来那种活力，那种生命力。最后和教父于占鳌两个人也和，然后后来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戏。我说这个人是骨子里的东西在往外冒，如果就浮在表面上没意思了。如果反差大点，骨子里东西出来，这才能打动人。其实张艺谋这个论断非常精辟，就是一部电影的主角如果被一眼看透了，观众一看哦就这样，就没意思了。所以主角越复杂，反差越大，反而这个电影琢磨头越重。而配角不是，配角呢脸谱化一点还倒好办。为什么呢？观众看着没负担。你要主角复杂，配角复杂，这戏不成猜谜了吗？再一个，配角不复杂，可以有效的推进情节，让情节加速减慢，这在导演控制内。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天下无贼》里边刘德华演的是个贼，王宝强演的是个受害者，一个农民工。你看刘德华在这里贼是个坏人，但是他就不是脸谱化的。刘德华这形象演正面人物，英俊小生，所以只有通过这你一眼看不透，这既像贼又不像贼，所以最后刘德华为保护王宝强牺牲了，才显得格外震撼。所以这个主角他一定要复杂起来，而王宝强呢是个配角，他不需要这个，脸上挂相就行。我就是一个有点发傻的，没见过世面的，你怎么骗怎么是的。哎，把傻根这个人物演得越表面化，情节推动越快。所以这是主配角之间的关系。我再举个例子，你就可能更清楚。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边，那个张柏芝演的柳飘飘，那是个风尘女子，夜总会的这个歌女。如果你按风尘女子标准选，那就没意思了。周星驰为什么选刚出道的张柏芝？张柏芝再说骨子里有那个倔强的劲儿，也有那清纯的劲儿。反差越大，这人物内心世界挖掘出东西越丰富。一开始他随便陪这个尹天仇睡觉，到之后尹天仇我养你啊，把他感动的稀里哗啦，哭得梨花带雨的那一幕，很多人看了都哭。为什么？这时候人物的反差出来了，张力一下出来了，这是电影真正魅力所在。所以我说巩俐从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习惯于演这种和内心世界外表之间反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戏，使巩俐自身演戏的风格变得张力十足，气场非常强大。
所以我说巩俐这里边戏好，和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能把握主角变化非常大的内心世界，把握主角非常复杂的人物性格是有直接关系。那么再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这里边巩俐可以做到了装啥就像啥。你比方他里头演那个81岁的老太太，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是谁演的呢？那根本看不出是巩俐演的，为啥化妆化的反差太大了？就是巩俐她以现在50出头的年龄，能把那老太太那个老糗劲、眼神、动作都能抓像，这是非常困难。为啥呢？这个东西来自什么？她平常下功夫。我说到这儿呢，就挺感慨。当年巩俐演戏那个时代，就80年代时候，很多演员都知道一个词儿叫体验生活，就是我要演个农民，我就到农村待几个月；我演个士兵，我就到部队待着。现在谁能拿出这功夫？一个抢钱的时代，这演员挣钱还来不及，谁有这功夫去体验生活？但那个时代就能做到。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时代过来的很多演员，他基本功很扎实，他是从生活当中走出来的。咱们还说巩俐，当年演的《秋菊打官司》，很多朋友还记着。很多人一看巩俐是看脸似的呀，这怎么反差这么大呢？那简直就是个农村妇女啊，那个形象啊。巩俐怎么做到的？在陕西农村待了3月，体验生活。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张艺谋当时拍《秋菊打官司》，用了大量的素人演员，说白了就群众演员。这用群众演员呢是个双刃剑。你看呢，一群人都会演戏，专业演员里边搁一个素人，那他肯定傻了吧唧，一下就突出出来。可是如果一群都是素人，都是群众演员，里头有一个专业演员，这专业演员比谁都傻。为啥？就你显得会演戏，剩人都不会。所以张艺谋对这个把握是很准的，就像他后来拍一个也不能少，里边那些小孩全是农村找来的。本来开始主角定一个专业演员，后来张艺谋一想不行，干脆主角就找13岁的魏敏芝，也没演过戏，所以这个戏拍的毫无违和感，你感觉很和谐画面。如果有一个专业演员，你别扭死了。而且作为专业演员，他也知道他不能就我一个专业演员，身边都是普通人，都是群众，他不会演这戏。为啥？太别扭，一下把他显得特别傻。那么《秋菊打官司》里头呢，专业演员很少，巩俐算一个，当时刘佩琦算一个。那么巩俐为了能够演好这么一个农村妇女，就真跑到陕西农村待了3月，一切都跟农村妇女一样了。这3个月之后，所以这他在那么多素人演员当中，他才显得丝丝入扣，和整个大背景和谐的非常非常准。所以我说那时候演员能下这么大力气在这上琢磨，现在演员有几个能做到的？你看咱们说演这个跟自己年龄反差大的，这白骨精这是一个，还有14年那个归来那电影，他演那个得了失忆症的那老女人，但是也挺好。冯婉瑜啊，想自己的丈夫陆焉识，可陆焉识回来了，他认不出来了，忘了。那么为了演好这个失忆症啊，后来是陈道明跟我说巩俐呀，花了1个多月时间，专门和失忆症的妇女打交道，近距离观察和她聊，看失忆症是什么感觉，她分成多少个层次，就完全想不起来了。能想起一点吧，有点困惑，能想起大半了之后呢，是有些痛苦。等彻底想不起来，云淡风轻了，没事人似的。这些层次感都是通过1个多月和失忆症妇女接触得来的。所以这个层次感使冯婉瑜这个角色立得非常扎实。我特别想说那么一段戏，就是陆焉识在楼上通过弹钢琴想唤起冯婉瑜的回忆。这时候冯婉瑜呢从楼下往上走，听到钢琴声了，好像又回到了当初跟陆焉识两情相悦的时代，然后充满着喜悦，一点点接近，一直到看到陆焉识的背影，看到他在弹琴。这时候陆焉识站起来回身，以为两人就要幸福的相认了，突然间记忆到这儿断了，冯婉瑜又不认识他。这个过程，人物内心世界外表的反应，可以说对演员的考验非常大。我们要重温这段戏，你看看，那不光是陈道明演的精彩，你看看巩俐演的冯婉瑜相当到位。那么这些东西靠什么呀？
就是靠演员扎扎实实的下功夫。我是觉得一个演员呢，从没有名气那时候开始，到有了名气，什么都有，最终再到演技达到化境，他其实是走过一个圈儿。起点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他要努力，他努力进人物，我们说体验生活下多大功夫都正常。后来一点点名利都有了，用不着那么费劲了，觉得演技也成熟了，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脱离这个。但是当他到了名利，已经认为我已经这些都不缺了，我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时候，他如果还想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他会往回走。怎么往回走呢？开始一点点往回捡人物的感觉。我接一个角色，我就一定扎扎实实把它负责好，我还会像当初我开始演戏的时候一样，去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我要花功夫，我要让每一个形象成为经典，对得起爱我的观众。所以我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员，他经历的过程都是1、2、3、4、5、6、7、8、9、10，然后到顶之后，他想维持住或者有更高的追求，他会19、8、7、5、6、3、2、1，往回再走到这个1。我们有句臭了大街的话叫不忘初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你当初是怎么做的，可能转一圈之后你还会回去。每个人要想真正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恐怕都要走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就跟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是一个道理。你开始想怎么做，那么一步一步接近雷音寺了，你要成功了，你不应该改掉你当初的东西。包括沿途上遇到女儿国了，遇到什么朱子国了，有一些大富大贵要来临的时候，诱惑你脱离取经团队的时候，你也不应该忘当初你从长安城走出之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思。所以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也是一个从1、2、3、4、5、6、7、8、9、10到19、8、7、6、5、4、3、2、1的过程。所以用传统评书《西游记》里头定场诗来说，非常精彩。什么叫19、8、7、6、5、4、3、2、1？那就是君山10万载，佛坐9莲台，猪八戒7情6欲难割舍，孙行者5行山下苦难挨。最难得师徒4人，秉却了3心2意，一路西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什么重要事儿呢？说《西游记》是谁写的？要说这叫什么重要？这小学课本里头，后来中学考试的时候都说《西游记》吴承恩著啊，那肯定是吴承恩了。但是今天我要跟大伙儿说，这吴承恩著啊，可不是历史根据，因为现在公开刊行的《西游记》的版本，从过去留下的，没有一个版本上写吴承恩著。说那怎么说是吴承恩写的呢？那是因为有2位近现代的文学史大家做的结论，一位是胡适，一位是鲁迅。听这2人名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锁定了是吴承恩。这2位考证一致认定是吴承恩，就这么着说《西游记》吴承恩著。那么说这个还有疑问吗？有疑问。现在有很多研究《西游记》的人呢，也认为说这个吴承恩不见得是《西游记》的作者，所以现在还有争论。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吴承恩，他跟《西游记》到底有没有关系？咱们看现行刊定的这个《西游记》版本，一般的上面都这么署名：朱鼎臣编辑，这是一种版本。第2种版本呢，叫华阳洞天主人校，校对的校。就这个名字属在历史考证讲呢，有人说这都不是吴承恩。那可为什么非要说是吴承恩写的呢？这是当年呢，胡适和鲁迅2个人都根据吴承恩的出生地淮安，他有淮安府志嘛，就我们现在说的县志、地方志。地方志里写吴承恩著《西游记》，说光有这点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吴承恩是他作者。鲁迅和胡适先生呢，分别从《西游记》里的反映出来的蛛丝马迹来探讨这和吴承恩的生平有什么勾连。这个吴承恩呢，当年呢在这个新野县做过县令县官。新野咱们朋友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火烧新野，它归荆州管。
后来吴承恩呢又调到旁边一个县长兴县当县令，就都是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说这个事儿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你看啊，《西游记》的第一主角孙悟空，咱们说一般呢，一个作者写一个小说，这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往往和作者都有几分相像。有人说你的意思吴承恩是猴呗？他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什么意思呢？新野县呢，在中国还有一个号称说新野县呢是属于猴戏之乡。什么叫猴戏呢？不是京剧评剧的演猴戏，耍猴，过去叫猴戏。在新野耍猴呢，据说有2000年的历史了。当地人买个猴，训练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耍给大伙看，以此谋生。就是你看吴承恩写孙悟空，那绝不是说一般人就观察猴2天，下笔写猴这动作那动作，不是。他从悟空出世，悟空一出世，所有的动作那绝对是猴的那些动作。就你通过他对孙悟空细腻的描摹，就是吴承恩一定对猴有着特别深入的观察，他才能写出来。你看咱们都知道，正常人比方说你这脸上这儿蚊子叮一口，你怎么挠？正常吗？猴不是，猴往上使劲，咱们正常往下使劲。就这些细腻入微的东西，吴承恩的小说里都写了。还有一个明证，孙悟空是石猴，石头里蹦出来的，花果山一块石头。这是这个石头多大呢？《西游记》里有原封不动的尺寸，说这石头高多少呢？3丈6尺5寸。说石头这个周长是多少呢？2丈4尺。这数据怎么这么准呢？现在新野呀有一个汉代留下来的议事台，就是三乡四老这些人在上头议论，这咱怎么处理这事儿？那台子高3丈6尺5，那台子的周长2丈4尺，就跟花果山这块石头尺寸是一模一样的。就由此可见呢，吴承恩很可能从这块石头上尺寸记录下来。他当时是县令啊，找这3老4少在台上议事，可能他把台这尺寸就记下来。再一个，孙悟空72变，在新野也能找着根据。说这个新野耍猴有个特点，这个猴会戴面具。你念到这儿，夸红脸关公；念到这儿，夸白脸曹操，手上能拿面具往脸上戴，就像川剧那变脸似的。所以说孙悟空72变化可能就是从这上面找的灵感。有人说光这点证据，那你要在吴桥那也有耍猴的，那也能写《西游记》吗？不一定，这里边还有别的证据。咱们前几天呢曾经说过《西游记》里一些情节时候，讲到《西游记》里有个地方叫玉华州。这个地方呢，那国王呢后来一心向佛了，把3个儿子呢拜这个唐僧仨徒弟为师，跟他们学法术。这个时候吴承恩呢先在长野当县令，然后调长兴县当县令，先在新野后到长兴，然后转到京王府里头当个小官。那么他在京王府的时候，这京王府名字就叫玉华府。他这里头京王确实有仨儿子，而这吴承恩学问大呀，经常教他3个儿子读书，可能这仨儿子拜唐僧仨徒弟为师就是从这上来的。所以这里头所有地名只有这玉华州是实写，这是京王府，也叫玉华府。当然我这只是粗略呢说2点关联，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考证呢比我说这要细得多，就通过吴承恩一生的生平来找他跟《西游记》里边这个事儿的联系。吴承恩呢，他出生在这个淮安，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咱们以前说过，他爸爸他本来祖上做过官，到他爸爸这辈儿就败落了。后来他长大了，他家里这盼着儿子出人头地呀，得好好学。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吴承恩？过去说承恩，承谁的恩？皇上的恩。一般人给你点这好处，不能叫承恩。意思是什么呢？你得沐浴皇恩，考取功名，给咱们家翻身。
吴承恩小时候学习呢确实是好，唯一老师对他有点看法呢，就是除了课程以外，他看闲书看得多，对鬼儿啊神儿啊什么的感兴趣。那是他不对这感兴趣，他也写不出《西游记》。后来这不是10来岁了，开始科举考试。吴承恩呢是1年考不上，2年考不上，一直折腾到40多岁。吴承恩在当地已经很有名了，都说他学问大。管这个考试这官员，搁现在说就招生办主任。说你这人这么有名啊，40来岁了，胡子都要白了，跟这些小年轻混一块儿，行了，给个贡生吧。什么贡生呢？搁现在说就保送，就给你保送上去吧。保送上去按律呢，得到这个省城，然后到京城，把自己这个文凭之类递上去，等着干嘛呢？朝廷给往下给你派官啊，说那儿有个县令刚退，你去顶他去吧；那儿有个道台刚死，你顶他去吧，得上头给你派。结果这吴承恩呢，去是去了，在那一待挺长时间没人理他，为啥呢？你又没钱，你得上下打点才能轮到人给你安排。那都知道清朝时候有句话叫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那你当了县令，那就有搂钱的机会，人凭啥一直安排你呢？所以吴承恩溜6年啥官没捞着。6年之后呢，还挺幸运，新野这块县令出现空缺了，行啊，你挺可怜的，快50了，去吧。他就到了新野当了县令，当了2年以后呢，给他平调到长兴县当县令。回去之后呢，这日子过得很不如意，他还挺高寿，活了80多岁才死，但死前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所以这是吴承恩大致一生的经历。这跟《西游记》有联系吗？有联系。吴承恩把一辈子官场见到这些牢骚，基本都发散在《西游记》里。你看啊，咱们可以一步步分析。孙悟空刚上天的时候给个什么官呢？说这个狮吼顽劣，说派兵把他收回来吧，打他吧，严打。太白金星说不，给他个小官，让他上得天来也好约束约束。弄上来干嘛？弼马温，其实就是养马的一个小官。那么第2次孙悟空再上天，齐天大圣上来了，糊弄事似的允许他叫齐天大圣，给他整蟠桃园去，看桃园去了。说白了，这全是不大点的官。他为什么会这样？孙悟空最受不了的是，他倒不在乎官位高低，我上天也得逍遥自在。结果你发现天上这些同僚拼命的排挤他，不给他好眼色，也不给他好的位置，都瞧不起他。王母娘娘蟠桃宴，这不让这个7个女儿来摘蟠桃吗？孙悟空在那胡吃海塞呢。一听怎么着？蟠桃宴，孙悟空现出原身，问这个7仙女，把孙悟空气死了。为啥？我齐天大圣啊，我这军衔高啊，我跟玉皇大帝平级，7天一个蟠桃会不请我。孙悟空急了。这时候孙悟空为什么闹天宫？他知道自个儿啊，再怎么齐天大圣，跟人家拉不平，人家没人瞧得起他，所有人联手排挤他。吴承恩做官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本身比较清廉，其他人联手排挤他，为啥呢？你干嘛呀？你当官，你清廉一个字儿不要，我们下面还想吃香喝呢。所以吴承恩当时在官场受排挤，就和孙悟空在那受排挤是一模一样。所以吴承恩就好比是闯入瓷器店的一头公牛，他不按那规矩来，人家就要排挤他。所以孙悟空在天上受排挤，是吴承恩的一种春秋笔法。你想想，这个地面上大家这个勾心斗角的，你天堂应该很和谐的，玉皇大帝管的。他为什么吴承恩还要这么写呢？就是天上地下一般黑，只要是有官有皇上这地方都一样，哪儿都一样。这孙悟空呢，见过如来佛，见过观音菩萨，见过玉皇大帝，见过太上老君，在天上噼里啪啦这通打，没服过谁。可到了地面保唐僧取经，横垄地里拉车，一步一个坎，
下来这些妖怪一个个这么厉害。有人就说，为什么他在天上那些神仙都打不过他，到地上妖怪他都弄不了？说孙猴能到哪儿去了？有个结论吗？天上那些神仙呢，都是给皇上和如来佛打工。说白了，我才不使劲儿，我让你金箍棒碰一下我犯不上，拿起刀枪准备下打孙猴，赶紧就撤。到地上不一样了，那些妖怪都是自己下海出来创业的，你动他利益跟你玩命。还有重要一点，这些妖怪哪个都有来历。你看那个最开始碰的黄风怪，一刮风把孙悟空眼睛都差点弄瞎。这黄风怪是如来佛祖灵山下边一个黄皮雕鼠，偷吃了如来佛祖那个灯油，下界就这么大能耐。说白了，这哪是如来佛祖怎么不知道这位？说不定就如来佛祖养的一个宠物，就跟那龙猫似的。所以孙悟空碰到这样的动不了人家，就这么小一个人物，但只要是跟着上天这些人在一块待着，下来都有能耐。所以这吴承恩在官场里边轱辘这些年呢，对这个体会非常深。就是说你真想往上走动走动，他这身边的人你不能小看，而且这些人刁蛮刁钻，他要祸害你往死了弄。这就过去官场有句话了，叫奴使奴，累死奴。什么意思？主人使奴才可能很宽容，你要让奴才使唤奴才，奴死奴，累死奴。就奴才要使唤奴才，得把奴才累死，因为他最知道这东西我怎么祸害这奴才，自个儿就当奴才过来的。所以这阎王好见，小鬼难逃，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下来封建专制时代留下的劣根。所以吴承恩在官场看了这么多，他对这个深有体会，他就把这种裙带关系啊，上下勾连呐，奴才使奴才，小鬼难逃啊，这事全搁在《西游记》里头。当然还有一点吴承恩念念不忘，以至于在结尾的时候来上那么一笔，就是唐僧师徒取完经了，到这找佛祖，佛祖说好吧，去取经去，把经书拿出来，按时也再给弄点钱什么的，贿赂贿赂。唐僧也没明白这个，孙悟空这什么事儿，就没接着下场。结果把这经书搬出来，走挺老远才发现这经书是空的，白纸没有文字。这时候唐僧才醒悟，他俩向我要这贿赂呢。你哪能想到灵山脚下佛祖门前居然还有要贿赂这事儿？找如来佛祖怎么搞的？如来佛祖把这话都放出来了，这唐僧没招了，随身带个紫金钵盂啊，搁现在来说就是镀金的或者都纯金的，反正之前拿来给莫个迦叶、阿难陀这两位得了好处了，才把经书给唐僧。那么这段很多人看到这说，这吴承恩真能糟蹋这个佛教啊，说这佛门取经还得给好处，这不成官场贪污受贿了吗？其实这就是吴承恩当时看到的明朝社会的现状。就说你这个呀，你自己不给点好处，什么事都干不成。如来佛祖就是典型，就我两个弟子向你要钱要贿赂，我管不了，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天天管太严，他们才不拥戴我呢。跟着佛祖啥好处没有，我跟你干嘛？我早跳槽去了。所以这是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我们解读《西游记》啊，说完了这个唐僧几个人，再说说这妖怪。妖怪说完了，咱们就得说比妖怪高得多的人，神仙。你看这个《西游记》里神仙谁厉害呢？太上老君呐，玉皇大帝啊，观音菩萨、如来佛祖。但咱们今天说这位和他们不一样，这个人很低调，而且很神秘，也没什么绯闻。在这里出现一回，展示了令人恐怖的实力之后，再就没出来过。谁呢？地仙之祖镇元子，就是武装关种人参果那位。孙悟空跟他一交手，一个回合就让人灭了，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他跟孙悟空拜了把兄弟了，后来还把人参果树救活了之后，再往后这个镇元子在《西游记》里就没再露面，显得很神秘。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个特别神秘的镇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镇元子你要从他的这个职业特征上看呢，这也就是个方外修道之士，基本的职业就是果农，种人参果嘛。而且你看那爱好就经常啊听听神仙讲课呀，搞个培训班，好干这个事儿。镇元子叫地仙之祖，你注意，《西游记》里能称得上祖的就这么3位。太上老君那是道家之祖，如来是佛祖，镇元子是地仙之祖。能叫到这个级别的，那不用问，地位得相当高。而且镇元子特别低调，他可没到处吹我这地仙之祖，不像孙悟空，跟哪个妖怪都说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候拿这挂到嘴边，那说明孙悟空有点底儿虚。他不，你看像现实中也是，如果有人总跟你说我哥是谁，我舅舅谁，我姐夫干嘛的，那不用问，他实力不行，他实力要行还用提这些人吗？所以孙悟空跟镇元子一比，那底儿就虚多了。人镇元子没跟任何人说我地仙之祖，那他这个辈分能力是怎么体现的呢？《西游记》是借旁人之口体现的，就是说唐僧师徒4人呢，经过五庄观的时候，赶巧了，镇元子不在观里待着，他干嘛呢？去听这个元始天尊讲课去了，就那儿有个培训班，高级 MBA， 他去上课去了。上课呢，就临走的时候告诉2个道童这个有唐僧师徒啊从这儿过，你到时候呢得好好招待招待他。就这么，唐僧师徒来了，一进这五庄观老道的庙这佛道不是一道吗？一看这老道住的地方，再进到大堂上一看呢，香火供奉，中间就俩字儿，没有什么神像，天地。说白了，您说那几位3清4帝，我们师傅朋友9曜元辰，这都师傅晚辈儿。这你看我们供这天地，天受得了我们香火，这地还不一定受得了。为啥？他地仙之祖。所以通过这俩道童介绍，把镇元子这个牛劲儿一下就给凸显了。后来你看这个孙悟空把人参果树弄翻了要跑，人镇元子回来交手1个回合，师徒4人都拿下，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后来逼着孙悟空，你得把我果树救活了。孙悟空各处找人去，就找到海外仙山，找神仙吗？找谁呢？蓬莱、方丈、瀛洲3个岛上有3个神仙，福星、禄星、寿星。这仨老头跟孙悟空说番话，说你得罪谁了？镇元子。哎呀，你这泼猴如此不识人，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是神仙之宗，你虽得天仙，但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怎么能脱得他手呢？那么这段话里头就等于向我们解释了地仙、神仙、天仙都什么意思。这过去中国道教有本书叫《中吕传道集》，啥意思？钟是钟离汉，吕是吕洞宾，8仙里2位，中吕传道集。这里头就解释了什么是地仙，什么是神仙，什么是天仙。你看统称叫神仙，但是各有所指，它是按照下中上来的。地仙是什么呢？凡人修炼到长生不老了，但是练出长生不老了，可升不了天，只能在地上待着，这叫地仙。你像妖魔鬼怪有不少得道的都是地仙。神仙是什么呢？这地仙修炼级别高了，我不屑于在人间待着，我干嘛？到海外仙山上待着去。天仙是什么呢？一直在仙山和天上待着，偶尔到人间来一回，搞个基层调研，然后再接着回去宅着，要不给皇上当官，给玉皇大帝当官。这为地仙、神仙、天仙，它是有区分的。说为什么说孙悟空叫虽得天仙，但是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呢？
这就当年呢孙悟空猴嘛，师傅跟着菩提祖师修炼，他是地仙。师傅，后来呢，玉皇大帝招安他，让太白金星给带上天了，封他个弼马温。弼马温要搁现在说呀，也就是个古级干部，连副科级都到不了，所以他不算真入真流，他还是个地仙的身子。所以镇元子为地仙之祖，当然就能管着他。所以这镇元子牛在他这个来历。当然他更牛的是他掌握着特别宝贵的资源，像人参果。你可别小瞧人参果，在这个西游记里头你会发现这吴承恩对长生不老4个字是最重视的。孙悟空刚见菩提祖师，菩提祖师说我能教你能耐，孙悟空头一句就是可得长生，就能不能长生不老。他为什么千辛万苦跑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找菩提老祖学能耐呢？他领着这花果山猴子猴孙在这吃喝玩乐了，突然有个老猴躺那死了。所以就说孙悟空学能耐一开始就想长生不老，所以这长生不老是西游记里头重点追求的一个事儿。那么长生不老的资源有哪些呢？其实就有数那么几样，一个是太上老君的金丹，一个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再一个是传说中的唐僧肉，说吃了长生不老，谁也没吃着，你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再一个剩下为数不多的就是武庄关的人参果。你看他这个长生不老，这各有各道。为什么神仙非要长生不老呢？你那么想，镇元子地仙之祖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他，他凭什么和这三清四帝就能成为朋友呢？这三清四帝都是打开天辟地就有的。何谓三清呢？三清指的呢是太清道德天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四帝呢是玉皇大帝、天皇大帝、太皇大帝、后土娘娘。说白了，三清是宗教领袖，四帝是行政长官，这最高级别的。说镇元子凭什么能和这几位都混到一块儿呢？最主要原因他长寿，只有长寿他才能积攒道行，才能修炼出来，才能和这些人称兄道弟。如果你要不长寿，很快死了再转世的，谁还认识你呀？另一辈的人了。那么镇元子凭什么长寿呢？他掌握人参果，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长生不老是神仙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这个镇元子掌握人参果的重要资源，这资源不差。咱看那几种就知道。咱就说太上老君金丹，这个金丹炼法很复杂，整个炼丹炉，太上老君一个人请俩帮手，俩小孩倒铜，呼哒哒呼哒哒扇风炼。所以在你那么想，一个老头俩小孩在这炼丹，再使大劲产量能多少？没多少产量。所以它是道家的稀缺资源。你再看蟠桃，大伙儿记不记着孙悟空一上天管蟠桃园，那个土地神小矮个白胡老头，你看长生不老，天地长寿。神仙你不吃这玩意儿也不行。所以玉皇大帝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哪个神仙不听我的，得我不给你吃蟠桃，我最后弄死你。可是这蟠桃你这么琢磨琢磨，数量不够啊。地仙不断有修炼上来的，上头神仙都等于公务员，进了这编制就不出来了，你给不给？所以说这蟠桃数量不够，那好，我就得捏住，你听我的我给你吃，不听我的不给你吃，让你饿死，不行给你贬下界，6道轮回，你转世投胎去吧。所以玉皇大帝是扣着蟠桃这个重要资源。你再看唐僧肉，这玩意都没谱的事儿。你说西游记里谁说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呢？都是妖怪怎么的？问题妖怪哪知道的？无非是如来佛放出风来了啊，吃唐僧肉长生不老，让这些妖怪奔唐僧使劲，增加唐僧9981劫难这个数量。其实好使不好使难说。再者说，
就算真吃了唐僧肉，唐僧肉吃完就没了，不能让你吃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传说中龙肝凤胆似的，说什么最好吃？龙肝凤胆，为什么呢？你没见过，所以它最好吃。什么最吓人？鬼最吓人，你也没见过鬼。所以唐僧肉可望不可及，而且吃完了就没了。所以刚才我说太上老君金丹产量太小，蟠桃要分享的人太多，唐僧可望不可及。这三样你再和人参果一比，劣势就看出来了。人参果什么特点呢？功效非常大。有人说那不如蟠桃啊，人参果就一棵树，10000年就结30个果。但你别忘了，这30果是人家镇元子一人的，蟠桃再多是天底下所有神仙的。所以你要讲稀缺资源，那镇元子这好，自个儿说了算呢。我说给谁给谁，我说教人就教人，我自个儿说了算。而且我这也不用修炼，真要到点不行了，吃个人参果延47000年，然后我再游山玩水。他等于自己修炼，他特别省事儿。所以福禄寿三星羡慕，你看人家的资源咱不行，大人。所以他有这个呢，有恃无恐，一天游山玩水啊，还听听客气。这不孙悟空他们几个来了，那老头呢上天听元始天尊客气，走时候告诉道童好好招待他。道童纳闷说：“师傅这不对吧？咱们是道家呀，唐僧他们是佛家呀，咱招待他干嘛呀？佛道不同谋啊。”镇元子说：“你不知道啊，当年呐，如来佛祖搞盂兰盆会。什么叫盂兰盆会呢？就是佛教的一个盛典。他一个道家跑佛教这开盛典去，你说他这得多有闲心吧？游山玩水嘛，我到那儿听客气了。我镇元子说：“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那我都学呀。我去那儿了。这个唐僧是谁呢？他的前世是如来佛二弟子金蝉子。我当年参加盂兰盆会的时候呢，佛祖二弟子金蝉子给我倒过茶啊，您来了，充当接待员，给我倒过茶，所以我们有这么一面之缘。他10辈投胎到唐僧这儿来，从我这儿走，我得尽尽地主之谊。人当年伺候过我吗？就这么告诉那个道童。等这个唐僧来了呀，你到后院，到人参果树上呢，打下2个人参果给唐僧吃，可别给他几个徒弟啊，就给他。俩道童说好吧。唐僧来了，然后这俩道童打下来给唐僧拿回来。我一看，哎呦，阿弥陀佛，使不得，使不得，罪过罪过！出家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怎么能犯这个戒呢？人家不吃。这俩道童回来一看，肉眼凡胎不认识，他不吃，搁一会儿这也搁不住啊。那会儿也没冰箱，咱俩吃了吧。他俩给吃了，结果呢，隔墙有耳。猪八戒呢，鼻子什么闻不着，我这被糟践一通完了，你齐天大圣啊，你这糟践你哪受得了啊？孙猴就急了，什么人参果？沙僧坏呀，他不挑唆孙悟空，他在旁边浇油啊，那人参果神妙无比呀！我在天上做卷帘大将的时候啊，海外诸仙把这个当做礼品敬献王母娘娘，我也曾见过，但不曾吃过。你琢磨，那边猪八戒刺激孙悟空，这边沙僧勾他馋虫，孙悟空哪是能消停待住人，一天不打上房揭瓦，结果最后惹祸了，把人参果树都给推了。推了他不镇元子回来收拾他吗？交手1回合就完。说我也知你孙悟空神通广大，我也弄不死你，但是我扣住你师傅，扣住你没问题。你要想解这个危难，你赶紧你给我找人把我这树弄好。这不就这么，孙悟空一看真弄不过镇元子，打不过他，没招了，到处找人。这不找到福禄寿三星，告诉他这是地仙之祖。你以为这哥仨是热心肠吗？无非借这个机会跟镇元子攀攀亲，找这个机会结交资源还找不着呢，正有这机会去吧。最后找一圈，谁解决不了，得找老大去，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孙悟空硬靠山。观音菩萨一听这信儿，哎呦，也挺挠头。这手拿着净瓶，
这手一掐摆个 OK 的姿势。你看观音菩萨是 OK 姿势，你这泼猴，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连我都让他3分，你如何敢惹他？意思镇元子不好惹。完了，观音到这儿来，用净瓶里的神水把这人参果树弄下，然后呢打下10颗人参果款待各位，弄个皆大欢喜。所以从我刚才说这些事儿以及咱讲述这过程，你会发现，如果说《西游记》里头神仙里头真有那么几个狠角色，那镇元子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解析《西游记》背后一些真实的事儿。咱们看《西游记》啊，这一路之上，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99、81难，麻烦不少，好多的困难呢，不是孙悟空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有的妖怪他打不动，有的妖怪他更惹不起。有人就说呀，说这些了不起的妖怪上头都有人，那都不是说他自己兴风作浪，所以一旦有解决不了的时候，孙悟空往往升天入地找帮手。什么人出现的频率最多呢？2个人，一个是太上老君，一个是观音菩萨。一旦要有难了，保准这俩人出现了，帮助孙悟空收拾这局面。所以说这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西游记》里头必不可少的狠角色。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何居心帮助孙悟空。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它这个神仙体系啊，大致是这么2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玉皇大帝为首的，里头有这个太上老君、各路神仙。这个总体来说呢是道家的神仙系列。另一边呢是如来佛祖为首的，下边观音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灵吉菩萨、地藏王菩萨，再加上什么18罗汉呢，这是佛家的势力，就是道和佛这么2派。你看道家尊崇是3清4帝，3清是谁呢？是太清太上老君、上清元始天尊、玉清多宝天尊，也有叫灵宝天尊，也有叫多宝道人的，叫法不一样。这为道，如来佛这边为佛。这个《西游记》原版里头啊，吴承恩写的这现象，说怎么这么多笔墨在佛道上呢？因为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历来是争夺世俗势力最为激烈的2个教派。我们都知道佛教呢是西汉汉平帝元年从这个天竺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道教呢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我们说任何一个宗教他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难免呢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争斗。那中国历史上呢有佛兴盛的时候，也有道兴盛的时候，但总体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往往这个道教就兴盛一点，当时太平时间长的时候，佛教的势力往往就兴盛。你看东汉时候，我们都知道黄巾军张角信奉五斗米道，那是道教的一个雏形。天下一乱，为什么信道的多呢？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实现过政教合一。皇上他是世俗的最高领袖，但是宗教里他不是最高领袖。皇上叫什么？叫天子，就老天爷的儿子。那他是老天爷儿子，他上头不还有个爹叫老天吗？这老天谁掌握呢？有时候道教就给掌握过来了。所以谁要造反，想这个弄死这皇上，往往打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所以天下大乱，往往道教就成为一些造反者可以利用的工具。那等天下太平时间长了，往往佛教就上了。为什么呢？佛教不崇尚杀戮，不崇尚斗争，他不反抗统治者。所以任何一个世俗政权都希望你信佛，老老实实的别给我闹事儿。那么我们也知道，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时候是大明，明朝这时候中央集权空前加强。那么这个时候
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控制老百姓，一般来说对佛教的尊崇要略大于道教。所以你看《西游记》里头争来争去，你发现如来佛那边占上风，就是这个佛居上道居下，也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一种体现。但是他两个里头互相之间你争我夺这事儿在当时特别多。一部《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佛和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你要不信，咱就分析前面我说那两个狠角色，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观音菩萨是干嘛的？观音菩萨是西天取经的总策划，这个事儿就是他一手推进的，当然是如来佛祖在背后是属于制片人，他算总策划。如来佛祖告诉他，你得想办法。为啥？咱现在这佛的影响啊，就在西天这儿，东土大唐那么多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咱得影响他，怎么办？说你硬往过推，得先搞个市场调查。这观音菩萨就到东土大唐搞市场调查，搞市场调查一看，这大唐这儿没人信这个佛教，他身边跟他的人都泄气，说菩萨咱别闹，没人信，咱推进不了。观音菩萨可不同意这观点，这是好事儿。正因为没人信，咱一旦把这拿过来，销量才大。所以这观音菩萨当时商业理念是非常先进，说这没人信，我们才有市场。他采用什么办法呢？擒贼先擒王。你不大唐没人信吗？要是皇上要信了，那可不得了，那下边谁敢不信呢？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导演了一出啊，唐太宗魂游地府，这托梦返魂到这个阎罗王那儿，哎，唐太宗信了。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啊。唐太宗先信了，他信了以后，那整个大唐上下大家都围着皇上转呢，最后就冒出唐僧转世投胎，从老陈家这儿最后当和尚，然后成了唐太宗的玉帝，西天取经，一下子变成什么呢？本来是佛教要把自己的影响向大唐推广，就我到你这儿卖东西来了，变成了唐僧呢奉命西天取经，上你那儿买去了，这比送货上门都实惠。所以观音菩萨这个策划水平是很高的，他就完成了初级的策划。有人说观音有那么大能耐，为什么他是狠角色呢？你看啊，《西游记》原著里边写，这观音到了大唐这块儿，看着个土地庙进去了，跟那土地说，我是佛祖派我来的，执行秘密任务，你就别问了，你把你地方你走，给我这会儿我办公，当2天我要用你这地方。把土地爷吓得赶紧就撤了。其实观音管不着土地爷，为什么？土地爷归玉皇大帝管，你观音能耐再大，你别的部门的，你也不是我上司，不是我领导，你管不着我。那土地爷为什么怕他怕成那样呢？就足可见观音呢是个比较狠的人物。他说狠什么狠的？你看他不少庙里供观音，哎呦，慈眉善目的一个中年妇女形象，狠什么狠呢？其实不是。在佛教里头，观音是男神，是男的。后来到中国来之后，也不怎么一点点就变成了女的了。而且在《封神演义》里边呢，讲观音的前世叫慈航道人，手里拿一个清净琉璃瓶，这个瓶子可不得了，干嘛的呢？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畜生，进他这瓶子里就化成血水，把你弄死，就是个挺狠的这么一个位。后来呢，到了《西游记》里，由慈航道人转成观音菩萨了。他不光这个人是个狠角色，心思也歹毒。他怎么歹毒呢？西天取经这一道上经过的地方，总共无外乎给唐僧师徒4人制造麻烦的就3种势力。第一种势力呢是佛教内部势力，还有一种道派的势力，第3种势力是非佛非道的野势力，地方政权。你像白骨精了、蝎子精了这类的。那么对这3种势力呢，本来是有3种办法。第一种是武力消灭，你挡我道我就弄死你，像白骨精。第二种呢是咱讲和，你看女儿国那国王虽然没跟你结婚，你让我们过去得了，讲和。第3种方式呢是咱们先讲和，实在讲不下来我再武力消灭。
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本来应该这样，这样也减少一些阻力。哎，能讲和讲和，咱过去，咱目的是取经，也不是以消灭妖怪为主要目的。但是观音比较狠，告诉孙悟空，一律给我拿下，甭管什么佛内部的、道内部的地方野势力，沾上死碰上亡，这地方都是我的。他想干嘛？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把这些地方势力都消灭掉，这地盘就都成了佛教的地盘，准确来说，都成了观音菩萨的地方。因为这里头有不少佛教内部势力的，而这地盘既是佛教，又是观音菩萨自个儿控制的，所以这一路之上，观音菩萨用这样的战略，你那么想啊？要真为取经，孙悟空筋斗云呐，10万8千里，背着唐僧嗖飞到大雷音寺完事了，他为什么还一步一步走呢？那就绝不在取经，而在于占地盘。我走这一道，把从东土大唐到西天之间这10万8千里的道上所有的地盘我都揽过来，都归我教派，归观音菩萨控制。所以观音菩萨这一道何止是取经的任务，占地盘，扩大佛教领地，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当然他要用孙悟空，孙悟空是个顶级的金牌杀手，金牌马仔，因为这个人不惹祸他难受，3天不打上房揭瓦，因为反正我得收拾2个妖怪，我得打死2个，不打我难受，所以这是观音菩萨的最佳马仔。所以观音菩萨一道他是护着孙悟空的，为啥？地主护着长工，你把长工饿死了，把长工弄死了，谁给地主扛活？我剥削谁去？所以这观音菩萨护着孙悟空。那么你护着孙悟空有目的，就有另一派跟你目的不一样的要弄死孙悟空，那就玉皇大帝这一派，太上老君这派。因为孙猴想当年闹天宫的时候可没少祸害他们，说本来对他就有气，再一个这一趟是佛教扩大势力的过程，那你扩大的势力就意味着道教的地盘缩小了，所以道家不干他就要阻挠。怎么阻挠呢？首先擒贼先擒王，得把孙猴给灭了。我们前2期节目说到猪八戒，猪八戒其实就是派到取经队伍里一个特工，但猪八戒这人混蛋，带着任务下来了，一看有吃有喝的，最后还能成佛什么的，算了，此间乐不思蜀也，余则成我不干了，我直接归顺了得了。所以这猪八戒没用了。太上老君一看自己动手吧，怎么动手呢？派自己身边的人，咱都知道有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俩人是什么？是太上老君的炉子烧炉子2个童儿，说他俩跑到下界来，跑到一个地方叫平顶山。你看《西游记》原书里写的非常准确，他是拿着一张图下来的，这图上唐僧师徒4人像都画好了。这个银角大王呢，抓了唐僧，抓了沙僧，抓了猪八戒，金角大王都说抓错了。你看一般妖怪针对谁来？都针对唐僧吧，要吃他，哪有见唐僧说抓错的？目的就是针对孙悟空，要收拾他。结果也果不其然，孙猴和他们一照面，差点被金角大王移山倒海那法术给压死了。就他这能耐大在哪儿？太上老君给他的，给他指点你该怎么办。所以这一弄的话，孙悟空也没招了，只能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看这事儿，太上老君出来挡道来了，哎，也告诉孙悟空该怎么弄。孙悟空小宇宙爆发，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通收拾，最后把这5件宝贝都给弄来了。到这时候，太上老君这厚脸皮劲儿上来了，就说我这2个童儿再失败，死就死了，我不管了，这宝贝是我的。太上老君厚着脸皮出来要宝贝，你就想想，他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赶孙悟空把他们打赢他再出来，他不闲的吗？他出来跟孙悟空说，哎呀，这是我下边2个童儿，正好我抓不着他，收拾你替我收拾，我谢谢你，把宝贝赶紧还给我吧。再说这不是我干的事啊，是菩萨为考验你。你看这又挑拨离间，他还没说是哪个菩萨，那孙悟空一想就观音呢，那还能谁呀？这倒霉观音他怎么这么收拾我呢？他还挑拨离间。你要说这一个事儿不足以证明太上老君想弄死孙悟空，要跟观音菩萨争地盘，还有个事儿特别典型。太上老君一看派别人也不放心，派自己的坐骑那个青牛，
这个历史上有这真事儿，就老子啊，在现在这个陕西函谷关从那儿出去的，叫骑青牛过函谷，青牛西去，紫气东来。这个青牛是老子的坐骑，在天上下来了，青牛精带着太上老君最厉害一个宝贝，一个金刚圈。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金刚圈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什么宝贝扔过来都能给你收了。所以打这孙悟空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青牛精孙悟空还叫嚣，指着孙悟空鼻子：“你们上头有人吗？你找去吧，你找谁我灭谁，找谁我灭谁。”孙悟空一看没招了，找如来佛祖吧，他能耐最大。如来佛祖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不好跟你说。”如来佛祖知道这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骑，他出来挑事儿的就代表着太上老君，我要收拾他，这我们就得罪太上老君了吗？佛祖和道祖两派要争起来，那这就是第3次、第4次世界大战了，这收拾不住局面了。所以如来佛祖轻易不肯抓破这脸儿，还得想办法呀。因为孙悟空是他扶植个傀儡，替他取经呢。想来想去，如来佛祖想个办法，这么着，我呀让18罗汉跟你下去收拾他，带着金丹砂来打这妖精。他这么安排完了，又跟18罗汉说：“你们注意啊，要真收拾不了这妖精，你赶紧找太上老君，你求他。”因为如来佛祖知道背后这事儿，带了18颗金丹砂往下一打，人家金刚圈一拿，歘，把金丹砂收走了。这时候没招了，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出面了：“行啊，我管吧，这是我们家这畜生，快现原形。”金刚圈一收，驾着这青牛精上天了。哎，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知道金丹砂是什么吗？一颗这么大点金丹砂相当于一座金山，等于如来佛祖用18座金山来贿赂太上老君，这是买路财。我给你18座金山，你赶紧放唐僧师徒走。太上老君也财迷，18座金山，行了，要甭杀他了，你赶紧走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你听着我说这，你觉得没道理？你把《西游记》原著打开，你看看，我说这是不是真事儿？他为什么吴承恩这么写呢？最后咱得跟大家说，当时佛道两家都想和世俗政权搭钩，来争夺地盘，这里边难免有贿赂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事儿。所以吴承恩也是借用这个笔墨来讽刺一下当时入了俗的佛道两家好多背后的一些勾当。当然他这是说道家太上老君贪财，他后边也没惯如来佛祖。那么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最后要把那经书拿出时候，那两个尊者是有没有什么人事啊？所以吴承恩在这里头哪家也没惯着，他写的是宗教啊。我们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很大程度是一种哲学思维，但是一变成宗教了呢，着了世俗相呢，他肯定就要扩大自己的地盘。你假如说佛本身要普度众生，要散财的话，那他何必敛财呢？很多这个庙里头，你看让你敬献香火供奉，他有很多钱，这是违背佛家思想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精妙的佛家思想当作佛教的世俗表现。它既然进了世俗表现，就必然有丑、有美、有善、有恶。而在那种专制的压库之下呢，佛道两家为了获得更大的资源，很可能就有一些不太道德呀、不太美观的事情出现。所以吴承恩笔下描写的就是那个时期佛道的一些阴暗的地方。所以我们翻开《西游记》，其实呢，你可以把明朝时候那些社会现象，通过他皮里杨秋的这种描写方式，看到背后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给大家讲中国古代很出名的一种韬略，叫36计。这36计呢，咱们很多人一看什么上屋抽屉、欲擒故纵啊，这围魏救赵，趁火打劫、借刀杀人、瞒天过海，说这里头东西都是成语，有些呢还跟什么古代的周易啊、孙子兵法呀能联系上。说看来这36计有年头了，其实不是。36计真正形成完整的这么一本书，是在明清时期才形成。
就算是明末清初时候才有这个，当时还是作为呢不是单行本，而是一部分附到别的书后头。到大清的时候呢，这才单独的单行本36记才出来。所以36记有很多的计策呢，并不是根据上古时候的事来的，而往往和明清时期流传的一些小说啊、民间故事都能挂上钩。你像今天我们说这一记，其实就是根据明代的小说里边一个情节来的。哪本小说呢？《西游记》。哪一记呢？趁火打劫。书上说了8个字，叫敌之害大，救势取利。就是敌对方呢，他出了大麻烦了，出大事了，救势取利，我借着乱乎劲儿我捞一把，这叫趁火打劫。那有人说，那为什么非叫趁火打劫呢？趁水打劫不行吗？发大水的时候，趁地震打劫不行吗？趁埃博拉病毒打劫不行吗？他为什么就叫趁火打劫呢？这就是我刚才说他取自《西游记》一个故事。哪个故事呢？咱们看过86版《西游记》连续剧都知道，有一集叫祸起观音院。就说这个唐僧师徒取经啊，经过了这个观音院这地方，都是佛门同道在这儿住。这观音院的主持呢叫金池长老。金池长老一看这个袈裟真是宝贝，这眼睛就掉里了，拔不出来了。就这么金池长老呢，从唐僧那把这个锦兰袈裟带回自己的卧室，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说这个跟徒弟说，我想多看2天。那徒弟说，师傅啊，那你就留着唐长老住呗，想多看1日便多留他住1日，想多看10日便多留他住10日。这时候长老一句话把内心世界暴露了。这时候金池长老取了3毒了。何为3毒呢？佛教讲贪嗔痴为3毒，这长老全犯了。首先一个迷上这袈裟了，犯了痴字；第二个想留得长久据为己有，犯了贪字；第三个怎么能据为己有长久呢？想把唐僧给杀了，犯了嗔字，就动怒念，动恶念了。他想个什么招呢？这个金池长老执行力够强的，马上让徒弟去找柴火，干嘛？要把唐僧住的屋烧着了。说白了，就把你师徒4人都烧死了。然后这袈裟他不就留得长久吗？所以出家的长老这么恶毒，他肯定遭报应。孙悟空神通广大呀，把这过程都听来了。孙悟空这也挺毒，他想个啥办法？说我要跟我们师徒4人说走就走了吧，这不解恨。你是害不着我们了，但我得想法惩罚你。他想个什么办法呢？你烧你就烧，我不管。他到这个天上找4大天王，赤果天王、广目天王、增长天王、多闻天王。广目天王呢，拿把伞，大伙儿记得吧？这伞叫什么呢？学名叫避火罩。就是你把这伞往在上面一拿，火水都侵犯不了你。他把这避火罩拿来，就凑到唐僧师徒4人住这屋上。所以就是烧，你别的地方噼里啪啦都着成火海的，避火罩底下安然无恙，啥事没有。把唐僧的和猪八戒、沙僧呲儿呼睡得还挺香。结果这一烧，这个地方是没事了。孙悟空也坏了，他在外边开始呼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烧开了，结果把观音院整个都烧了，就把金池长老这老家都给烧没了。这长老惊慌失措，最后跌到火堆里也死了。那么这个袈裟可在金池长老手呢。等孙悟空把这些事办完，再找这袈裟没了。老和尚也有俩朋友，在附近有黑风洞，黑风洞山上呢有个黑熊怪，叫黑熊，修炼成精了。这个黑熊怪呢跟老和尚关系不错。这天晚上一看观音院这火着的，搂都搂不住了，这都出大事了。黑熊怪一想，老和尚有不少宝贝啊，这样都给烧了，多可惜了。我借这机会我捞来，所以黑熊怪借着这火势就来了。
所以这黑熊怪的行为是啥呢？这就叫趁火打劫，借着这股火着，反正我借机会捞点便宜。所以这个故事呢，后来形成36计趁火打劫的一个原型故事。趁火打劫，趁火打劫，就指着霍启观音院这一把火。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能看出来了，要想避免被趁火打劫，最关键是你得别着火，也就是说你这别出事儿。哪儿出事？内部，就内部如果不乱阵脚的话，对方是没法趁火打劫的。那么咱刚才说这个呢，这是个神话故事啊，你要跟现实勾连。中国历史上你翻开王朝兴替时候啊，趁火打劫的事遍地都是。最大的一次趁火打劫是什么呢？就是明王清盛这个过程。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最大趁火打劫呢？本来啊，这个大清那时候叫后金，就努尔哈赤建后金，完皇太极立大清国号。那么当时的这个后金呢，对这个大明天下觊觎已久，而且后金的力量在努尔哈赤的带动之下呢，越来越强大。努尔哈赤呢，找机会就说我对大明王朝有7大恨，1、2、3，就是列举历史上这些个恩怨，说是7大恨，说要报仇，其实是想呢冲出山海关，占领中原。那个时候大明呢，虽然说整体形势是往下走，但是军事实力依然不可小觑。所以双方打来打去呢，努尔哈赤呢带领的后金呢势如破竹，打了不少胜仗。可是将要打到山海关的时候，大明的一位出名的将领袁崇焕带领自己部队跟努尔哈赤相视成。僵持这个时候，后金包括后来皇太极一看，一时半会儿是动不了，就大明还是残存势力挺强，那咱别动了，等吧。等啥？等机会。所谓等机会，等的是什么呢？看你大明后院如何起火。因为大明王朝那时候已经处在风雨飘摇当中，说白了，我不跟你打，我等你里头出事儿。等着等着，他里边真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这里头啊，大明崇祯皇帝上来，为了能够振兴明朝，他国库空虚啊，要钱呢，开始收赋税。可是收税是收税，下边执行这些官吏早已经严重的贪污腐败，所以上头一说收税，加倍的搜刮老百姓，弄得老百姓没活路了。就是我在这挺着，那我就得饿死，那我还起了造反争一下吧，志不济把我砍头了，我也是死，那得作一作闹一闹。所以各个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几股大的起义军闹起来了。闹起来，大明一看呢，这不行啊，但是他依然有这韬略，把最精锐的骑兵呢布防到山海关一带，防备这个后金打来，然后呢把这边的大将孙传庭撤回来，让孙传庭到西北剿匪，说白了就剿灭农民起义。孙传庭是个有本事的人，而且那阵大明国力还可以。两军阵前交锋呢，先是剿灭了高迎祥闯王，后来又收服了张献宗，然后又把新闯王李自成给打得稀里哗啦，屁滚尿流。李自成带着17个人跑进陕西商洛山躲去了，就根本不是大明正规军对手，起义军都是乌合之众。本来这个时候挺好的，你就按照这个势头发展没问题。可是大明内部又起了第二把火，什么火呢？内部不和，有人嫉妒孙传庭立了大功，就在崇祯皇帝面前进谗言，说孙传庭啊，本来在辽东那就是将领，势力就大，这回又剿灭叛贼，据说和叛贼有勾结，这势力从西北连到东北，这将来天下就是他的了。崇祯皇帝害怕，听这谗言，结果把孙传庭投到监狱去了，给抓起来了。他这一抓起来，没人剿灭农民起义军了，李自成得到喘息之机，再加上老百姓对大明王朝确实不满，这个人心向背是非常关键。等李自成再揭竿而起，哗啦哗啦，老百姓又过来，这时候再打，大明一看没人能打仗啊，赶紧把孙传庭从监狱里放出来再打。可再打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了，为啥？连大明军队都不愿意给明朝效力了。
而且老百姓这时候被压迫的非常狠，反抗的劲头非常强，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乌合之众，势成水火，这造反是遍地连到一块了。李自成顺利打得开封，后来打洛阳杀福王朱常洛，最终又是得了很多这个粮饷、金银财宝，势力1000天大，最终打进北京。李自成兵长驱直入打进北京，把崇祯皇帝逼的在煤山上吊。那么可以说，大明朝廷里头后院起火，第一个趁火打劫的受益者是李自成。要没有他内部斗争，李自成不可能那么快就打进北京。那么打进北京之后，整个这个形势，受益者就转到了大清这边，皇太极他们这边。为啥呢？皇太极这时候等着等着，终于等到山海关以里汉族的天下乱套了。乱套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这个吴三桂呢，统领4万雄兵，驻扎在山海关。本来吴三桂呢也知道大明王朝挺不多长时间，一看李自成攻进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双方一谈呢，吴三桂说得了，我带这么些兵呢，我也有势力，我想图荣华富贵，我投降李自成，不给大明效力，那都要死的政权了，要他干嘛？吴三桂带着兵要往北京走的时候，从北京那传来消息了，不是北京城乱套了。吴三桂他家不在北京吗？他爹让农民起义军给打了，家里让起义军抢了，他一个爱妾陈圆圆还让这个刘宗敏给霸占了。刘宗敏就李自成手底下大将。吴三桂一听，我这回去干嘛呀？我回去也得挨收拾。所以吴三桂干脆转身带兵回山海关，跟李自成掰了，跟你对着干吧。所以这后来才有痛哭六军拒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什么意思？冲冠一怒为红颜，说是为陈圆圆，那都胡说呢。是吴三桂审时度势，不可能为一个女人他做出这么大举动。痛哭六军拒缟素呢，咱出师得有名啊，马上都穿白挂孝。为啥？给崇祯皇帝吊孝啊！我忠于大明，这个你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我得给你报仇。可是说报仇，李自成那边知道吴三桂这4万人造反了，亲提雄兵10万往山海关镇压吴三桂。因为咱知道从北京到山海关很近的，吴三桂一算自个儿4万，人家10万，打不过人家。这时候吴三桂琢磨了，哎呀，反正有奶就是娘吧。这边呢就是皇太极，就大清，我向大清求援嘛。所以第一次趁火打劫是利用吴三桂自身难保，逼他降清。吴三桂没办法了，把旗帜也换了，换成清朝的旗帜，头发也剃了，这4万汉兵算是投降了这个大清。这样呢，第一次趁火打劫，皇太极呢把吴三桂的士兵并过来。那第二次趁火打劫，这手段更高。这不李自成大军来了吗？跟吴三桂就打起来了。吴三桂觉得有底气，大清帮我了，打吧。吴三桂这个正规军呢4万挺厉害，跟李自成这10万兵力就僵持。所以你看这个趁火打劫这一计，大清用的非常好。好在哪儿呢？他能坐等时机，等到你着火，而且他在着火最紧要的时候，作为一个砝码，抓住你的薄弱环节来要挟你，最终他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咱们说趁火打劫的关键在于你着火，人家才有机会。有的人说那这着火咱别让他着呗，这很难避免，因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难免有疏漏有纰漏。你说你啥错误不犯很难。诸葛亮厉害吗？那还重用马谡失街亭，没招摆空城计。所以就说内部出现纰漏，出现点这个祸患难以避免。那么怎么样能够减少损失呢？就是趁火打劫，你想让别人不抓这机会很难，那怎么能够减少打劫的损失呢？你自个儿得谨慎，时刻保持警惕，轻易不能冒险。在现代世界上，趁火打劫例子也很多，这种趁火打劫与反打劫之间的较量都有。你看比较典型的，咱们都知道90年代末期时候有个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提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多人想到一个人，乔治索罗斯，金融界大鳄，说就是他弄的。
他采用一些阴谋诡计，洗劫东南亚金融界，最后弄得好多人都跳楼，他挣了好几十亿美金，每一分钱都沾上东南亚人民的鲜血，很多人恨他。但其实索罗斯是个什么人？金融领域了不起个专家。他为什么能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你东南亚本身的金融体系毛病就大。你看一开始索罗斯盯着哪儿？盯着泰国。为什么他盯着泰国呢？泰国当时的经济就出现泡沫，本来这个国家底子不那么厚，到处搞基本建设，又是起大高楼，又建铁路的，搞得红红火火的，老百姓疯狂的投资，买房子呀，炒股啊。就说经济泡沫一出现了，你的底儿没那么厚，是兜不住的。97年，索罗斯就发现这国家底儿不厚，有机可乘。他采用什么方式呢？大量的囤积泰铢，就泰国的货币泰铢，然后到一定程度往出放抛售。他动员了国际上很多金融公司，也是纠集了几十亿美金来的，气势汹汹的。结果泰国把所有的外汇储备拿出，挡不住了，一瞬间泰铢贬值，急转直下，老百姓跳楼一堆。为啥跳楼？你那么想，假如说我买房子，我用了20万泰铢，结果泰铢一下贬值了，我这房子不值钱了，我想上银行我还贷着款呢，可是泰铢贬值呢，我再还那些不行了，得成倍还，我这房子价值还没涨。你说资产原来有栋房子，现在变负资产了，我还到底给银行钱都不够。你说有受不了的不得跳楼吗？炒股今天这样明天这样，谁也受不了。所以那时间东南亚各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带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全跟着倒霉。而最后索罗斯呢，带走了几十亿美金不停。很多人骂呀，索罗斯缺德呀，其实你没法骂他，为啥？人家是抓住你的漏洞来，就是你的金融体系和你的经济发展本身的危机就很大。所以自那以后呢，东南亚各个国家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基于优势，对经济发展各方面的管控要比原先合理多。所以你不能说索罗斯如何，他最多算缺德，他人家不违法，你也拿人没办法。所以说趁火打劫，关键你自己的本事够不够硬。当你发现有危险的时候，能不能及时把危险控制到最低程度，而你不去冒险，这个很关键。但是说这个呢，总体来说呢是想获取自己利益，但是你要把它用到一些正当领域，把它用到商战上或者其他方面，你给自己的正当利益来自己做一番谋略，这还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趁火打劫呢，无非是个双刃剑。你用它行善那就是好事，用它作恶那就是坏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36计好多计谋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它有多精妙，要看你是行善还是行恶。所以这事儿给大伙剖析呢，不是教大家怎么用这事儿作恶，你好好琢磨琢磨，要能识别出对方要对你趁火打劫，咱早点防范也是好的。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今天说《西游记》给大伙说一个《西游记》里最为独特的一个妖怪，大家很熟悉，他的名字叫牛魔王。不光是《西游记》里有，周星驰演的《大话西游》里也有。为什么说牛魔王是最奇怪的一个妖怪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家庭情况来看，《西游记》里的妖怪绝大多数是单打独斗，老哥一个打光棍儿。我自己是妖怪，我在这就想吃唐僧肉，就想吃人。那么有的妖怪呢也有两口子，但基本上不合法。你像黄袍怪、赛太岁这样的，把人家的老婆、人家的公主给抢过来了，当自个儿老婆，当压寨夫人，这是不合法的。唯独牛魔王，你看啊，原配夫人铁扇公主，后边还有个漂亮的小妾玉面公主，还有个儿子火云洞的红孩儿，非常幸福的家庭，而且也是合法的家庭。再一点，牛魔王和那些妖怪不一样，你没见他做过什么孽，就说吃人呐、害人呐，没有过。可是就这么一个生活幸福也不作孽的普普通通的一个妖怪，
最后却遭到从如来佛祖那儿到玉皇大帝那儿，甚至地狱阎王那儿，都派人出来围剿他，把他给剿灭了。所以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妖怪，居然有这样的下场，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个极特殊的妖怪牛魔王。西游记里的妖怪呢，两种出身，一类是那天上有人的，这能耐都大，你像那个黄眉怪，人家是弥勒佛的跟班，拿出宝贝了，把孙悟空都吓得直往后躲，打不过他，这是一类上头有根的。还有一类呢，游僧野鬼，就是没有根的。你像白骨精这样式的，怎么扑腾都不行，变3回让孙悟空弄死3回，下场很惨。你看这牛魔王奇怪在哪儿呢？两边他都不靠。首先一个，他上面没人，没有啥官方背景。因为在这个神话传说里啊，咱们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来，这个老牛成精成怪的就那么几例。首先一个《西游记》里还有一个青牛，有太上老君那个坐骑，也把孙悟空打过呛，后来让太上老君收走了。第二个就牛郎织女里头，那金牛星下凡，告诉这个牛郎，你到哪儿找你媳妇去，你媳妇下河洗澡，你把那红衣服藏起来，她没翅膀飞不走，就你的了。哎，那个是个一头牛。还有的《封神演义》里边呢，那个武成王黄飞虎坐骑五色神牛，这是个成了神的牛。但后来这牛怎么地了，没下落了。但可以肯定的，绝不会是牛魔王。为什么？这个天兵天将围剿牛魔王，说牛魔王现原形了，是一头白色的巨牛。那五色神牛是穿迷彩服的，它能一样吗？所以他俩不一回事。所以牛魔王在这里头呢，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但他又不是那种像白骨精那样的二路货色，他能耐非常大。牛魔王，你看这个《西游记》里一出场，就是他第一次露面是什么？孙悟空到这个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找菩提祖师学72般变化筋斗云，学成了之后回到花果山，这有本事了，周围的妖魔鬼怪都愿跟孙悟空结交，其中牛魔王就在当地混黑社会，算是个老大，跟孙悟空拜了把子，孙悟空得管他叫大哥。后来这不是孙悟空在那儿做大了，天兵天将下来严打来抓孙悟空来，牛魔王不知哪儿去了，咱肯定没帮孙悟空忙。就介绍到这儿。再后来牛魔王出现是什么呢？孙悟空3吊芭蕉扇，过火焰山过不去了，铁扇公主不借给他扇子，他就只能打主意找牛魔王。你管牛魔王叫大哥，铁扇公主是我嫂子吗？再找牛魔王，牛魔王来气，一个是呢你欺负我老婆，再一个是呢你把我孩子给送监狱去了。他把红孩儿不弄到观音菩萨那儿当善财童子吗？在牛魔王看这就是蹲监狱的。所以那阵哥俩已经 PK 上了，打起来了。这就介绍到这儿，就是你没有哪个地方能看出牛魔王这么大能耐啊，一头老牛这样，他前世今生是什么没有介绍。他本身这个身世线索断了，咱就得从他周边人上琢磨。他最近的人是谁呢？他老婆铁扇公主。你注意有一点，所有的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也好什么的，你看这些妖魔鬼怪叫这名称，白骨精叫夫人啊，杏树精叫杏仙，这都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没有几个敢管自己叫公主。因为公主这个东西至尊无上，她至少得是哪个王爷的女儿，你才敢叫公主。你这里头除了铁扇公主她这么叫，还有那牛魔王那个小妾玉面公主，其实就是玉面狐狸精。她为什么能叫这个？她心里来气呀，她等于从现在话说她是小三儿这个位置，她觉得自己再不贴点金没法跟那大老婆铁扇公主对抗，所以她管自个儿叫玉面公主。就公主这俩字儿不是随便封的，就是铁扇公主她也一定是跟哪个国王有直接关系。而且牛魔王介绍过自个儿老婆，说我妻自幼羞耻，也是一位得道的女仙，就是人家是正根儿，不是说哪个妖魔鬼怪练多长时间了，完了玉皇大帝发个文，行了，准许你下山作孽去吧，你去吧，不是那种来历，他有正根儿。
那么你捋着这条线索分析，铁扇公主的地盘哪儿呢？800里火焰山。火焰山现在哪儿呢？中亚一带。那么你要捋着这个思路算呢，铁扇公主还有个外号叫罗刹女。这罗刹指的哪儿呢？我一说你就想起来了，金庸的《鹿鼎记》里头说韦小宝到罗刹国，罗刹国哪儿？就俄罗斯，其实也指现在中亚腹地非常开阔的这一带。这罗刹国有个特点，过去书上记载，男的极丑，女的极美，都大美人。你看俄罗斯女孩20多岁，漂亮着呢。就说你这么看，罗刹女说明铁扇公主这个来头啊，是西域一带某个国家的公主。那么你按这时间推算呢，孙悟空、唐僧师徒几人呢，到火焰山是大唐贞观13年，就唐太宗贞观之治，贞观13年。如果按300年前他就得到了，贞观13年往前推300年，什么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我们叫五胡乱华时期，是那段历史。那么《资治通鉴》里呢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当时呢五胡乱华时候呢，前秦的宣昭帝苻坚，他带兵呢往西北攻打，打下了龟兹国。龟兹这俩字呢，龟就是乌龟的龟，兹就是这个滋味的滋，去了3点水，不念龟兹国，龟兹国。就咱们看这历史课本张骞通史西域里头也有这个，把龟兹国打下来了，然后从龟兹国呢俘虏了一位高僧叫鸠摩罗什。这历史上鸠摩罗什实有其人，确实是一代高僧，也确实是龟兹国来的。这个鸠摩罗什他母亲是龟兹国国王的妹妹公主。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这个公主生下了鸠摩罗什之后，潜心修佛，后来也成道了，得道了。所以你按这个线来看呢，可以把铁扇公主跟她摞一块儿。就铁扇公主就是鸠摩罗什的母亲，就是当时龟兹国王的妹妹，所以才配叫公主，也得道成仙了。那么按这一捋，你就知道牛魔王是谁了，那就是铁扇公主，就是这个龟兹国王他的妹夫。他的妹夫当时是龟兹国的国师，鸠摩罗什他爸爸叫鸠摩罗炎。你要再从他身上找证据就好找了，鸠摩，你听着像什么？鸠和牛音差不多，鸠摩其实就是牛魔。而且鸠摩罗炎老家在印度，我们都知道印度人不吃牛肉，奉牛为神仙，为图腾。所以你从这点来讲，他崇拜牛，他这名字就这么叫，叫来叫去，鸠摩以讹传讹就成牛魔了。那么当然有人认为你这个不合理，还有一种说法比这个奇特，说什么呢？说红孩儿啊不是牛魔王儿子，红孩儿是铁扇公主和太上老君的私生子。说铁扇公主是太上老君在人间包养那个情人。要说这更胡说了，这怎么回事？你看他能分析，你看红孩儿，他说他牛魔王儿子哪儿长得像牛？不是他儿子，要是他儿子能没点牛的基因吗？没有。那三昧真火谁有？太上老君呢？他那炉子里头就是三昧真火嘛。再更重要证据呢，铁扇公主不使个芭蕉扇吗？芭蕉扇《西游记》里出现好几回。最早我前面说过，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太上老君两个同儿把太上老君宝贝带走了，就有芭蕉扇。这芭蕉扇怎么来的呢？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昆仑山一棵仙藤上结下来的这么一片叶子为芭蕉扇，就是太上老君这儿有，他不给铁扇公主，铁扇公主哪儿来的？再一个，铁扇公主所在的火焰山是怎么来的？孙悟空当年把太上老君炼丹炉打翻了，有2块火砖掉到人间了，形成火焰山。这是孙悟空造的孽，太上老君那个炉子里掉出的砖。那这个位置不得找个重要人看呢？怎么就轮到铁扇公主看了呢？那是太上老君从中给情人找的美差。那说这对不对呢？你要把《西游记》都看下来呀，这说法无稽之谈，也漏洞百出。为啥？首先一个，那牛的孩子就非得像牛吗？咱们现实是这样，但是神怪小说里可不是这样。为啥？你看前面我们说过，
那个猪八戒的原配，就高小姐前面还有一个叫阮二姐，跟猪八戒在一块待几年就死了。这阮二姐呢是怎么来的呢？是凤凰下的蛋，下出一个孔雀一个大鹏鸟，连凤凰都能生出孔雀和大鹏来，这神话里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个。再你说三昧真火，红孩儿是从嘴里往出吐火，你没见太上老君嘴里吐火，就这俩人不见得是一路子。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这个推测也没有多大道理。所以你把这些证据摞一块儿啊，就说明这个事儿多少有点扯。但有一点呢，差不多说的对，就是牛魔王啊，确实有那么点窝囊。他跟玉面狐狸精啊，他是吃软饭去了，而且得到铁扇公主同意。这玉面狐狸呢，原来他爸爸叫万岁狐王，老狐狸，死的时候呢，留下万贯家财。玉面狐狸一个弱女子守不住，能耐小，我得招个上门女婿，找谁呢？相中牛魔王了，而且跟牛魔王老婆谈了，咱姐俩好好商量，我要人你要钱，我给你钱买行吗？他跟我过，要不然我守不住这家财。说这是根据哪儿来的呢？后来孙悟空在《西游记》里不是找这个牛魔王商量，你跟我大嫂商量商量，把扇子借给我，我们师徒四人好过去，就得罪了当时他的老婆玉面狐狸，其实牛魔王小妾。当时他这一提起铁扇公主，这玉面狐狸来气了，说自打到我家这2年，不知道给了铁扇公主多少绫罗绸缎，供他柴米油盐，他自在受用，到现在这还跟我讲这些。你看，就是底下他跟铁扇公主签了合同了，这牛魔王啊，你就给我吧，这人跟了我，然后我不有钱吗？我搁钱买。说白了，他俩是什么？买卖婚姻。就说爱情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是吧？但他这不是爱情，说白了就是搭帮过日子。说为什么他相中个老牛呢？因为牛魔王这人踏实，不作孽不惹事儿，相对来说作为一个男人来讲能靠得住，而且牛魔王能耐也大，一般妖魔鬼怪不敢上来呀。在他人脉广，有什么事儿呢都能打点得开。所以这3条摞一块儿，玉面公主才把他当上门女婿。所以这不是牛魔王找小三儿，而是人家自个儿招上门女婿，一桩买卖婚姻。所以你再这么一分析，牛魔王在《西游记》里所有妖怪里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照理说他不招灾不惹祸的，这怎么也不害人，怎么最后弄这么下场？从孙悟空到猪八戒，从天兵天将、托塔李天王、哪吒，再加上太上老君这边，再加上如来佛祖，还有阎王爷这，都形成联合军队来围剿他。当然他是直接跟孙悟空发生冲突了，因为借芭蕉扇事，这就是个引子。这个冲突根本构不成大罪过，怎么那么多人来收拾他呢？羡慕嫉妒恨，天上地下神仙都羡慕嫉妒恨牛魔王。为啥？首先一个，牛魔王不差钱儿，有钱，800里火焰山是他家的，玉面公主呢，积雷山魔云洞最起码有他股份，他儿子红孩儿站的杜松涧火云洞也有他股份，这地盘弄到一块儿，他得管多少地方？再一个，玉面狐狸留下万贯家财，这有他不少啊。铁扇公主也有钱，牛魔王不差钱儿，哎，家财万贯，很富裕，他用不着作孽。再第二个呢，人老婆还好看。再说这铁扇公主叫罗刹女，罗刹国就男的很丑，女的很漂亮，你原配就漂亮。再娶这小妾玉面狐狸，你一听这就魔鬼身材，天使面孔，漂亮。你说那些神仙在天上干在那等着，一个个干靠在那，你可倒好，2个绝世美人都归你了，能不恨吗？再第3个，牛魔王自在，你天上神仙给玉皇大帝打工，那些罗汉在佛祖面前天天的跟小学生似的，你看牛魔王一天吃喝玩乐，正跟孙悟空斗着呢。来人说我家龙王请你吃酒，哎，牛魔王说那马上换身衣服，我得去赴宴去。他一天干啥？就吃吃喝喝。所以你想，有钱，女人漂亮，悠闲自在，还没事儿，你这日子哪儿找去？
哪个神仙能有他日子过得好？所以大伙儿一看，我们都苦熬苦夜的，就你在这潇洒快活，这有点事儿我还不弄死你这人。所以孙悟空跟他一发生冲突，这些有闲工没闲工全上来了。围剿牛魔王这段很有意思。照理说牛魔王本事呢不比孙悟空差，他俩差不多，骨子里头牛魔王是非常懦弱的，胆小，也不敢直接面对这些天兵天将。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我说的有钱，女人漂亮，又这个悠哉，他这种日子过长了，他就惜命了。你看人要穷，穷的不行了，天天遭罪，不行我拼命得了，反正这也遭罪。他要真过上好日子，他不愿意拼命了。这就像你看前不久大家看这个《精忠岳飞》这电视剧，黄晓明演这里头，你看那康王赵构不就是吗？赵构前半生年轻时候厉害着呢，他是想在自己爹宋徽宗面前证明自个儿，我虽然排第19，不是正出是庶出，那我得表示我有能耐，刀马弓箭样样纯熟，什么事都敢往前冲。可为什么后来熊成那个样子了？你马杜康王派秦桧弹劾去，不敢跟金国正面。他当上皇上了，好日子过长了，他怕失去皇位，那万一岳飞把他爹和他哥哥弄回来，他当不上了，合法性没了。所以他这时候人心里沉了，功名利禄坠上了，好日子过长了，自然他的精神就懈怠下来，当初那股血气勇气就没了。所以就我说牛魔王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悲剧，其实我们现实当中好多人身上都有。年轻时候很有闯劲，很有冲劲，要干一番事业，刚刚有点小成就，成了家了，有点钱了，爱惜自己眼前，就不敢为了理想主义拼命往前拼搏了。所以这不仅仅是牛魔王的悲哀，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哀。我们这个系列呢，又开始给大家解读传统的名著《西游记》。那么解读《西游记》呢，以前我们说了《西游记》里的各色人等，包括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菩萨、孙悟空唐僧诸多人。那么《西游记》里边981难里边有绝大多数的劫难是和妖怪有关。那么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西游记》里妖怪哪个最厉害？有的人说好像太上老君那个坐骑青牛精厉害，还有的说那个什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厉害。这些不算是顶级的妖怪，顶级妖怪咱们介绍过一位金翅大鹏鸟，孙悟空一个跟头10万8千里，这伙计一扇翅膀5万4千里，他那一个跟头他扇2下翅膀追上来，孙悟空也奈何不了他。但是咱们说这妖怪厉害呀，除了能耐大以外，还有别的标准。什么标准呢？无法无天，胆儿还得大。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详细讲解的这位妖怪，不光是能耐大的吓人，而且胆子也大的吓人。而且他这胆子大呀，我们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就是他的来历，他的目的都很可疑。这个谁呢？这个妖怪叫黄眉怪。那么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想起来了黄眉怪好像这主自己整个小雷子冒充如来佛，还把孙悟空他们给打的没着没落的，最后才知道他原来是弥勒佛旁边的这个司庆童子，干嘛的？就敲那磬的，说白了就是佛教音乐团团长，是干这个角色的。后来让弥勒佛把他给弄走了，说孙悟空拿的都没招。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黄眉怪可疑呢？你看这个妖精有好多种类型，小一点的呢不敢露面，什么这蝎子精蜈蚣精都是大王怎么着，报大王，保准那大妖怪唐僧到哪儿了，这才说怎么着，都这个。还有一类妖怪呢，虽然有点能耐，有野心，比方说想吃唐僧肉，可是怕孙悟空，一见孙悟空就躲，典型白骨精。白骨精呢多般变化，又变成村姑老头老太太，干嘛？就是为躲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另外一类妖怪能耐不差，并不怕孙悟空，
可是人家下来不会吃唐僧肉，或者最多是想把唐僧肉弄来，也不想弄出太大动静。可是这个黄眉怪可胆儿太大了，他居然冒充如来佛祖。西游记里写吗？这个黄眉怪是981难里的第57难。说这孙悟空师徒4人往前走，见前面紫气缭绕，什么地方？神仙待的地方才紫气缭绕。所以这紫气缭绕，非仙即佛，庙上写仨字雷音寺。唐僧孙悟空都傻了，说咱们历尽千辛万苦西天取经到哪儿？就是到西天大雷音寺啊。说莫不是这如来佛祖就住这儿，咱怎么提前到了？这动车也太快了吧！这就是嘀咕了，说进里看看吧。一进里边一看不得了，因为中间唐僧虽然没到过，唐僧的前世是佛祖的二弟子金蝉子，前辈子事多少记着点。孙悟空好多次到西天雷音寺帮过救兵来过，一看这里边，对，没错，你看4大金刚啊，8菩萨，5阶地，还有500罗汉，一个个这长眉罗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没错，这就是佛祖待的地方。但是孙悟空啊，他有第六感，就觉得哪儿不对，说不上来。等识破了之后，这佛祖翻脸了，就是黄眉怪。而且这黄眉怪厉害，你孙悟空不有能耐吗？在他面前走不上几回合，嘁哩咔嚓把这哥是全给都抓住之后呢，这黄眉怪自称我乃黄眉老佛。没几个妖怪假冒神仙敢直接管自己真叫仙真叫佛的，他就敢直接这么叫。你为什么我说他这个胆大的无法无天的程度呢？因为在过去啊，你要假冒最高领导人，这个罪过大的都没边了。你看这个《西游记》里边也有，你敢假冒这个仙佛，没好下场。你看那个有3个犀牛精，在金平府那一集里头，这仨犀牛精冒充佛爷，最后什么下场呢？皮被扒了，脚被锯下来了，肉给吃了。这是《西游记》里妖怪最悲惨的下场。其实何止是咱说这个妖怪《西游记》，你现实当中也是。过去最大罪过，说假传圣旨都不得了，你要冒充皇上还了得？那同样，仙佛一界也是如此。说你随便我就玉皇大帝了，我就如来佛了，了得吗？就说这个黄眉怪啊，胆子都大的吓人。而且他把这个孙悟空抓住了呢，你看他那理由有意思。一般妖怪都为吃唐僧肉，人这黄眉怪根本不屑于吃唐僧肉，我吃你干嘛呀？腥了吧唧的是吧？蛋白质什么的，脂肪也都没什么营养。因为这个唐僧肉啊，在这个《西游记》里头是吃完了以后啊，可以长生不老。但你看长生不老手段可不光这个，蟠桃啊，此株蟠桃9000年一开花，9000年一结果，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这是那小土地爷对孙悟空说的吗？你再比如太上老君金丹，吃了以后永享仙府，寿与天齐。也就是说人仙家那不开荤，人吃你唐僧肉干嘛？不屑于吃唐僧肉的，说明他已经长生不老，或者有本事吃到仙桃金丹人参果。由这点就看出这妖怪这来历小得了吗？肯定。而且他这个那不仅孙悟空弄不过他，神仙来也弄不过他。说有的妖怪呢，神仙来不怕，噼里啪啦一通打，神仙不一定打得过他。这个黄眉怪是一个人就能干倒一堆神仙，能把这些神仙都逮着。而且他的法器一般神仙也破不了，他法器是个金挠波，跟那锣似的，把孙悟空扣住。孙悟空可出不去了。当初观音菩萨不给过孙猴3根救命毫毛在耳朵后边，说你真有难呢，把它拔出来一吹，变什么都行，救命毫毛。这时候孙悟空拔下救命毫毛，攥这个金钵，攥不动，根本就攥不动，出不去。没办法了，孙悟空开始念咒，其实跟现在发短信差不多，
发微信发短信，调什么？调他这些这个神仙里头一些朋友。调来谁了呢？请来了佛祖身边的五阶帝。这五阶帝可不是一般人。五阶帝是什么呢？金光阶帝、银头阶帝、般若阶帝、般若僧阶帝、摩诃阶帝，为五阶帝，是佛教里头啊五方护法神，说白了力大无比。把这五阶帝给拘来了呢，干嘛呢？我不给扣里头了吗？孙猴说：“赶紧给我抬这个金帛。”九牛二虎之力抬不动。你就说这宝贝得多厉害吧？那抬不动，我得钻出去吧？请谁呢？再念咒。玉皇大帝一看，给面子吧，调动28星宿下来给我弄这个，谁也弄不动。最后没招了呢。28星宿有个亢金龙，亢金龙就是龙啊有脚啊，他这脚硬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吃哪个地儿都使出来，把这脚啊钻到这金钵里。然后孙悟空再用压耳毫毛变个钻，在这亢金龙脚上钻个小窟窿，然后自个儿小再小呢，钻到这个脚里头，这脚抽出去，这孙悟空才脱身。你就琢磨这劲得费多大劲吧？孙悟空真弄不了这妖怪，弄不了妖怪咋办？请救兵吧，师傅在里头呢，让他抓去了。他就开始广请救兵。结果这把一帮救兵弄来了。咱们刚才说这28宿啊，这个五阶帝来了，这不要跟这个把孙悟空救出来，跟着黄眉怪开战吗？黄眉怪哥哥就不搭了，哗啦一兜把这人全兜了。就这一票神仙都干不过他一个人。孙悟空又跑出来了，先跑到武当山，找到武当山的真武当摩天尊。真武当摩天尊说：“那好吧，我给你搬救兵，我把我座下的五大神龙拨给你。”龟蛇二将拨给你。这武当山风墙洞龟蛇镜，龟蛇二将和五大神龙来了，没用，让妖怪给抓住了。说再请人吧，一个跟头翻到南瞻部洲，请国师王菩萨。王菩萨说：“我把小张太子年富力强派给你，我还有4大神将都拨给你。”这些人一样，一个没跑，都给抓住了。《西游记》原书里写，孙悟空跑是跑出来了，急到什么程度？躲到山背后哭。你们见过孙悟空哭吗？就把孙猴逼到这个程度，就这个妖怪的法力远在孙猴之上。你看，也不屑于吃唐僧肉啊，胆子还这么大，冒充佛祖敢，自称黄眉老佛。那么最后这问题怎么解决了呢？咱们前面说了，这黄眉怪呢是弥勒佛座下的司庆童子敲钟那个，遇到这个危难了。孙悟空还没来得及搬救兵呢，也不怎么的，弥勒佛就来了。弥勒佛来了，不请自到，说这事儿我能帮你。这么着，你呀变成个西瓜，我就呢变成种西瓜的瓜农。等一会儿这黄眉怪从这儿过呀，我来说动他把这西瓜吃了。这不孙悟空惯用的招吗？钻人肚子里头闹事去。哎呀，这黄眉怪来了，出来现出原形。这是黄眉嘛，一个小孩，黄眉童子。弥勒佛把他装到自个儿的口袋里。弥勒佛不是像布袋和尚吗？有个袋子装里头，走了。到这儿咱不少读者都看得别扭，为啥呢？这个假冒伪劣呀，冒充仙佛呀，罪过大了。他得到的处分这简直太轻了，连下文都没有了，就抓走了就走了。我估计那回弥勒佛呢，释放出来你接着干你的活吧。这也太轻了，为什么轻？你想想啊，就犯的过错里头。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当然了，那是天庭也没拿他当回事。要以天上那些人的本事，孙悟空闹不起来，也有意为之。如来佛化成菩提老祖，教唆孙悟空干坏事，最后大闹天宫，通过这个途径来完成西天取经。但就这样呢，佛祖假模假样，双簧得唱下去。5个手指头一翻，作为五行山，把孙猴判了一个有期徒刑500年，在这五行山底下压着。你再看这个真假美猴王六耳猕猴，能耐跟孙悟空差不多。他想干嘛？人家也没想吃唐僧肉，就想冒充孙悟空啊，跟唐僧西天取经，修个正果，一心向善。结果就这个，孙悟空一棒子把六耳猕猴打死了。
前面我说那犀牛精杀人冒充佛爷，最后那基本跟挫骨扬灰、扒皮抽筋差不多，最惨。你说这个黄眉怪冒充如来佛，最后居然一点事没有就给收走了，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妖怪不光来头大，这事儿可疑。就他是怎么下界的？什么原因处罚这么轻呢？首先一个呀，这黄眉怪下来不足为奇。你想他在弥勒佛身边，天天干的事儿就是就干这个，生活枯燥乏味。在眼看着身边和他差不多的人一个个下界降服去了，太上老君的司机青牛精下去占山为王了。观音菩萨有个宠物金鱼精到通天河那儿站着去了，这样事儿好多呀。文殊菩萨那司机青毛狮子下去当上了乌鸡国国王，你看这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当时这黄眉怪说，我这作为黄眉童子，我能耐比他们大，你看他们一个个下去了活得有滋有味的，他难受，就找机会往下跑。所以后来终于逮着机会了，说弥勒佛呢3月3赴王母娘娘蟠桃宴，没人看家了，好，他把那金钵偷出来跑了。他跑了下来，他自觉得他的能耐比什么青牛精比那些人大呀。你们在下边小打小闹，那我不能满足这个，我得干点大的。好不容易出来了，平常见弥勒佛、如来佛我都受气，冒充如来佛祖。当然这个呢，你可以解释他怎么跑出来的，但你要说他胆子真大到这程度，后来还没受惩，这就说不定什么原因他没受惩罚。咱们得给大伙好好解释解释他背后这个靠山弥勒佛。弥勒佛呢，民间供他呀，旁边有副对子，叫这不大肚子吗？弥勒佛这么咧着嘴乐，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说这弥勒佛啥也不想，胸怀宽广，是那样吗？不是。这个弥勒佛在佛教里什么地位呢？弥勒佛其实是未来佛，是释迦牟尼佛祖的接班人。弥勒佛接班人有悬念，悬念在哪儿呢？我刚才说西天如来策划了这么大一次行动，通过培养个造反派孙悟空，让他造反，然后呢带动把佛法带到东方。那么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传播佛法过程，佛教要扩大势力，它也是几种势力互相争夺。一种是佛教势力，一种是天庭道教势力，再有一种是各个妖怪地方的野势力，三种势力互相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佛教目的把这些势力都收归己用，但是给谁用呢？如来佛下边那么多菩萨呢，那么多尊者呢，归谁调动呢？谁主管呢？观音菩萨借这机会，自个儿不是执行者吗？那好，借这机会扩充自个儿势力，建一个地方我收，建一个地方我收。所以孙悟空那有事，观音来的最多。他这么一弄，弥勒佛不安了，他心里不得劲儿，所以弥勒佛要找机会打压一下以观音菩萨为代表的这个取经势力。所以对于黄眉怪下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作为未来佛都算计的清清楚楚，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黄眉怪跑了？怎么可能不知道黄眉怪下界要做这些事儿呢？他诚心一看事儿闹大了，行了，你把这各派势力都得罪了，不能事儿闹大，别引火上身烧到我这儿。他才悄无声息的下界把他弄走了。后来也没有多少人声张这事儿，这就说明弥勒佛有意通过这个事儿打压一下你，搞个火力侦察。咱说到最后，可能有的朋友说，老梁你就阴谋论吧，你就瞎猜吧。他不是我瞎猜，吴承恩写这个就是没法明着说当时明朝社会的黑暗，他要借着神仙怪道这个事儿讽刺现实当中的事儿。所以仙界即人间，佛界即人间，妖怪即人间。
他写的其实就身边的事儿，人间所有这些事情，他都要通过这个来反映，借以指桑骂槐，发泄心中对黑暗势力一种不满。所以他这里头东西都是有所指的。至于说是不是像我说这个吴承恩死了不能复生，谁也说不准。你要觉得我这解释不合理，你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解释黄眉怪怎么最后这么同情发落。你要解释比我通，我服你，下次我就说说你的啊。你如果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解释来，就当我在这逗您一乐，足能自圆其说也就行了。我要圆不上，那说明我这能耐不够，我能圆上，您就先听听我这，就当听个乐了。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那么《西游记》这样一部巨著呢，它列为中国4大古典名著之一。这部书里边最大的突出的长处是，它塑造了一个孙悟空的形象。这个和我们那3部古典名著完全不同。你看《水浒108将》，他是玩的是群像，宋江啊、武松啊、鲁智深。《三国演义》不用说了，刘关张、曹操、孙权，这也是群活。那么《红楼梦》呢，更是如此。你看着贾宝玉是个主角，要没有那些女孩子，林黛玉呀、宝钗呀、李纨呢、晴雯、袭人呢，她成不了戏。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其他的3大古典名著里，你很难找到一个倾全书之力集中塑造一个人这样的机会。但是《西游记》就不是，《西游记》所有的核心的内容基本上都立在孙悟空一个人身上。而且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正统、反抗强权的形象，《西游记》才成为4大古典名著之一。它的价值可以说有80%是寄托在孙悟空身上。那么孙悟空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石猴嘛，天上不长，地下不生，得天地精气，聚日月之精华，突然间咔嚓蹦开了，出了个石猴。为什么吴承恩要这么设计呢？孙悟空形象是什么？无法无天的，谁也不在乎啊！我什么人都敢反抗。可是我们说，你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说神仙是人类社会的升级版，那关系都是一样的。你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马克思还讲呢，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说白了，你爹、你妈、你老师、你领导，这不都构成了对你行为进行巨大影响的这样的层面吗？可是呢，石猴好就好在这儿，没爹没妈，所以他等于断了跟这个社会的一些人脉的联系，一些人情的联系。所以把这些断了之后，他才能做到无法无天。等于吴承恩在告诉我们，你要是不能像孙悟空那样天生地长，你有爹有妈，跟有各种社会关系，你不可能逃出社会这种范畴。你要真把社会各种规矩打破了，你也没法在这个社会生存了。只有孙悟空，我身边什么人没有啊，我也没爹没妈。所以咱们民间有的时候说谁，说你这人这个或冷酷无情，或无法无天，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你怎么的？你石头里蹦出来的？哎，其实这就是从孙悟空这传来的这话。那么你再看孙悟空成长的道路，就说虽然说他是这个天地所生，不是说是爹娘生父母养的，但是你只要在这个世上混，你就得遵守世上的规则。这规则是什么呢？你再无法无天，也总有东西能压制住你。如来佛祖把他压到五行山底下，后来这不又是西天取经驯化他，最终他位列仙班，成了斗战胜佛。就说你这个不管怎么着，你也不可能绝对的不服管束，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你最后还要回到这个规矩跟系统当中来。而且这个系统呢，还体现了明清时候中国一些民间哲学的思维，就是道佛合一，世道合一。就是这两教，道教跟佛教，佛教是呢西方过来的，从印度传过来的，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两个在中国扎根之后呢，这两个教派合一。怎么叫这个佛道合一？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皈依到如来门下了，又进了佛教。
这种道佛合一是当时很突出的一种思维方式。咱们不少朋友看过《封神演义》，你会发现《封神演义》里那些人在后来都是由道走进了佛。比方说燃灯道人后来变燃灯古佛，准提道人准提古佛，慈航道人最后是观音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就基本从这头都挪到这边来了。所以孙悟空当时呢也没有例外，他也是受那种社会环境的一种影响。那我们看有关孙悟空的文艺作品，那简直太多了，不光电视连续剧啊，你像舞蹈啊、戏曲啊、动画呀，特别多。那么孙悟空这个形象，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他到底从哪儿来？吴承恩不可能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坐屋里闭着眼睛想就把孙悟空给设计出来了，他必是有原型、有根据。那么有关孙悟空的原型呢，说法各种各样。你比方说孙悟空，他叫这名为啥姓孙？猴吗？猢狲，以猢狲为姓，所以他姓孙。这叫悟空什么意思呢？悟是领悟、顿悟、见悟，就体会、修炼。空是什么呢？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就指佛本身的这种道，悟空就是悟道，就是一个不断修炼。现在说法非常多，有第一种说法认为啊，他就是胡僧。胡僧什么呢？就指着西方的僧人，说白了就是印度那一带、泰国那一带的僧人，当时叫胡僧。说这胡僧叫着呢，听着就跟猢狲很接近。而且胡僧呢，以当时中国人的眼光看呢，这长相你看跟中国人不一样啊，长得猴头八相、尖嘴猴腮，像猴似的，所以就管这些胡僧叫白了就叫猢狲，就跟猴一样的，树倒猢狲散的猢狲嘛。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呢，就是从胡僧那转化过来的。而且确实呢，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啊，他在那边身边有几个胡僧跟着他，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人说这胡僧是谁呢？有种说法说这个胡僧叫石盘陀，说怎么这么具体呢？甘肃榆林呢有个石窟里边有幅画，就叫《唐僧取经图》。这个取经图里头呢，发现唐僧身边呢有一个尖嘴猴腮的外国僧人，胡僧吧。是看尖嘴猴腮，跟孙悟空还真有几分像。说这个僧人名字叫石盘陀，就是跟唐僧一起西天取经的外国僧人，他来到西安，然后陪着唐僧一道走的。那个僧人名字叫石盘陀。后来那僧人据说是就死在甘肃榆林，还算甘肃人。所以这是胡僧的说法。那么当时呢，有人从悟空这角度说悟空这个法号啊，确实实有其人。这个人的俗家名字呢叫车凤朝，到那边呢病到那儿了，隔了很多年才回来，也没有取得什么真经，没有玄奘成绩那么好，他的法号就叫悟空。所以后来有人呢就把这个悟空啊安到了跟着三藏西天取经那个胡僧身上，说他的号也叫悟空，说这么合起来出现孙悟空这么个人。当然鲁迅先生呢持不同观点，鲁迅先生说这个孙悟空啊跟胡僧没关系，就是咱们本土的。说怎么本土的呢？山海经里有一个怪物叫吴知奇，吴知奇是什么呢？是淮河的水神，力大无比，长什么样就跟猴一样，火眼金睛，说身高100尺，大怪物。咱们一听跟金刚似的，这人啊，吴知奇。这个吴知奇呢，由于在水里边兴风作浪，淹了两岸的庄稼，祸害百姓。后来大禹治水的时候呢，把他压在龟山脚下。所以这个民间传说呢，我估计对吴承恩影响很大。你看如来佛祖把孙猴压在五行山底下，那个呢是压在龟山底下，这两个传说太近了。而且吴知奇本身还是个猴，所以鲁迅认为啊，什么孙悟空啥的跟印度没关系，就是这个咱们本土的东西。所以你看，我想吴承恩呢，他在创作孙悟空这个形象的年代呢，肯定呢也吸收了不同的有关于三藏西游的神话传说呀、历史掌故啊，很可能他揉不到一块儿，形成了孙悟空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一个形象
等于给中华民族的艺术啊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宝藏。咱们以前曾经在做动画片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上海的万氏兄弟万籁鸣他们不是做了大闹天宫吗？那个大闹天宫的动画片呢，是新中国动画片里头可以说制作最为宏大，整个制作最为精良的这么一部大型动画片，上下部加起来120分钟，2个小时。你看孙悟空那设计的，形象非常好。我记得以前给大家讲过，那脸是怎么设计的？说孙悟空爱吃桃，把他脸设计成桃的形状，然后绿眉毛，身上你看大红裤子、黑靴子、虎皮裙什么的。弄得孙悟空是英姿飒爽。那么这种动画呢，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后来我们有能力啊，把它搬上电视、电影、银屏，因为我们民间的那个时候有什么呢？大量的戏曲。你比方说，在舞台上演猴戏，南猴王、北猴王嘛。南边我们知道六小龄童他爹号称南猴王，这边李少春北猴王。在京剧舞台上，老早就有这个。那时候60年代还有这个京剧三打白骨精，毛主席不写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神白骨堆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吗？就是写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猴戏。那么后来把它搬上电视荧屏，我们现在看张纪中版的这个，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会觉得跟老版比不了。怎么比不了呢？不是特技，特技比老版好多了。人物，你看演孙悟空的，80年代初的时候呢，导演杨洁拍《西游记》老版《西游记》的时候，挑演员就想找一个能演猴戏的人来演孙悟空，因为我们说这孙悟空往这一站，手眼身法没点功夫你根本演不了，他总动啊这个东西。所以从舞台艺术上借鉴下来的孙悟空，往往呢是更得民众的欢迎。就这么的呢，找到张宗义老先生，一看老头这么大岁数，张宗义说：“我可真是演不动，我身体还有病。说这么着，我给你推荐推荐吧，这我儿子他能演。”杨洁一看呢，这个六小龄童当时很内向，也不好吱声。一看这孩子呢，挺蔫，脸上也看不出演猴戏人的神采飞扬，尤其眼睛400度近视，200度散光，没神。杨洁就犯含糊，又挑了几个演员都不如意，最后没办法把张金来挑到剧组，说你试试吧。到剧组之后，他可知道自个儿这眼睛没神，孙悟空火眼金睛啊，他得练呢。怎么练呢？白天的时候人家打乒乓球，他盯着看着球，晚上时候点香头，这香头来回移动，他就盯着香头看，就是要把眼神这练出来。尤其拍戏前呢，他要盯着光的地方看着眼睛有点要出眼泪的时候，这时候再拍，眼睛很湿润，还特别有神，就硬生生的把这近视和散光啊，你外表看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近视眼，你比方我这摘了镜子再看镜头，你会觉得我这眼神发空，因为这近视眼的毛病。张金来生硬的就把这毛病给练了。那么还有遭罪的地方，他这拍猴戏，这不像说在舞台上勾脸就行了，艺术的夸张吗？你电视剧里得真实，得往上贴毛什么啥的，这一贴遭了罪了。当时用那个胶啊也粘，撕下来还得搁酒精来擦再粘。剧里边就他和演猪八戒的马德华，他俩得不断粘着脸啊。一到化妆说俩人推，你先来，你先来。为什么让对方先来呢？这戏俩人的戏，你总得等他先化完妆，他得等一会儿，等你化完妆，俩人才能演对手戏。谁先来，谁得多遭一会儿罪。所以他们当时管这个化妆老师说：“来来来，给你们贴脸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化妆老师说：“你们这是给脸不要脸了。”这都当时拍摄的玩笑。所以当初张金来呢，为了演好这个孙悟空啊，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拍那么长时间，头11集拍完了，才给2000块钱津贴。当然那会儿这钱也实。六小龄童说：“我已经不管钱不钱了，管饭就行，脑袋别裤腰带上。”当时那种吊威亚技术不先进的，经常从高空掉下来，把他摔个好歹的，这都有过，这是。所以正是在这种玩命的情况下，这六小龄童才把孙悟空演得这么好。看到千奇百怪的电视剧里拍孙悟空，港台演员呢，什么张卫健谁都来拍，他来气。他说这孙悟空形象不能这么随便糟蹋，不能恶搞啊，因为他自个儿吃这碗饭了，他特别珍惜孙悟空这形象。尤其有些恶搞，你比方他看周星驰《大话西游》，
他看着。但是我们好多人会非常喜欢《大话西游》，为什么呢？我们看孙悟空这形象，叛逆、勇敢、顽强，不屈服，也有同情心。就是这虽然是个猴，它是拟人化的，像人一样。就我们看这个金刚，那是个大猩猩，可是他对那个里边的女演员也产生了一种爱。你可以说它不是爱情，也可以说是友情，但总之是有很细腻感情的。那像孙悟空有那么多人的感情，怎么唯独在这个铁汉柔情这方面没有呢？还是跟紫霞仙子孙悟空鲜活起来了。一个有这样脾气这样勇敢的人，他怎么可能在感情世界里缺一块呢？他也一定有他的爱情世界。所以《大话西游》呢，以近乎荒诞和搞笑的手法呢，把孙悟空的爱情世界补全了。这样孙悟空是爱情世界里的缺憾，最终在西天取经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把这个缺憾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弥补。所以《大话西游》里边，最后我们看到最后不会认为这是一部恶搞的电影，它里面反映的主题很深刻，甚至非常具备人性的这种震撼。说白了呢，我们不是说恶搞不恶搞，对孙悟空这样经典形象呢，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关键是你这种解读符不符合艺术规律，以及最后你解读出来的艺术作品能不能称得上经典的精品。如果能称得上经典精品，从任何一个角度解读孙悟空，都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一种权利，我们对艺术品的这种不同理解，艺术家对艺术品的这种不同加工。但是如果你拍的比较烂，态度也不认真，你再忠实原著，甚至你直接还把这六小龄童请回来让谁演，如果你整个编剧也烂，导演也烂的话，恐怕你这作品依然是立不住。所以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关键是在艺术水准上把关。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解析你不知道的《西游记》。因为这个《西游记》啊，绝大多数人都是看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你要真问说谁看过《西游记》原著，是否仔细看过，没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经历。那么我们今天给大伙儿说这《西游记》呢，并不是依照电视连续剧版本，而是把《西游记》原著你仔细翻一下，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颠覆了你对以往《西游记》的认识。今天咱们说《西游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章节，真假美猴王。我小的时候啊，看《西游记》，当时看原版的时候，最愿意看的就两个地方，一个是大闹天宫，一个是真假美猴王。觉得这两个章节呢是《西游记》里边最为精彩的。那么后来我们都知道，80年代呢，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杨洁拍这个《西游记》，就我们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经典的80年代版本。当时拍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盯着，就想看看这真假美猴王。你想这俩人一模一样，这打起来，它不像现在咱高科技了，你这个克隆多少个打电视特技、电影特技，那会儿没这个特神往，说这段怎么拍？可是把这个第一版这个《西游记》啊，25集都看完了，没有真假美猴王。我们当时就很失望。有的朋友说有，你怎么能没看着呢？您说那有是什么时候？是98年、99年，杨洁导演拍《西游记》续集的时候，把真假美猴王拍了，前后隔了有10多年。那说为什么第一次拍《西游记》就没有真假美猴王呢？这咱得从头往前说。为什么没有呢？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缺钱了。当时呢是8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打算把4大古典名著都拍全了，《西游记》呢就委托给杨洁导演。给了多少经费呢？开始的预算呢，先拍15集试试水，看看观众反响怎么样。给多少？给300万。你要现在说拍15集电视剧给300万，那都是笑话，那肯定不够。那是80年代初，给了他300万。然后这杨洁导演拿着300万，嘁哩咔嚓，1、2年功夫把头15集拍出来了。结果一播火爆了。你想那会儿大伙儿也没看着什么呀，我们当时看的如饥似渴的。那会儿我都上高中快考大学了，哎，觉得真好。中央电视台一看呢，这个反响这么好，接着拍，再拿300万，你再拍15集。这杨洁导演拿这300万，准备再接着拍15集，拍着拍着拍不下去了。为啥？没钱了。
有人说你头15集300万下来了，后15集怎么300万下不来呢？这时间已经过去3年了。我们都知道80年代啊，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市场经济以来有个显著特点，物价涨得也快。商品经济时代嘛，就当时呢物价一涨，这杨洁导演犯愁了。为啥？你看原先说我到哪个地方拍戏去，住的旅馆吃的饭都便宜，就这2年翻往上涨。最要命的是呢，原先我说到哪个景点拍取景，还有那管景点人很高兴，没见过拍电视剧，我们看热闹行吧？啊，这要能在里头串个小角色都乐疯了。结果这几年功夫，人的商品意识提升了，你再来取景要钱，你在我们这拍一天得多少钱，所以这些费用涨了，唯一没涨的就演员片酬。就当时拍这个《西游记》呢，最贵的演员是谁？是六小龄童张金来，就演孙猴这个。他每一集片酬多少钱呢？你说起来你们现在不敢信，一集给70块钱。就叫这个片酬几年都没涨，但就这样，这300万不够。最后马马虎虎的呢，这300万没拍了15集，拍了10集。说剩下那5集是什么呢？险渡通天河，收服青牛怪，受阻狮驼岭，救难小儿城，还有一个就真假美猴王。这5集在计划以内没拍出来。有的人说那要真假美猴王应该拍呀，为啥？这故事多好啊，俩孙猴一模一样的，地上打到天上，天上打到海里，最后打到如来佛祖那去，就弄个6耳猕猴，多精彩这故事。这就是我说第2个没拍的原因。为什么没拍？技术问题。你看咱现在有的朋友看过类似双胞胎这类电影，哪那些双胞胎？成龙有个电影叫《双龙会》，里边那么成龙一个人演俩角啊，一个正经人，一个小混混，俩人在一个镜头里头。咱现在很简单，这特技一合成就完了。可是那个时候咱们没有这个手段。所以你看你拍个孙猴腾云驾雾，咱们看老版《西游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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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了一个云彩，咱现在看多假，但那会儿能做到这个就不错了。你说把2个一模一样人弄一个镜头里来，根本做不到。你让六小龄童分饰2角在一个镜头出现不行。所以当时技术原因也非常重要，就无可奈何的杨洁导演把这个放弃了。到后来这个98年再重新拍的时候，当时技术条件达到了，再拍的真假美猴王。那我为什么说这个真假美猴王呢？这个戏有意思呢，就你要仔细的把老版《西游记》翻翻，你发现真假美猴王没那么简单。原来的故事情节大家熟悉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假美猴王啊叫6耳猕猴，这6耳猕猴呢也跟孙悟空一样，能耐一样，寿命也都一样，都永远不死。这为什么？当年孙悟空啊喝醉了酒了闹地狱，把这十殿阎罗给祸害够呛，把判官手里的生死簿打开来，凡是写到带猴的那儿，歘歘笔一勾，意思不在生死簿里头，就永远不死。他这一勾是他找带猴的页，孙悟空喝多了一划了，自己那名是划下去了，捎带着不少猴也跟着得了好运了。这说这里头就有6耳猕猴，6耳猕猴也不死。那后来这6耳猕猴怎么出来的呢？你要仔细一研究6耳猕猴，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太奇特了。《西游记》里头没有这么奇怪的妖怪，为啥？他是假冒的孙悟空。你琢磨琢磨，这能耐小的妖怪，比方什么老鼠精、蝎子精、耗子精之类，他不敢冒孙悟空，他怕孙悟空啊，他能敢假冒他吗？他不敢。要能耐大的妖怪，他不愿意，不屑于假冒孙悟空，说我能耐跟你一样的，那你看我也可以占山为王，我可以占山头拉大旗，我没必要冒充你孙悟空。那么6耳猕猴这能耐本事跟这个孙悟空就一样大，他完全可以自己下海创业去，没必要再冒孙悟空。那他为什么还要冒孙悟空呢？这就很奇怪一个事儿。而且你把这《西游记》老版翻开，你发现这里头有很多地方解释不通的。一般来说，这妖怪呢，它总得有个地方啊，你比方说某某山某某洞，
哎，这是他的府地，他站这儿。这妖怪站这个地方呢，方圆这多少里都是他地盘。一个是没有别的妖怪，再一个你一般老百姓也活不了，他吃人他这个。可是在《西游记》里头说这个六耳猕猴的地盘在哪儿呢？有地盘在花果山呢，就趁着孙悟空西天取经，六耳猕猴抄的后路到花果山去了。而且居然花果山这些猴子猴孙呢，谁也没看出来的，就说明六耳猕猴对孙悟空的前世今生了解的非常透。那么他是怎么跟唐僧师徒碰上的呢？他和唐僧师徒碰上这个地方很奇怪，荒郊野岭，得有30多个强盗劫道的，孙悟空把这些劫道都给打死了，这就挺奇怪。假如这块地方是六耳猕猴的，那么这些强盗根本都活不了，那跟他抢地盘不找死呢吗？所以说这六耳猕猴大老远从花果山跑到这个地方来作案来了，而且他这个作案很奇怪，别的妖怪是干嘛呢？目的很明确，要么是你呢孙悟空的冒犯到我了，第二种就妖怪目的很直接，我就是要吃唐僧肉。所有这9981难里的妖怪基本都这个套路，唯独这六耳猕猴不一样，他不想吃唐僧肉，他也不想说把这些人都害死，他要干嘛呢？我把你这个度牒文书都弄来，把你行李我抢过来，然后我另拉一伙人，我自个儿西天取经的，假唐僧、假沙僧、假八戒，我孙悟空，我们这4个人西天取经。你就说这种犯罪手段不太有创意了吗？他到底要干嘛？跟别的妖怪全不一样。最后谁也分辨不出他俩谁真谁假。观音和唐僧念紧箍咒，俩人都喊疼。托塔天王李靖拿照妖镜一照，里头一模一样。没招的到如来佛祖那儿，如来佛祖记起紫金钵盂，把他收服了，里头有六耳猕猴，孙悟空一忘了，把他打死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细节一点点披露出来，你会发现呢，这里头疑点特别多，就没有这样的妖怪。而且假如六耳猕猴他对孙悟空这些行踪啊都了解的话，他一定得知道如来佛祖的厉害呀。如来佛祖一翻手，啪把他扣到五行山底下，这能耐多大呀？他知道这么厉害，你说他得多大胆子，能跟孙悟空一块找如来佛祖辨别，完最后让孙悟空打死了，这都不合理。所以说这一段啊，特别值得大伙好好琢磨琢磨，就是真假美猴王到底意味着什么？咱们很多朋友呢看这个《西游记》啊，基本就被电视剧给洗脑了，按照那种直线思维。其实原著《西游记》里头可读的地方特别多，因为过去这个文人呢，他写这本书，你不要以为他在家吃饱撑的闲着没事天马行空，哎呀孙猴如来佛祖，不是那样。他这个文人写书是有自己情怀有所寄托的。吴承恩生活那个年代呢，明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央集权专制是特别厉害，东厂西厂锦衣卫基本就是个警察国家，管老百姓啊，管文人管的特紧，没有自由言论的开放空间。所以在书里头借着神魔小说指桑骂槐，反映当时的世道人心，这是文人普遍采用的一种春秋笔法。我们过去管这个叫孔夫子叫欲褒贬，别善恶，微言大义，为尊者讳，就咱不能直说，通过曲笔指桑骂槐。我写这个其实说他呢，有很多人分析真假美猴王得出一些真知灼见来。你比方说第一种思路认为真假美猴王真的是孙悟空和六耳猕猴斗吗？不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孙悟空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说这个假的孙悟空其实就是孙悟空自个儿变的。我们都知道孙悟空一有难，压耳毫毛一吹噗，好多孙悟空出来打来。说为什么托塔天王啊观音呢和这个唐僧啊都分不出假孙悟空真孙悟空来？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他俩都是真的。说白了就跟这个羊是那个羊的克隆版似的一回事，他当然他就分不出来。有人说这孙悟空不有病吗？他没事闲的自个儿演出这么闹剧，给逼出来的是孙悟空个人情绪的一种发作。我们可以看到真假美猴王包括前面3打白骨精那些诸多情节里都有，就是孙悟空干一件事唐僧不认同
哎呀，杀生啊太重啊，违背清规戒律啊，不行我就念紧箍咒收拾你，再不你撵回花果山，你别跟着我了。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底下，好不容易有个翻身机会，西天取经，最后能成正果。唐僧还这么不待见呢，说白了就跟领导整下边一个下级似的，一回两回行，你总这么整。孙悟空一看这也没头了，我得弄出点事儿来，让上级领导知道我的冤屈。上级领导谁呢？那就如来佛祖。怎么能弄出点事儿来呢？我干脆我弄个假的，跟我一样要争西天取经，这个最后把这事儿弄大了，如来佛祖不就得管了吗？有人说你说这有根据吗？他不是没根据，这原著里好多地方露出这蛛丝马迹了。你看这俩人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到如来佛祖，好多人都分辨不清，如来佛祖没见到他俩时候就下断言。这话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孙悟空有了二心，想通过这一道整出个六耳猕猴来，把唐僧也给打了，又抢行李，这事闹大了，让如来佛祖给仲裁。他见如来佛祖时候说的是什么呢？他见观音菩萨见唐僧都是希望你们各位火眼金睛能辨真假，注意辨真假。唯独到如来佛祖那儿，他讲我这一道取经辛辛苦苦，结果我师父还不待见我，给我撵出来了。我打到这儿了，就希望如来佛祖能够辨个邪正。照理说就辨真假，他前面那么嘴碎干嘛？我师父对我不好，给我打到这儿来了。你看他说这干嘛？而且辨邪正和辨真假不一样，辨真假真是真，假是假，邪正是什么？我这行为对不对？你给我个公平，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就由辨真假改成辨对错了。你仔细翻阅《西游记》，前面全是辨真假，就到这儿改成辨邪正。这说明什么呢？孙悟空是到这儿来矫情来了，我要个公正。其实如来佛祖能耐比那些人大多了，一下就看穿孙悟空到我这矫情来了，自个儿变个假的。其实他俩这等于都真的，分身为二，让我来断，其实无非是让我给他公道。说那如来佛祖就识破了就说呗，为什么还不说呢？他不能说这个。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这个如来佛祖下一盘很大的棋，要利用孙悟空呢，实现两个目的，一个是给这些妖，我就给你机会，让你修成正果，这样能更好的收服底层的人给他服务。第二个就是你看起来西天取经，其实是佛法东渐，等于呢通过这个过程呢，把佛教的影响力从西方来到东土大唐。他要用孙悟空，你说这时候给他戳破了，孙悟空一甩挑子，我不干了，这事儿还不好办了。所以如来佛祖呢，这脑袋大的反应就快，马上他想到这事儿了，就说啊，我来替你收服这个妖孽，他叫六耳猕猴。孙悟空都没听说什么六耳猕猴，没听说过。说如来佛祖要干嘛？一愣神功夫，如来佛祖把那紫金钵盂拿出来了。如来佛祖想变啥还不容易吗？里头一下就出了个六耳猕猴。这时候孙悟空明白了，那我得配合，抡起棒子上去，把这自己变这假的假装给打死了。就说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其实如来佛祖说你呀，好生下去伺候唐僧，我不会亏待你的，我不可能让你就修不成正果，你就别矫情了。所以有人通过这一系列蛛丝马迹分析，孙悟空自个儿闹了一把，自编自导自演。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我们听起来也很雷人，但细分析不无道理。最后这不六耳猕猴被打死了吗？有人说打死那个是孙悟空，活着那是六耳猕猴。有人说这也太雷人了吧？他有道理。为啥有道理？你想啊，孙悟空这人呢，不服输啊，那是典型的叛逆者。你就发现孙悟空一上天，管太上老君叫啥？他对如来佛祖观音菩萨不怎么尊重，经常坐那耍赖。你这我回花果山了，这个哪个领导愿意用这样下级啊？他都愿意用听话的。你这不听话的，虽然给我干点事儿也烦，说你万一哪天你不听话大劲儿的，你再造反，我不好弄了。所以对于如来佛祖来说，万不得已用孙悟空，但凡不用他，有机会的话，他就不想再使孙悟空。这我们说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六耳猕猴书里怎么写的呢？
叫知前后万物皆明，就是他能耐呢，前知500年，后知500年，啥事都瞒不过他，他啥都知道，后边事他也知道，能预测未来。所以你这么一算，出现六耳猕猴，完全是如来佛祖给孙悟空留一个备份，万一你染上病毒了，我就搁这替代你。孙悟空这一道上跟唐僧也不怎么对付，对如来佛祖也不怎么尊重，受不了这管束，说不定哪天一翻跟头回花果山了，这西天取经算歇菜了。所以这么不听话一个人，如来佛祖得想个办法，就又培养了这么一个六耳猕猴，跟孙悟空俩人矫情。所以这么一换，狸猫换太子，等于间接的呢一个完全听佛祖话的孙悟空去取经去了，能耐也不差，就把这个真孙猴给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处理掉了。还有一个活的证据就是呢，你看后来在西天取经路上，真假美猴王之前，孙悟空总跟唐僧闹，等到真假美猴王之后，《西游记》里再没写过他跟唐僧闹别扭，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没念过紧箍咒，平平安安到西天取经就回来了。所以这就是这里头一些埋下的证据。我想不论他是孙悟空自编自导自演，还是真孙悟空已经死了，假美猴王在，这其实都是吴承恩的一些春秋笔法，他想表达他自己意图。后边这意图是什么呢？无论你这能耐多大，你大不过你的领导去，资源掌握在领导手里，你在人家手心，在人家单位干活，你要不听一把手的，你那是找死，他有各种各样办法对付你。再一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要以为我能耐大上天了就没有能取代你的。那工作岗位这个东西，只要有这份工作干，就不只是一个人能干，别人也能干。所以这提醒我们呢，那些很自负的年轻人在单位，第一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谦虚点；第二个，千万别跟你的老板、跟你领导闹，闹来闹去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要这么解读真假美猴王，那《西游记》对我们年轻人走向社会还能提供一些帮助。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今天我们说《西游记》啊，要说这个领头的人了，谁呢？唐僧，唐三藏。唐僧啊，在这个《西游记》里边，他的重要地位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要没有这个人，整个西天取经991难全成不了。而且唐僧在取经的团队里面，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是最忠实的、信念坚定的执行者。你看这个取经过程当中，孙悟空呢是玩的高兴，我跟着玩；要不高兴了，脾气一上来，无法无天了。猪八戒呢，时时刻刻，哎呀不行，我就回高老庄，留条后路，有点私心。沙和尚当然是希望能够兢兢业业的把这事完成，自个儿能修成个正。但是这里头呢，他的能耐不大，而且人脉资源也不广，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只有唐僧对于取经的目标可以说是坚定无比，对自己坚守这种信念从来就没曾动摇过。不管是吃苦啊、遭罪啊、生命面临着危险呢，还是受到女色诱惑，唐僧呢都没有动摇过信念。而且更主要一点呢，唐僧本身呢，他的人脉非常广泛。你别看这里面他最没能耐，跟个窝囊废似的，胆小怕事有时候还，但是他的人脉谁比不了？人家根儿硬啊，人家前世是什么呀？真的能耐大的，最后还不是唐僧的面子吗？你是玉皇大帝那边也好，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也好，不都是为了唐僧他们才下来解救这个师徒4个的灾难吗？有些妖怪能耐大的很，那都是佛祖身边的人。你像那个狮驼岭三魔，哎，那个金翅大鹏鸟能耐多大呀？那如果没有如来佛帮忙的话，他不可能啊。所以光靠孙悟空能耐那是不行的，就唐僧拥有最广泛的人脉。所以在这个西天取经这个4个人团队里头呢，孙悟空呢是实践过程当中的急先锋，但是精神领袖和主心骨，准确说定海神针，还得说是唐僧。而且你从整个《西游记》这个过程来看呢，
如来佛祖是以惊天大手笔下了一盘非常大的棋。这个棋里边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唐僧和孙悟空，他们不仅是取经过程当中的执行者和工具，也是取经这件事情的由头。有人说由头是唐僧，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这里头体现了佛祖比较高超的这种编剧艺术。他这编着整个剧编的特别地道，也就是说不把如来佛搬出来，这事儿解决不了了。那么如来佛出来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是这个石猴呢，是天地精华之所聚，你没法在肉身上消灭它，你只能是降服它。玉皇大帝不也动过这心思吗？又弼马温又齐天大圣了，孙猴还是反了。所以如来佛祖要展示他高人一筹的领导艺术，他不仅仅是压服，我还要驯服你。我不是说五个手指子成五指山给你压500年，我还让你驯化。所以西天取经这个过程呢，驯化孙悟空，收为己用，同时向宇宙间所有的神仙9天10地所有神仙展示一下我如来佛祖的法力到底在哪，为什么我法力无边，你们都不行。所以这个过程无形间给如来佛祖做了一个活广告，扬刀立威。那么与此同时，怎么能够保证孙悟空受到驯化呢？得有人制约他，得有人直接执行驯化他，不能佛祖带着。谁？让唐僧给他弄个紧箍咒一戴，这一道上孙悟空基本上就不断在紧箍咒和唐僧的控制下成为了一个很驯化的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正因为孙悟空有这种法力，能保着唐僧走一道，经历了9981难，尤其是他有能力保护唐僧，但是遇到大难的时候没法过坎儿。那么这样一种微妙的组合，微妙的平衡，最后使唐僧身上呢加了很多的光环，一道过来到西天雷音寺取了经，也使自个儿这个二弟子金蝉子长老最终修成正果，也使孙悟空这一道完成了他理想的驯化过程。所以如来佛祖用惊天手笔呢下了一盘大棋，在这棋里边最重要的棋子唐僧和孙悟空，而且也为了这两个人，他才设计了整个西天取经的这么一条线路。所以有唐僧是为了让孙悟空实现招安和驯化，有孙悟空是为保唐僧，让自个儿这个佛祖的二弟子最终修成正果。要不然他个肉眼凡胎到了尘世间怎么能够修成正果呢？你得有人帮啊！而且对外一说孙悟空我徒弟，你这个玉皇大帝驯不了，你看搁到我手底下，我徒弟保我一路西天取经，这也算是唐僧的政绩工程。把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他这儿通过维稳的方式给拿下来吗？你这也是唐僧的政绩啊。所以说两个人在这一道之上互相成全，最后把谁成全？把如来佛祖成全了，说明佛祖法力无边，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掌心。所以唐僧是西天取经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枚棋子，而整个西游记就像一部编得非常精妙的剧本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佛祖这种精妙的思维展开。什么思维呢？我们最简单一个道理，很多小朋友都看明白了，说这西游记里头你看多有意思，这个唐僧肉吃了长生不老，谁都想吃。可是有时候你发现怪了，要是我是妖怪的话，我把唐僧抓住了，我管他生的熟的，我先啃2口，我先弄个长生不老再说。可是你看所有妖怪抓住唐僧都干嘛呢？不着急吃，各种各样理由。有的说把我干娘请来，我们娘俩一块吃唐僧肉。还有的说不着急，一会儿把它煮熟了，咱不吃生的，吃熟的。还有的说呢，你看他徒弟孙猴在门口叫骂着，再把那孙猴抓来一并下锅吃了，也省得刮臊。你看还非得把徒弟抓来，还得吃个全乎，这不是满汉全席呢？明显看出这里头编排的很做作。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再看想吃唐僧肉的是哪些人，咱就能解开这个谜底。比方说有的妖怪没啥根儿的你比方说什么这个蝎子精那个狼精明显就是在山野里头费挺大劲，自己自修了个文凭，然后呢上头给你发500年道行满了，你可以为非作歹去了。
没根儿的小妖精。这些小妖精想吃唐僧，首先一个能耐不够，所以这样妖精里能耐最大的还就那白骨精呢，最后也没有逃脱孙猴这个法力。我们再看，还有一些妖精要吃唐僧肉，可这些妖精可不得了了，那都是有根儿的。他们要吃唐僧肉那是假的，为啥呢？他们是如来佛祖派下来当托的演员，就是为了给唐僧他们制造磨难。说是制造磨难，其实假模假样演一出戏，让这个天地之间所有的神佛人一看，哎呦，唐僧真不容易啊，这取经真经费了劲了，有功啊，就是为了演戏。他们都是一些配角，所以呢，他们抓住唐僧呢，那不能吃啊，那佛祖也不让他们吃，这都定好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想各种各样理由呢，把这个戏拖延下去，等待着孙悟空找了人或者自个儿打上来，把唐僧给救出去，把这出戏唱圆嘛。他要敢把唐僧吃了，那佛祖能饶得了他吗？相反，由于这是演戏，孙悟空真到了要打败这些人的时候，抡起金箍棒要把这个杀了，要把那杀了，保准这时候半截空中下了个菩萨，下了个神仙，泼猴不得无礼，这是我的坐骑，某天某日什么看看跑到下界，那都扯淡了，那这全是糊弄孙悟空唐僧的。等于他说这些功夫呢，仅仅是围着唐僧外部。那么在唐僧内部的小团队里，这些事情具体的就由观音菩萨跟如来佛祖来策划了，而且策划的是格外的周详。你比方说这个小团队里，唐僧和孙悟空、猪八戒的关系，那么这些人的关系来讲，作为一个小团队里，他要有制衡。孙悟空能耐最大，可是不好管，这跟我们现实是一样的。这个人才呀，他非常管用，但是你不好用。这个奴才呢，不怎么管用，但是你好用，他听话。所以猪八戒是现实的，必须的。沙和尚呢，干些杂活，谁不愿干他干，这是个典型的好奴才。但是孙悟空这关你不好过，他能耐大，脾气还暴。所以这个时候呢，观音菩萨设计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来弄出一套紧箍咒，让孙悟空自个儿换。哟，这帽子挺好看，这干嘛呢？唐僧说，我小时候啊就戴这帽子，不会念的经戴着帽子就会念了。你看着好看，孙悟空你知道这时候猴的特点呢，好新鲜，愿意取巧，这一戴坏了。唐僧这边一念紧箍咒，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自此之后不得不死心塌地的听唐僧的，以至于后来有个笑话嘛，说这个师徒四人睡觉，早晨起来了，唐僧一睁眼睛，沙僧跟猪八戒哭的不像样了，悟空躺地上了，死了。唐僧说这怎么死的？猪八戒说，师傅啊，都怨你呀，你这一晚上做梦说一晚上梦话，念了一晚上紧箍咒，把大师兄活活给念死了。你看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个紧箍咒。你比方说他对孙悟空的控制，孙悟空呢把俩强盗给打死了，唐僧不愿意了。唐僧怎么说呢？这番话你听着就跟《大话西游》里罗家英是那么磨叨，不怪这个周星驰呢把这个唐僧弄得磨磨叨叨的这一段当做唐僧的真性情。确实唐僧是真磨叨，他说什么？哎呀，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这两个贼人虽然犯下一些罪过，可罪不至死啊！你打退他也就罢了，你怎么能要他性命呢？哎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啊！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何况你好好想想啊，这是旷野之中，打杀他也就罢了，这在闹市之中，你若打杀了，岂不要见官吗？见官也还罢了，你承受罪过了，把我连累了，这便如何是好？你看磨叽半天是为了啥？为了把真心话说出来，意思旷野之中你把人杀了，你知道也就行了，咱们逃脱法律制裁了。你在闹市里头你要打死人，那不惹事了吗？再者说你打死人你自个儿担着，我是你师傅，把我也连累进。你看唐僧完全是为了自个儿，很虚伪，前面磨的那么些是为了把自个儿的真心话隐藏起来。所以《大话西游》里头那罗家英磨磨叨叨，那其实是很有技巧的。等于所以你看唐僧跟孙悟空之间这种关系其实是控制跟反控制的一种关系。就像领导团队里边呢，这个领导是个庸才，是个外行，偏偏要领导英才的内行孙悟空，
这个时候他又偏偏掐着孙悟空的要害，比方说领导决定你评职称，决定你分房子，他哪怕是个混蛋呢，你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还得曲意奉迎着领导。那么在这个时候，领导不光是要用你，还有人控制你，跟你形成制衡。谁呢？猪八戒就是一个制衡点。在我们身边不少单位里就存在这样情况，有猪八戒这样人，有孙悟空这样人。领导有时候呢，为什么要重用猪八戒这样人？就是为了制衡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和好人。所以我曾经说，在我们的身边有好多这种情况，咱们的一些制度因素呢，从来不去约束这种小人，反而专门收拾这种好人，最后把好人呢都收拾成小人拉倒。所以唐僧师徒这种关系，其实精妙的反映了中国几千年下来文化当中的劣根性，尤其是在团队管理和官场当中的劣根性。就是我说不约束小人，专门约束好人，用小人来制约好人，最后把好人全变成小人。所以这是我们制度层面有一些非常差劲的地方。我认为《西游记》里边通过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关系，把这个反映的非常非常精准。那么当然我们说唐僧身上呢，毛病非常多，胆小怯懦，是非不分，有时候过于执着，很难免有点虚伪。但是唐僧有一点呢，为什么他是主心骨？西天取经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尤其是面临着女色的诱惑。说是在《西游记》里边有点有意思的地方啊，基本都跟这有关。你看四圣试禅心，4个菩萨化妆成半老徐娘和仨闺女来试他们。后边呢，女儿国国王看上了唐僧了，百般引诱什么蝎子精，什么玉兔精，这些都看上唐僧了，想跟唐僧好，但是唐僧没动摇。说没有动摇呢，不完全是，有的是没动摇。你比方说他跟玉兔精，他那里边玩了一个假装跟公主结婚，金蝉脱壳，在那天竺国，所以那里头有首歌吗？叫什么？是谁送你来到？你想跟我好，人妖怎可相提并论？我是什么来历？你什么来历？说白了，我既富二代又是官二代，你算什么玩意儿？所以唐僧心里他有这界限，那些女妖怪引诱他，唐僧是根本不会动心。可是地位同样尊贵的人家不光是富二代官二代，人就是皇上女皇上女儿国国王，长得风情万种，但是妖娆能举动，很漂亮。这时候唐僧动不动心？动心。西游记里就写了，女儿国国王说，玉帝哥哥你呀看看我你看我长得漂亮不漂亮？唐僧都不敢睁眼睛，直冒汗。为啥？一睁眼睛怕真就是把持不定，因为在他心里知道西天取经是最重要的。可是呢，这种诱惑袭来的时候呢，唐僧也难以解除。所以我说这唐僧摆脱女色诱惑的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当然说到这儿呢，咱们说唐僧这个人物他只是吴承恩笔下文学作品里经过虚构了的人物，他跟现实当中真跑到西天取经那个玄奘法师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今天说唐僧这个那个跟玄奘法师无关，对于现实当中历尽千辛万苦从西天取回657本佛经的玄奘法师，我们心中还是充满着无上的尊敬。我们有很多朋友对中国传统的这些民间传说呀、神话体系很感兴趣。研究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呢，咱们和西方的神话有很大的不同。你看，我们了解古希腊神话，你感觉非常规矩。奥林匹斯山，宙斯是最大个的，再往下不是他儿子就他私生子一堆什么这个大英雄什么太阳神月亮之神海神地母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的神话故事就特别复杂，从这《山海经》《搜神集》各个著作里流传出来的，好像同一个神仙都有不同叫法，同一个事件里边会有不同神仙参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体系庞大驳杂，条理不是很清楚。当然后来出了2部伟大的作品，
把中国的神仙体系给梳理了一下。哪两部呢？一部是许仲林写的《封神演义》，一部是吴承恩的《西游记》。这两部作品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因为发现这两部作品有关联。要论成熟年代呢，《西游记》在先，《封神演义》在后。可是要论故事发生年代呢，《封神》写的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在这个商周之间，而《西游记》写的呢是唐王李世民派玉帝玄奘西天取经的事儿，是在唐代，两个差了1000年以上的。所以这个就有人说，这两部书啊，到底是谁借了谁的光呢？谁用了谁的故事呢？而且这两部书的关联性非常明显，因为两部书里有些共同人物。你比方说这个李靖，托塔天王李靖，三太子哪吒，二郎神杨戬，这都共有的人物。还有像什么四大天王，这里有那里也有。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伙梳理一下这个封神和西游，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脉络，能把中国传统的神话世界能穿成一块。有比较典型的有那么几个人。头一个咱就说哪吒。这个哪吒呢，在《西游记》里头呢，天兵天将三太子，托塔李天王的三儿子，也是脚踏风火轮，手持长枪，下界来呢捉拿孙悟空，结果打不过孙悟空。就这头哪吒呢，已经是上方大仙了。那么再看《封神演义》里边写哪吒是什么呢？是这个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儿子。他母亲怀他，人家10月怀胎，这怀了3年，一生生个肉球。他爸爸一看这怪物啊，抽出了一下宝剑，嚓一剑砍过来，把肉球劈开，照出一个粉妆玉琢的小孩，这个可爱，这就小哪吒。这孩子打小父母宠他，调皮捣蛋，惹祸无数，最典型的把龙王三太子筋都给抽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东海龙王发大水，要水淹陈塘关，荼毒百姓。所以这李靖一看呢，跟儿子算账吧。结果呢，哪吒呢受不了这压力，割骨还父，割肉还母。这是《封神》里写的，是谁给他复活了呢？他师傅元始天尊座下弟子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给他复活的。哪吒的师傅莲藕化身，摆着莲花，莲藕摆成他身子，然后再从阴间把他三魂七魄招来一拍，哪吒复活了。但是《西游记》里头说哪吒这段不是这么说的，《西游记》里说哪吒呢是如来给他救活的，莲藕化身。那么到底哪个准呢？这个就跟西游和封神骨子里头不同地方有关。西游记你看，西游记是尊佛易道，儒道佛三教嘛，西游记是尊崇佛家，贬低道家。他怎么贬低道家？你咱记着车迟国三力是虎力、鹿力、羊力3位大仙是老道，结果让孙悟空给耍戏的就喝了尿了。而且这3位道士在车迟国呢，抓和尚收拾和尚，却把道观一座座建起来。就这里头有一个佛教和道教两教争的你死我活的问题，就争夺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权。那《西游记》既然尊佛，那就哪吒是如来佛给弄的。《封神演义》里是尊道义佛，主要是推崇道家。你看这3清里的都有，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最厉害的这是。所以他这里头哪吒化身呢，就是太乙真人是个老道给他干。所以这涉及到核心里头的一个思想问题，是佛为上还是道为上的问题。那么同样问题也影响到了我们下边说这个人物，贯穿《西游记》和这个《封神演义》，太上老君。太上老君《西游记》里头咱都知道形象不怎么样啊，你看让孙悟空给耍的没招了，还靠着二郎神跟孙悟空打。这时候呢，太上老君呢拿那个金刚圈往下一扔，其实是暗算孙悟空，把孙悟空好说歹说逮着了，放到自个儿那个炉子里头练，用6丁神火练了他749天，
没把孙悟空练出事儿，反而练的火眼金睛，就弄得什么招都没有。可是就这么一位看着挺窝囊的老头，在《封神演义》里大展神威。道教有三清，太清、上清、玉清。上清呢是元始天尊，太清就是太上老君，就等于道教的总掌门。在《封神演义》里，等闲事请不出来的。后来通天教主大摆万仙阵、诛仙阵，后来什么绝仙阵、灭仙阵，这时候太上老君才出山。一个人呢大破诛仙阵、万仙阵，大展神通，就厉害的不得了。这是什么原因？它也是一样道理。西游记尊佛，那当然得抬举如来了。贬道呢，太上老君总掌门，你往下点嘛。封神演义不同啊，他尊道，所以太上老君搁到上头。当然西游记呢也不敢慢待太上老君。虽然说太上老君让孙猴耍过枪，但是他的神通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了的。你看在西游记里头有非常潜在的对他的描述。孙悟空在天上不牛吗？可是一到了人间西天取经，你发现不行了，很多妖怪他不是个，打不过人家。其中就有那么两个妖怪，两组妖怪吧，孙悟空弄不动人。一个是金角银角大王，再一个是青牛精。这两位孙悟空都弄不过。最后孙悟空一调查呢，感情这俩人上面有人，都是太上老君旁边的，孙悟空动不了人家，没招了，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下来轻而易举的法器一记把他收服了。这就说明这能耐是相当大的。就《西游记》里头也只是为了情节需要，暂时让老头窝囊一会儿，其实也好理解。太上老君在玉皇大帝身边，无论炼丹还干活都给玉皇大帝干，你给人家打工他费那劲干嘛呀？所以为什么孙悟空在天上打的10万天兵天将毫无还手之力，那帮人都是给公家干活，能混就混，谁也不使劲。为什么下界这些妖怪孙悟空都打不过了？人这些妖怪下界都自我创业的，那你有点事儿全自己事儿，当然负责任了。所以这有很大不同。另外一个，你从侧面也能看出《西游记》也不敢把道教糟蹋到底。你看武庄关那一段，唐僧师徒经武庄关，两个童儿把他迎出来，说在此之前呢，我家主人镇元子镇元大仙要去弥勒宫听法。临走的时候说，孙悟空进来一看，这道观里头供着天地2个字。孙悟空奇怪啊，你家主人得多了不起供天地？一般来说道观要么供3清4帝，要么供9曜星官，这些真是服。你怎么供上这天地了？你看镇元大仙地仙之祖了不起。后来这不孙悟空惹祸了吗？推倒人参果树，结果呢跟镇元大仙一动手，根本就不是个，说抓就给抓住。镇元大仙说，我也弄不死你，你这天生地就这么个石猴，可是你把我果树推倒了，你非得给我赔。孙悟空没招了，10州3岛到处找，最后无可奈何求到观音。镇元子是什么呢？是道教里的一流法师。一流法师观音尚且让他3分，那道教总掌门老大太上老君了得吗？肯定了不得。所以说这个脉络就能看出来了，对于道教呢，西游记和封神呢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对于他祖师级的人物都有一个起码的尊敬。这是太上老君。还有一位呢，一组2个小说里都有，就是4大天王。这个西游记里4大天王咱们印象很深，孙悟空跟这4大天王交战，4大天王有哒弹琵琶的，记得那个大闹天宫吗？一弹着琵琶，孙悟空就迷糊过去了。这位弹琵琶的呢，这位天王叫持果天王。广目天王是西方的广目天王，广目天王呢，他是拿着蛇，也有说拿龙的，然后南方这位增长天王拿宝剑，赤果广目。北方是多闻天王拿把伞，赤果广目增长多闻。你要到天底下庙，你记住都一样结构，就咱们国内这庙，一进来头一所殿为护法殿，就是4大天王殿。4大天王殿你看着这两边就赤果广目增长多闻，就拿着琵琶拿着蛇拿着伞拿把宝剑为4大天王。
这可不是什么张学友郭富城，这神话里头鼎鼎大名四大天王。说这《西游记》我熟悉，说《封神》里有这4位吗？有，迦梦关魔家4兄弟，魔里青、魔里海、魔里寿、魔里红，魔家4兄弟，姓的魔鬼的魔。这迦梦关这魔家4兄弟是很厉害的，在这《封神演义》给姜子牙制造了很大麻烦。这哥4个拿什么兵器呢？就是琵琶、蛇、宝剑和伞。就一看非常明显的这个传承过来。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呢，《封神演义》呢跟这个《西游》呢有个特别明显的传承关系，就是在《封神》里头呢是老道，到《西游》里头就成和尚了，由道转佛，而且这个传承是一样的。你像咱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有4大佛教名山，说五台山那是文殊菩萨的发基地，峨眉山是普贤菩萨发基地，普陀岛是观音的发基地，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发基地。那么这我说的头3位在封神里都有，怎么都有呢？名字叫法不一样，都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你像文殊菩萨在封神演义里叫文殊广法天尊，普贤菩萨在封神里叫普贤真人，观音菩萨在封神演义里叫慈航道人。你看咱一说观世音佛教有4个字，觉海慈航，就从这儿来的。就他这里头有非常明显的传承关系。那么这还是人物上传承，情节上有一些摘不开的关系。咱说《西游记》写谁呢？写孙悟空。说《封神》里有孙悟空吗？孙悟空跟《封神演义》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咱们看《西游》里头孙悟空什么情节，不用我说，咱们绝大多数观众朋友都知道孙猴这些事儿啊。东胜神州有一傲来国啊，傲来国上这有一个石头，这石头忽有一天受日精月华崩裂了，孙猴就蹦出来了。那么《封神演义》里头有个人物和孙悟空很相像，这个人呢眉山七怪之首，叫袁弘，长得就像个猴。是什么化身呢？是精通8九玄功、神通广大的一个白猿，通臂长猿。这个人叫袁弘。这个袁弘呢在《封神演义》里头呢帮着通天教主打仗，跟这个姜子牙这边作对，结果就跟杨戬就二郎神俩人对上了，俩人杀了个天昏地暗。这两人一场打斗，袁弘也会72变，杨二郎也会72变，就跟我们看大闹天宫里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他最后的结局也很有意思，这个袁弘被抓住了，谁也杀不了他，杨戬割刀砍他脑袋就长出来，砍他脑袋就长出来。咱记不记得车迟国斗法那段杀孙悟空吗？砍下脑袋孙悟空就长了，跟这很像。最后实在杀不了袁弘了，没办法，请来过去上古大仙昆仑山散人陆亚。这个陆亚有个宝葫芦，要杀人了，把葫芦系起来，请宝贝转身，噗，葫芦里出了个飞刀，唰就把你脑袋砍下来了。这个葫芦杀了谁呢？后来妲己，咱都知道妲己狐狸精，但是漂亮迷人呐。谁要杀他，你拿起这个刀斧要砍他，你把纣王给抓住，把他给弄死吧，这妲己罪魁祸首，红颜祸水吗？可是哪个男的要杀这妲己都不忍心，太漂亮，被他迷惑了。后来一看谁也动不得，那陆亚出山，请宝贝转身，噗，飞刀出来，妲己人头落地。袁弘后来是这么死的，而且死之后呢，给困到山河社稷土里，化成了一块石头。所以说这袁弘在一定程度来讲肯定就是孙悟空的前世。当然在西游里头呢也有照应，咱们知道西游记里有一个有名的篇章真假美猴王，这六耳猕猴假冒孙悟空，弄得无论是观世音呢、紧箍咒啊、照妖镜啊全分不清他俩是什么。为什么分不清？这二位叫一体二心，就他跟孙悟空其实是共用一个身体，但是生出了另一重心魔，跟孙悟空不一样。如来在断这事儿的时候跟各位这菩萨罗汉说了哪4种灵猴呢？第一位为灵明石猴，第二位是赤尻马猴，第三位是通背猿猴，第4位六耳猕猴。这个灵明石猴就是孙悟空，
六耳猕猴那就是后来跟孙悟空争这个通背猿猴就是指猿猴。就其实这4猴是共用一个身体的，就是4种不同心态，有能知长短，有能明事理，有能懂前后，有能辨是非，就各种各样的神通。所以这如来一番话说明什么？这通背猿猴袁弘啊，可能跟着孙悟空完全是一个身体。你看这些情节，咱们一一把它理过来，你会发现呢，《封神演义》跟这个《西游记》啊，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现在就有人说他俩谁抄谁，说吴承恩写这个《西游记》在先呢，那是许仲林抄人家。还有人说那也不对呀，那封神里那么多情节，这个西游都没有啊。其实大家不必纠结这事儿，这2位在我看谁也没抄谁，因为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都很广阔，掌握的资料绝不止他们俩人小说里写这些。为啥呢？他俩其实都不是这个书的真正的完全的作者，说白了有可能是传说的整理者和理顺，只不过吴承恩和许仲林2位啊，文笔很好，逻辑思维能力很强，把这些民间传说汇总在一块儿，人家能弄得有声有色，编纂的非常顺畅。所以我们说呢，咱不能说许仲林和吴承恩谁借鉴谁怎么回事，这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呢在2个人身上有一个合理的总结。那就是说，为什么同样是梳理神魔体系，《西游记》地位在封神之上呢？那是由于《西游记》在这个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个人对社会的见解。《封神演义》呢是以武王伐纣为背景，纣王失道丢了天下，武王得道获得天下，这一直是中国儒家的一种正统。在这之上，许仲林在思维上没有任何的突破，就是照本宣科，把神话故事往里一装。我们可以说这种写法呢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而吴承恩他用《西游记》来影射当时黑暗的明朝社会，比方说一打妖怪就上头有人，那凡是想吃唐僧肉的最后都不真吃，都如来佛背后设计好了，真想吃那些妖怪水平都不高，孙悟空一棒子给打死了。这是中国人情社会裙带关系呢活生生的写证。所以吴承恩本身呢超越了神魔体系，等于神魔体系是梦想照进了现实。而且从文笔的角度来讲呢，《西游记》描绘这几个人物，像孙悟空、唐僧、沙僧、猪八戒，那要比《封神演义》里写姜子牙、二郎神要生动炫目的多。所以最后《西游记》成了中国古典4大名著之一，而《封神演义》未能列于其中。这就是2人写作实在有上下床的好。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今天呢，咱们接着聊《西游记》里边的人和事儿。蒋大为那首歌啊，敢问路在何方，咱们几乎妇孺皆知。里边有句词儿叫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我曾经拿这个问身边的人，我说这个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谁挑担谁牵马？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当然是沙和尚沙僧挑担，但马好像也是他啊，有时候猪八戒牵马。你看大家的感觉呢，这个沙和尚啊，在《西游记》唐僧这个师徒4人里，他是最负重的一个。说白了，好像人家是取经，他就是个苦力。当然担子里边是重要的东西，里头有这个过关的度牒文书啊，有一些这个唐太宗啊当初给他们留下的一些东西，过关的一些凭证，还包括那个宝贝袈裟都在里面。说这个呢，唐僧呢让沙和尚挑担呢，本身对他是种信任，因为我们知道沙和尚来自哪儿呢？流沙河。在流沙河他干嘛？其实就是个妖怪。他胸前挂的是什么？9个骷髅头，说白了人脑瓜骨、头骨。也就是说沙僧在流沙河那是妖怪，远非善类。有人说那你皈依佛门了，6根清净了，等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傅，请师傅留下弟子吧。你再往前倒，沙僧以前干什么呢？属于天庭上的卷帘大将。有的人不懂，说什么叫卷帘大将呢？卷帘大将
比方说这玉皇大帝出去巡行了，要一出门头里这有个帘子，哎，那是他赶紧过去蹭给弄起来。皇上您怎么着？说白了等于皇上的贴身侍卫。那你想在天庭上待那么长时间，那个天庭就好比人世间朝廷，那个沙和尚本身是久历官场，对于官场里头这些什么明哲保身呐、力不少得、害不伤身、左右逢源了、见风使舵、溜须拍马呀，这些事沙僧比谁都懂。也就是说，沙僧本身你看他老实厚道，这个人是个很有权谋的人，他很了解人情世故，知道见风使舵，知道看人下菜碟，怎么看领导脸色。这些沙僧了解的恐怕远在孙悟空和猪八戒之上。猪八戒呢是整个智商不高，孙悟空智商很高，但是不屑于干这个事儿。沙僧这方面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说到这儿，有人说老梁你这又胡批呢吧？不可能沙僧是你说那样人呢，咱们这有书为证啊，咱可以把《西游记》导一导，你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比方说在顺情说好话这方面，咱们首先肯定沙僧不是个坏人，但是呢这个人城府很深，他知道怎么能让你高兴，他一般不得罪人。人不说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吗？孙悟空有时候就直讨人嫌，沙僧呢就知道怎么随缘就完。你比方说盘丝洞那一章，这唐僧那天也不怎么来股邪劲，非要自个儿化斋，拿着紫金钵盂出去就我化斋，为师我去化斋。孙悟空一看不干了，说你这化斋这事儿，你要饿了师傅，我马上给你化了，你就吃。哪有这个徒弟在这坐着等吃的，师傅去化斋，没这道理啊！是座茅屋啊！对啊，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化斋？师傅从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意思高过师傅去化斋的道理？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孙悟空是点你们化斋，真爱护唐僧，可是沙僧怎么说呢？大师兄不必这样，不必这样。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这就是化斋，师傅也不会吃你就让师傅去。你看这话，沙僧跟孙悟空出发点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师傅好。可是沙僧这个时候呢，要求顺从师傅的意志。说白了，他是通过顺从师傅的方式达到让师傅满意。这另一个层面上呢，也算爱弟子。假如说我们说对这个师傅有两种忠诚的话，孙悟空可能见唐僧有毛病他挑，这是一种忠诚。沙僧是师傅想怎么着咱就怎么着，求得一团和谐。当然这两种忠诚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有，但是毫无疑问，沙僧这种忠诚要比孙悟空那种忠诚有城府的多。所以你看，这是沙僧可以说对人情世故各方面非常练达，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么当然了，沙僧绝不仅仅是对这个师傅啊什么这方面的，他对人情这些事儿非常懂。你比方说女儿国那一回，女儿国国王看着唐僧了，把唐僧单请下，要请唐僧欣赏国宝。其实干嘛？要借机会向唐僧表白我爱你，你别走了。国主愿以托国之父招赘玉帝爷爷为夫。那么猪八戒呢，傻了吧唧的，你没看出来？这女王啊，她好色，知道我老猪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了。孙悟空和沙僧啊，看出来点意思来。你看这孙悟空平常有什么事儿，他有时候真愿意跟沙僧商量，不怎么跟猪八戒说。为啥呢？他知道沙僧的智商很高，什么事你看他不吱声，他心里有数。所以这时候沙僧呢就问孙悟空：大师兄啊，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就看看师傅的修为怎么样，能不能抵制住女色的诱惑。沙僧又补了一句：这有什么歹意啊？孙悟空说：
没有歹意，只有好意。冲沙僧俩人就乐上。猪八戒在旁边不明白这俩人说什么呢？这时候就说明沙僧对这个情况看得很透，他跟孙悟空心有灵犀，知道怎么事儿。但是沙僧心里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师傅别留到这不走了，不西天取经了，我们这一趟跟他来白来了。那么沙僧心里头呢，一个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西天取经，我能完成任务。说白了，我上了大学了，这4年平平安安下来，我把那文凭拿着，这是他最高的诉求。所以他老老实实一心一意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绝不希望西天取经路程上出生什么大的事情，哪怕是师兄弟几个之间出事，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说沙僧呢，他在人情世故方面非常老练，一看就基本明白怎么事，有时候甚至比孙悟空还明白，因为他比孙悟空冷静。孙悟空有时候难免冲动，你比方说这个路过这个火焰洞，就是红孩儿那一仗，红孩儿把唐僧抓下来，孙悟空找不着，一问土地爷，土地爷说这个孩子呀，他母亲是铁扇公主，他爸爸牛魔王。孙悟空一听乐坏了，怎么牛魔王500年前跟他拜过把子呀？那是哥兄弟呀！你看，这反映沙和尚对人情世故的判断。咱们过去不讲，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这个亲戚不往来就不是亲戚了，你不走动能行吗？孙悟空想当然，这个事儿就反映了沙僧人情练达。而且沙僧，你别看他忠厚老实，那编瞎话一套一套的，在需要他说瞎话的时候，那演的那个像啊，绝对是实力派演员。你看那个宝象国那一章，这不是这个唐僧被那黄袍怪给抓进去了吗？抓到洞里去了。他的这个压寨夫人呢，叫百花羞公主，是宝象国国王的女儿。国王说派人去把这个黄袍怪打败了，把我公主救出来。谁呢？猪八戒、沙和尚去了。他俩这能耐不大呀，沙和尚给抓起来。抓起来这个时候，黄袍怪下边有一个小妾，跟黄袍怪说了，说那唐僧啊，都百花羞公，你这在洞里边这压寨夫人呢，你把她保住了，对自个儿不也有好处吗？回头果然百花羞公主又把沙和尚给放了。所以你看，在利益这种较量非常复杂的局面之下，沙和尚头脑很清楚，立马就知道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让我演戏，我说来就来。所以沙和尚绝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那忠厚老实、真真木讷，那鬼心眼相当多。但是我们首先得承认，沙和尚不是坏人，他一切呢都是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也为了取经这个小团队的利益。当然，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旁边有个能耐差孙悟空，天塌下有个大顶着，所以沙和尚是什么呢？所有事儿孙猴你扛着，我这干嘛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别出错。所以沙僧呢，基本上不负什么责任，但是呢，所有的事他都希望呢，通过自己努力呢，让这个事凑成了，别到时候出问题。你比方通天河那一章非常典型，那鲤鱼精沉到湖底去了，怎么把他弄上来呢？孙悟空说：“你论水性，你们一个天蓬元帅，一个卷帘大将，都比我下去了。”沙和尚不敢下去。哎呀，依我看，我们2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台上等着我们好吗？我们把这妖怪引，然后你解决。你看，他把这个重大责任呢，往这个孙悟空身上一推，他不负责任。就说沙和尚呢，你身边这人能耐大，那我对不起，好多事儿我不出头。其实像这样人，咱们身边有的是。比方说在单位里头干个什么事儿，好多事情呢，他怕担责任。反正单位有能耐比自个儿大的，你让他来，我跟到后头给你干点杂活行了。这样人把自己位置摆得非常正，往往在单位里人缘非常好。为啥他不抢人风头，他不遭人记恨呢？但往往这样的人，当他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少得。你看有事他不往前抢，得好处的时候呢，他不是那头一份的，但在跟到你后头捞好处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甘人后。你比方人参果是，咱们看这个孙悟空要偷人参果了，孙悟空在树上往下弄，猪八戒在下边接，沙和尚不去。你看干坏事的时候他俩是
回来了一看，沙和尚说这是人参果呀。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小弟却不曾吃过。孙悟空说：“那，大伙吃吧。”沙僧说：“怎么来的？”孙悟空说：“偷来的。”哎，沙和尚这阵不吱声了，没生发大财，自个儿吃一个。他心里清楚啊，这个反正师兄弟几个偷来的，你要真问谁偷的，孙悟空、猪八戒在前头呢，轮不到他呀。可吃，大伙一人都是一个，他一点没少得，还比猪八戒强。猪八戒囫囵个吞下，不知道什么滋味。所以你看，沙和尚这个时候体现了那种力不少得，害不伤身。他算盘打得非常精，而且沙和尚人家不是一味的缩头，真该自己出头的时候啊，人都想着他有正事儿，就是轮到什么事是我必须做的时候，沙和尚倒不推脱了。为啥？什么事是他必须做的？西天取经。他费这么大劲，成了仙了，犯点错下来了，要想回去怎么办呢？非得是把西天取经这大学4年的文凭拿到手，太太平平的。那么为了拿到这个文凭，谁也别拦我他。他脑袋里想，不是取经要怎么地，而是最后修成正果之后，自己能重列仙班，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一道上他兢兢业业啊，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最终把这个善果维持住。哎，别坏了自己的好事。咱们和和气气的一道上披荆斩棘的，最后把西天取经这个成果拿过来。谁拦着这个，沙和尚可不缩头。尤其是当孙悟空不在的时候，如果这个事儿影响了取经大计，沙和尚自己都出头。你比方说六耳猕猴那章，猪八戒说我去吧，这时候沙和尚不缩头了，出头了，不行，你别去，我去。登大计的时候，沙和尚一点不含糊，自个儿去了。当然他不知道那个六耳猕猴是假孙悟空，但这时候也反映了沙僧该出头的时候，人家不往回缩。当然沙和尚这一道没功劳有苦劳，可是这些事情对于神通广大的佛祖来说呀，都是算计到心里。西天取经最后我们看，唐僧功德佛，孙悟空斗战胜佛，猪八戒净坛使者，沙僧金身罗汉，白龙马位列8部天龙。那么其实沙僧被封了金身罗汉呢，不是个多大个了不起的事，跟孙悟空那成佛那档次差不少呢。这个金身罗汉在大乘佛教里是什么呢？属于修行档次比较低的，就是你封了罗汉了，你还得在人世间修行，再经过一段时间你才能成佛。那么为什么佛祖没给这个沙僧说你有这么大功劳？唐僧都夸沙和尚对我很重要。为什么佛祖这么考虑呢？就是说你沙和尚心里头小算计太多啊，人世间这种权谋之术啊，你这小算盘扒拉太精，等于尘心未净，六根不净，你还得再修炼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佛的境界。所以佛祖对沙和尚定位是非常准的。所以你从《西游记》最后这块能看得出来，在佛祖心目当中，沙僧身上还有很多人世间一些不够干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有的是沙僧这样人，表面上老实忠厚，其实心里头很有算计。但这样人好在哪儿呢？他不害人，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铺天盖地的好多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人的忠厚老实，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他，你就可以侵犯他的利益。如果真侵犯到利益，他给你反扑一下子，你聪明人都不见得受得了。这就是沙和尚的厉害之处。今天我们讲《西游记》序列，讲到了沙僧。前面这不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按顺序排到沙僧了。咱在说沙僧之前呢，先给大伙说个笑话。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1句。大师兄，二师兄让妖怪抓走了2句。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都让妖怪抓走了3句，最后还有1句，师傅你放心，大师兄会来救我。就4句，你想要钱，你想封高官，不可能啊。其实这个笑话很多朋友都知道，网络的笑话。
它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对沙僧啊这种传统认识，就是这个人呢是老实巴交啊，还任劳任怨，可是也没啥能耐，就非常平庸的一个。可是这种认识，你要再仔细翻翻《西游记》原著，你又会发生很大变化。因为沙僧不仅不是个无能之辈，不仅不是庸庸碌碌之人，如果单论智商和情商，单论对自己所作所为判断之准、实践之深、城府之重，恐怕谁也不如沙僧。沙僧是《西游记》里边相当了不起一个牛人。咱首先有传统认识说，这个沙僧你看只能干些个低档的活，那挑个担子什么的，你看他使个方便连环铲挑担子，其实那不对。《西游记》原著翻开你就发现，沙僧使的不是方便连环铲，不是跟鲁智深似的使那个，他使的是什么呢？是原来观音菩萨呀、玉皇大帝呀这些赐给他的东西，一个降妖宝杖。这降妖宝杖呢，是由月宫里头的梭罗仙木做的。长短呢多长呢？咱们到庙里看呢，那个护法韦陀菩萨，韦陀不是这么的，这不担那一个护法那宝杵吗？就这么长，也就咱拿到手上，你算就这么长，这能挑担子？挑不了担子。所以《西游记》原著里写呢，挑担子是猪八戒。咱们前面说猪八戒说到这个了，沙僧不是挑担子，他就牵马。说那他不挑担子，这个力气活他也不干，他干嘛呢？沙僧是个狠角色，武功相当高，能打。有人说你拉倒，他还能打。这一道上沙僧只要一出手，基本都是被妖怪绑到洞里边去。说你看那黄袍怪，那么沙僧跟人动两下就给抓进去了。最后都是或者菩萨来救他了，或者孙悟空来救他了，这有点冤枉沙僧。沙僧不是不能打，而是有的时候他不想打，他有水平。你看咱前面说了，猪八戒跟孙悟空是什么差距？俩人打了一宿，孙悟空在体能上占上风。那么你想知道沙僧多大能耐？沙僧虽然没直接跟孙悟空斗得那么激烈，他可跟猪八戒打了3回，一回打2回合，一回打1会儿，一会儿打4个小时，结果双方斗的是不分上下。也就是说，沙僧的能耐跟猪八戒差不多。那软吗？一点都不软。在里边有一些非常直观的对比，就是观音菩萨呢去找沙僧时，劝他当取经人时候，带着自己一个贴身护卫，也他弟子叫惠岸。这个惠岸呢跟这个沙僧动手了，俩人不分胜败。你弄观音身边贴身的这个侍卫打成这样，那沙僧这能耐肯定低不了。什么是卷帘大将？你比方说这皇上啊，过去呢前面呢搭了一个帘儿，和大臣之间隔开，就好比出行啊，皇上假如说坐这轿子，谁给他掀轿帘儿那为卷帘使。也就是说，这样的人首先是皇上必须绝对信任他。有人说那这就溜须拍马，这不是本事。你别忘了卷帘之外又加大将2个字，能扣上大将，说明呢不仅皇上信任他，他还是皇上身边贴身的保镖，这才能称之为卷帘大将。所以说沙僧可以说是1等的武林高手，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他1等武林高手，可你看看《西游记》一路斩妖除怪，他的业绩最差。孙悟空不用说了，大头活都是他干的，猪八戒跟着捡漏也打死不少妖怪。可是你看沙僧这一道上基本就没降过妖，硬的妖怪就把他抓进去了。说为什么沙僧会这样的表现呢？我刚才说的不是他不能打，他不想打。为啥不想打？咱得说沙僧的烦心太重了，机心太重了。有人说那也不对，烦心重那不是猪八戒吗？四圣试禅心里边管人叫什么连连爱爱的，就想还俗，跟哪个女孩过日子呢？猪八戒这烦心呢太小了。要讲大功力层面，沙僧的烦心是最重的。为啥呢？咱们先看沙僧和领导的关系。
这个里头唐僧是领导，他这哥几个一比呢，猪八戒智商相对低一点，他为啥？他错投猪胎了，没办法。孙悟空智商很高，但是情商很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要说智商情商都高，沙僧是最高的。你就看唐僧在这个小团队里作为领导，最信任谁？最信任沙僧。他为什么呢？他知道孙悟空能耐大，可是他有时候孙悟空跟他好拧劲儿来，控制不了。他也知道猪八戒能溜须拍马，可猪八戒这关键时候好吃懒做，指不上他。只有沙僧不仅仅是能够顺应领导的意图，而且关键时候也能出谋划策，还不显山不露水，时刻把领导捧到前面。就是元芳你怎么看？沙僧准给大肩膀头。哎，师傅你说呢？你看把领导推前头去，3打白骨精。这不孙悟空出来一个灭一个，邻居给打死了，老太太打死，最后打死老头，那都白骨精变的。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很不满意，猪八戒也进谗言，大师兄这个那个这个。这时候唐僧信任谁？问沙僧，也是元芳你怎么看？悟净你怎么看？第二打死那老太太，唐僧受不了，要把悟空撵走。沙僧又搬出来，观音菩萨再三说，让大师兄一道陪你。这2回唐僧全信了。就是唐僧在这个团队里边，他一有到难于决断的事儿，他是最相信沙僧的。你比方说有那么一次《西游记》里写的，这唐僧突然间那天也不怎么犯了一股邪病，你孙悟空你别去，我去化缘去。孙悟空当时就不干了，说师傅不行啊，一个是外头妖魔鬼怪多，您弄不了这个；再一个是哪有师傅去化缘让徒弟吃的，都得徒弟化缘回来给师傅吃。其实孙悟空一片好心，不想让师傅累着，从师傅安全角度着想，还孝心。可是唐僧呢不愿意，为啥呢？一个是他兴致勃勃要化缘，你阻碍了领导兴致；第二个，你说我出去妖魔鬼怪都对付不了，就你能啊，就你比领导厉害。所以唐僧心里不舒服。你看沙僧这时候溜缝溜得特别好，顺情说好话，揣摩领导的意图，这个智商情商都非常高。而且沙僧不仅是这样，他看事情看的远比孙悟空和猪八戒看得透。你比方说像人情世故这方面，这个红孩儿火运动那块儿，这对付不了红孩儿啊，这能喷火能什么能耐大呀，怎么能过去呢？哎，孙悟空知道信儿了，说这红孩儿啊是当年跟我8拜结交的牛魔王的儿子，他和铁扇公主的孩子。这个时候孙悟空满心欢喜，以为找着关系了，没想到沙僧给他泼盆冷水。大师哥，这个事儿不靠谱。为啥呢？你当年被压到五行山下500年呐，牛魔王去过一回吗？没去过。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你看过人家吗？没有。哎，你有我父那才算亲，有朝一日过穷了，富家不登贫家的门。你不登门叫什么亲戚？你们都这么长时间不往来了，人还能卖你面子？孙悟空不信那事儿，你俩回事？牛魔王我们哥们儿。结果上门提去了，这让红孩儿这通火给烧的，差点把孙悟空烧死了。所以你这个环节你别看沙僧对人情世故掌握的特别准，而且同时你看到沙僧呢还不把老成持重的，他有的算法打的是非常精的。你比方说这个女儿国那块儿，这女儿国国王长得漂亮，说留这个唐僧咱看个国宝，实际上就是把他领到就2人地方向他表白，我就是那国宝，你留下咱俩结婚吧，你别走了。什么看国宝，就是借机勾引唐僧让他留下来。这时候沙僧最明白这事儿，沙僧心里一琢磨，我师傅要留下来，我们还怎么西天取经？这不耽误大事了吗？我们都带着重要使命来的。所以沙僧没说别的，直接说别说那个了，赶紧给我们换渡牒文书，给我们换护照什么，我们得走。就这时候沙僧是绝对不情愿让唐僧留下来的。
说由此看，说沙僧这西天取经意志力那比唐僧都坚定，也不完全坚定。最主要一个，沙僧有他自个儿的小九九，有他的私心。他的私心在哪儿呢？沙僧不止一次盘算过，就是假如西天取经要不成，半道散伙了怎么办？人家孙悟空本来就妖魔鬼怪，回到花果山齐天大圣照玩不误。猪八戒那人高老庄啊，那媳妇在那等着他呢，人也有家。白龙马不用说，回龙宫了，回去了。唐僧呢，人家是玉帝呀，再回到大唐一样是所有事都不耽误。只有沙僧天上他是回不去了，给他贬下来的。回流沙河咱前面说了，每7天百箭穿胸，天天还得遭着罪。就是西天取经真要不成，最遭罪的那恐怕就得说是沙僧，就是他是最遭罪的，所以他必须得让这西天取经这事儿得成了。谁危害到这个，谁就是威胁到他最高利益了。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说，那沙僧得是最卖力气的，这事跟他利益相关最大呀。那可为什么西天取经路上他没打死多少妖怪呢？遇事都往后缩呢？哎，这是沙和尚非常精明的地方。就我们说他情商高，就他把周围的人给琢磨透了。比方说通天河那一段，那鲤鱼精进水里不出来了，你听这时候沙和尚推脱不开了，说大师哥，这样我们进去把这妖怪引上来，你解决的。这什么意思呢？主要责任你孙悟空负，我们就负责把他引上来。说为什么这样？一个是沙僧知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什么事我不出头，你孙悟空干，你能力大呀，我捧着你。所以你看孙悟空跟沙和尚关系最好，什么事都把大师兄推前面的，满足孙悟空虚荣心。孙悟空你以为他是为了唐僧打妖精吗？不是，没有唐僧他一样打，打完了他舒服啊，自个儿能力体现出来了，不完全是为了唐僧。所以沙和尚捧他，大师哥你来，哎，这是一个让能力大的上来。再一个能力大责任大，你干这事你担责任，我不干我就不担责任。说打妖怪怕担什么责任？那可不是。沙僧最了解这个道理，打这些妖怪你问问，不是太上老君身边小童儿，就是观音菩萨座前护法，再不就是谁养的什么东西。果不其然，这鲤鱼精哪儿呢？观音菩萨养的，都有根儿。所以你说这要沙和尚自己能打，下去把人给打死了，观音菩萨不得找他算账吗？所以沙和尚这事儿都研究透了，我不出头，哎，我引上来，孙猴你能耐大你担着，我不担责任。不光这个，在个人利益这方面，沙和尚是精明透了。你看啊，武状观人参果，这不是人家把人参果捧上来了，像小孩似的坐那，那人参果，唐僧一看，哎呀，不可，这跟吃人一样，这能行吗？这时候孙悟空、猪八戒都馋呐，这师傅不让吃，急死了。这时候呢，他们就想偷这人参果，但沙和尚不干这事，担责任事他不干。但沙和尚拱火，这人参果偷回来他可吃了，拿过就吃，真好。而且他知道细品滋味，不像猪八戒一口下去啥滋味都不知道。而且他不忘了来一句：“有师傅的吗？”意思你给没给师傅偷一个？什么意思？给师傅偷一个，唐僧要再吃了更好办了。你看我上头我领导也吃了，天塌下来个大的顶着，我是我领导吃的，我大师哥犯的案子，我最多一个从犯。他把所有事都弄清楚，他一样的大伙都吃了人参果，可是要讲罪责他是最小的。你这就看出来沙僧对个人利益算得多清楚。所以从这点来讲，你说《西游记》这里边谁有他聪明啊？当然沙僧可不是瞪眼光看着啥活不干，你真要是威胁到我最切身利益，兔子急了摇手的，狗急跳墙他也来一把。你看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假孙悟空6耳猕猴把唐僧罗走了，
行李担子抢走了。那行李里是什么？度牒文书，就每过一关上面盖个印，你到佛祖那看我过来了，这护照这都在这儿呢，这是明证，没有这个怎么能证明你14年西天取经呢？所以这时候沙和尚真急了，哇，这可容不得了，直接就找这六耳猕猴理论去了。当然他不知道这六耳猕猴这孙悟空是假的，到那一看可倒好，这六耳猕猴旁边还有一个假沙和尚，这都他给弄的吗？一禅杖就把这个假沙和尚给打死了。你算算，这时候他真急了，为啥？危害到他切身利益了。再说，如果你这一对真要西天取经替我们走了，那我这前半截白弄了，让那假沙和尚弄下来，这可不干了。所以这沙和尚是最清楚什么时候自己该出手，什么时候自己该往后缩，什么时候往上捧孙悟空。所以你严格算算，西天取经要说这利益最大化，你看这哥仨，孙悟空最后封了斗战胜佛，是佛里头排最末的。当然一道孙悟空啊付出的努力也大，但是他收获也大，但相对来讲呢，他这收益率咱们就算80%。猪八戒呢他就好吃，最后得了个净坛使者，虽然不大好听，这收益率也算80%。只有沙僧一个，你这一道上他真没有干什么太大的事儿，是，也就是呢通过自己和稀泥呢稳定了团队，他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可他最后封为金身罗汉，这个收益率都得超过100%。要讲投资收益比的话，他恐怕最高。但是咱们把话说回来了，这沙僧啊应了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这金身罗汉和孙悟空的斗战胜佛那是整整差了一级呀。他要再想从金身罗汉变成佛，那可不是你14年取经能做到的，那不定得多少年，还得看机缘。所以就说佛祖呢看透了沙僧这点小算盘，你瞒得了谁？瞒不了佛祖。所以佛祖很公平的给几个人封赏，给了他个金身罗汉，意思你呀功劳到不了那些，你自个儿小算计太多。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算计也没有错，但是你处处算计，机心太重，处处不肯使力，处处都是利不少得，害不伤身，责任别人担着，剩的事好处我自个儿落着。如果你都这么想的话，你可能会收获一些眼前利益，但是你向往的那种大业绩，想获得那种大的功利，恐怕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沙和尚给我们现代人一些有益的启迪吧。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